一顿寿宴，差点让全军覆没。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一切的源头都来自寿星做的这碗夺命长寿面。娘，大家快尝尝小妹的手艺吧！再耽误下去，这面还能吃吗？云哥亲自分配，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碗热气腾腾面，上面铺着鸡蛋，看着非常有食欲。众人确实期待，但云家人对云哥的了解，让他们迟迟没有尝试第一口。南宫渊倒没想太多，拿起筷子就往嘴里一塞，然后露出惊讶的神色，紧接着连吃2口。好吃。真的吗？小妹这面做的不错，大家一起尝尝。真的有那么的好吃？云薇表示她瞥见鸡蛋里的蛋壳，心中依旧保持怀疑状态。真的？云雅再次肯定。众人见状纷纷拿出筷子，然而，好吃！哇，我小闺女就是厉害，这面太好吃，都可以去外面支摊。确实，永安公主的手艺真心不错。赞赏声不断，打消了云薇心中顾虑。她认真地将面上的鸡蛋剥开，并没有看到众人眼中迸发出异样的亮光。快吃，快点吃，怎么能少了你人不吃？下一秒。云哥看着他们神情一愣，同时手中的筷子也被南宫渊拿走。听我的，别吃。有那么的难吃吗？小丫头做出来的东西跟她的字一样，都是要命。小妹，大哥建议你以后远离厨房，我还年轻，想多活几年。妈呀，不愧是阴间的，这做出的东西也是阴间的味道。你们更过分好吗？明明难以下，还装成一副巨好吃的样子，气死我了！我都已经避开，没想到他们合起伙的来下套。闺女啊，你可别怪我们，要怪就怪第一个吃面的人，是他将我们带歪了。云啸天瞪了眼南宫渊，他表示以后不会再期待小闺女的惊喜。南宫渊优雅地擦拭着嘴角，笑道：“毕竟是永安公主这个寿星第一次做吃食给我们，大家若是不吃，那岂不是会寒了她的心？”众人，那你咋不想想，会不会要了我们的命？好，花花亲自给你们做东西吃，还嫌弃，气死比比了。判官比抱着生死簿的本体，开始飞到他们耳边，一个个的爆瓜。花花爹，你又偷藏私房钱，这次还藏这房梁上，共计733两。云啸天瞬间天塌了。肃亲王，你在院中偷买10坛子酒，还是撬你儿子库房里的东西换钱，共计换了1200两，余下的全藏在床底下。肃亲王浑身一僵，2道目光猛地射向他。肃王妃，你头几年跟肃亲王生气，还偷跑去过南风馆，没干啥坏事，但豪掷千金，花了3000两银子，摸了几把小哥哥的腹肌。完了。判官比还是不解气，继续爆料。花花大哥，你头几天软磨硬泡将你娘手中那块青州玉冰宴给轰走，还嘱咐你娘不能让花花爹知道。本比大人一会就写小字条，告诉云老爹去，让你们父子开打。云啸天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他求媳妇那么久的青州玉冰宴，居然被这个不孝子抢了先。云清墨脑袋一嗡，不安地朝着他爹看了过去，两人相望，他爹正咬牙切齿。花花二姐，你。爹娘，女儿先去回去梳洗一下，等会便要参加宫宴。说罢，还不等众人反应，提着裙摆就跑了。二姐，等我一下。云薇怕被爆瓜，紧跟其后。不过一会，云家其他人纷纷找借口离开。判官比不甘落后，拉扯着嗓子跟在他们身后一个劲的爆料。正厅只留下肃亲王一家与云哥面面相觑。姐姐，小家伙被人遗忘，扒拉着云哥的腿往上爬，小嘴亲了亲云哥的脸颊，然后小手指着桌子上的面条，不断的吞咽口水。姐姐，生日快乐，我要吃。云哥哪里敢给小家伙吃自己做的黑暗料理，哄着他喂了些点心。时间差不多，一行人分别坐上几辆马车，朝着皇宫驶去。崔婉心叹息一声，有些闷闷不乐。若小官儿早一天出生就好，这样我们大家子都可以给他过一个完整的生日。每年这一天要进宫，感觉都亏待小闺女。小闺女她不会计较的，说不定今天的宴会她会收到更多的礼物。我这个老父亲怎么这也要给小闺女薅点东西？反正我的脸皮厚，不要脸就不要脸呗。有皇上与闺女撑腰，也不怕得罪人。一年到头，家家户户都盼着这一天，即便天气寒冷，也挡不住百姓们心中的喜悦。灯笼高挂，对联贴上，街道上传来孩童的嬉闹声，裹着红棉袄，伴随着街道两边叫卖声，热闹至极。相反的，在遥远的北边，一道黑影闪现出来，看着一派其乐融融的场景，阎王蹙了蹙眉心，他此时正不断的掐算。怪了，真的是太奇怪了！明明这方世界会因为雪灾导致几万人的阴魂报道，如今却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阎王紧抿着嘴唇，沉着脸将一道气息传了回去。很快，判官崔珏拿着阴阳玉返回人间。小决绝，你查查看，这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本该死去的人为何都活得好好的？崔珏也觉得奇怪，阴阳玉上记载的人名原本是红色，可下一秒却变成了黑色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
阎王大人，阴阳狱终究不是生死簿，顶多查生死，定善恶，有些东西根本无法查到。闻言，阎王的眉心拧得更紧，他感知了一下这方世界，暂时没有那几只的气息。3000世界，他还要一个一个的寻找。你留在这里查探一下原因，本王还要去找那几个祸害。是。判官崔珏拱了拱手，阎王立马消失离开。只是他忘记了，优越之时还有隐藏气息的本领，不然不会如此之快的判定云哥他们不在这里。闺女过生日，老爹直接宫门口化缘，这操作把云哥看傻了。哟，老云头来得挺早的吗？今年是吹的什么风呀？云啸天白了他一眼，随即脸上堆满笑容，哥俩好的搭上他的肩膀。老陈头，咱俩家以后反正都是亲家，老哥我呢也不跟你见外。云啸天搓了搓手指，这个动作看得陈哲翰眼皮直跳，他一把将云啸天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臂扫下，立马跳远。等等，咱们先说清楚，你小儿子与我闺女他们俩现在还没定亲，暂时还算不上亲家。我可没忘记之前自己想早点定下两人的亲事，结果却被老云头端着个架子，现在一反常态的又成为亲家，绝对没别好事。爷呀，你想要长命百岁不？那你想不想跟你媳妇再续个来世之约？陈哲翰，说吧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嘿嘿，我小闺女今天生辰，你事先不知，没有提前准备礼物，我不怪你，但发个生辰红包也行，顺便把过年红包也一起给了呗。老云头，你也特不要脸了吧？哪有人直接开口的？不要脸就不要脸呗。再说我小闺女本就今天生辰，明明可以在家陪我们，结果变成陪你们这些老爷们，也不见得给个礼物。果然是文官之首，这歪曲事实属他最厉害。长命百岁，再续情缘，解决命案。哼，永安公主，生辰快乐，愿你心想事成，天天开心。这是我送你的生辰零花钱，不够再找我要。云哥，闺女快拿着，长辈赐，不可辞。陈大人与爹的关系好，刚听说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拦都拦不住的要给你送礼物。陈哲翰，云啸天瞅准机会，见一个拉一个。不过一会，云哥钱袋子里装的都是满满的祝福。他今天生日的消息很快便传到后宫之中。什么？今日是哀家小姐妹的生辰？顾嬷嬷，快去打开库房，只要是小金子的饰品都给哀家装上。小姐妹过生，我这个老姐姐岂能不准备丰厚的礼物？回太后，你库房里的金饰没了，要不装其他的东西？没了，哀家那么多的金饰全都没了。是永安公主最喜欢小金子，太后你一直以来都是送这些。前段时间皇上还从你这里把最后所有的金饰全都换走。太后闻言，嘴角狠狠一抽，是我走去皇帝那里把咱们的小金子给要回来。太后气势一凛，雄赳赳地朝着御书房走去。对了，顾嬷嬷，你派人去几个皇子那边，让他们孝敬老人，提前给年礼，识相点的都把小黄金送过来，除非他们想背上不孝的名头。顾嬷嬷扶了扶身，立马安排去。不仅是太后，皇后此时也拿着其他东西朝着文宣帝这边走来，她要把自己的小黄金全都给赎回来。她这次要给小丫头包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要不是有她，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。皇后娘娘，听说太后现在也去找皇上换回金子呢。啥？快，一定要赶在母后之前换。另一边的东宫，媳妇，会不会有点多了？那吃瓜精能用得过？她是地府的黄泉花，她是掌管凡人命运的生死簿，而她则是一笔定生死的判官笔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媳妇，会不会有点多了？那吃瓜精能用得过？太子话音未落，一股杀意迅速朝着他瞪来。没事就去外面等着，别妨碍我给小姐妹挑选礼物。太子一噎，自从有了这个小丫头在，他与媳妇的感情岌岌可危。他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外面便传来2道急吼吼的声音。皇兄，江湖救急，你家的小黄金先借我一些。太子皇兄，还有我也要借一点。2皇子与3皇子直接冲了进来，一个被祖母强行换走，另一个之前已经送完。他们手中什么都多，就是小黄金不够。太子，曹公公，给朕下旨，东陵境内找金矿。文宣帝呕得快要吐血，他好不容易换来的小金子，就那么的一瞬，毛都不给他留下一根。皇上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朕怎么知道？早知道朕刚才就该躲起来，也不至于现在都不知道送小丫头什么礼物。云哥还不知道，他爹的骚操作把后宫搅得一团乱，让他今日的生辰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次的宫宴不同于上次，除夕正是一家团圆的日子，所以这次并未男女分席。云家众人也不像上次那般处处担心闺女小妹的心声，除了云薇，她依旧跟那次一样，怀中藏了一块砖头。上次是要砸小妹，这次她要砸其他人。云雅瞥了眼三妹怀中那处的鼓包，忍不住的抚额，小声道：三妹，你就不觉得割得难受？再说今日是除夕，不会有人上赶着找死。那可不一定，二姐能听到心声的不会找小妹麻烦，但听不到的那些人就说不准了。以我看话本子的经验，宫宴、聚会这样的场所，那可是害人的好时机。作为小妹的三姐，我可是她坚强的后盾，你也拿着。二姐，
你信我，咱人真的是太爽了。人生在世，当什么大家闺秀吗？有小妹这个开外挂的，可以见识许多东西，先见鬼，后见鬼差，以后还能见判官、阎王之类的，说不定最后还能见到传说中的丰都大帝与后土娘娘呢。云雅听着这些，也难免的有些激动。小妹活得潇洒肆意，三妹也活得自由自在，而她作为长姐，一直给下面的2个妹妹做榜样，帮母亲管家，约束自己，循规蹈矩，不让自己犯错。她看了眼手中的砖头，爹是一国之乡，外祖父是侯爷，舅舅是户部尚书，小妹是公主，也是阴间神司，还有众多大佬护着我，好像也可以横着走。阎王踏破3000世界都找不到的3祸害，没想到他们正在皇宫里开心的吃着瓜。小叔叔，我昨天的告状好像是起到了作用，外祖父真被先祖们收拾了一顿，外祖父身上有残留崔家先祖的气息。云哥抬起头，朝着外祖父讨好的一笑。崔宏远，怪不得我昨夜听了一晚上先祖的训斥，外加写字，可把我这条老命折腾的半死。汤，谁让他欺负你的？没将他搬去乱葬岗都是好的。判官比听着乱葬岗3个字，眼睛一亮。花花，那什么时候搬？咱们的名单上可是有你爹、皇帝老儿、你舅舅、你外祖父、太子、3皇子、肃亲王。众人永安公主什么时候搬？我们不怕冷，可以去凑热闹。崔宏远觉得这支比那本书还要凶残。崔老夫人将灵书扯了扯崔宏远的袖口，警告道：别盯了，赶明儿你给我重新准备一份礼物。小外孙女过生辰，送什么不好，居然送文房4宝，活该被丫头惦记着自己的侯爵，外加乱葬岗1日夜游。小叔叔，小比比，你们快点看看，我脸上是长了一朵花还是咋地？这些夫人小姐怎么全盯着我看？众人听着云哥的心声，不似第一次那般惊恐的掩饰，都大大方方地对着云哥微笑。上次的宴会后，他们只能听瓜，不能现场吃瓜，可真的是苦了他们。他们现在能不激动吗？我家花花人见人爱，长得漂亮，跟个仙女似的，肯定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，爱上你了。众人生死不赞同的点了点头。跟上次后宫一样，那些嫔妃们也是对小花花一步3回头，恨不得整个人贴上去。小花花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咱们篡位当个1年的女帝，将皇帝老儿的后宫全都收了，1年之后再带着他们闯荡江湖，还有你的老姐妹、小姐妹一起，刚好那个时候太子妃也把你的干儿子、干女儿生下，一起打包带走。比比赞成。这边太子带着太子妃刚跨进大殿，就听到吃瓜精要把自己的媳妇打包带走，瞬间脚下一滑。永安公主，太子妃第一眼便看云哥，恨不得立马跑过去，却被太子死死地束缚住。小美。太子妃，太子妃的容貌长在云哥的审美上，上次一别都快3个月没见到，他还怪想的。于是云哥端起自己面前的吃食，将太子给挤开，紧挨着太子妃坐下，白嫩的小手自然而然地放在太子妃的肚子上，关心地问道：小宝宝他们闹腾你不？他是地府的黄泉花，他是掌管凡人命运的生死簿，而他则是一笔定生死的判官笔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小宝宝他们闹腾你不？嘿嘿，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2个小家伙，好有成就感。以后生下来跟我混，成为东陵的小霸王，把他们宠上天，越过亲爹花干娘，直接送你们当东陵的皇帝。太子，合着我就是一送货的呗。众人我们都听到了啥？太子妃怀孕，2个还是永安公主送的。在场夫人的眼睛迸发出亮闪闪的星辉，这哪是什么阴间神司，活妥妥的送子娘娘。尤其是成亲许久，迟迟未生下1儿半女的妇人，看向云哥格外的激动。人群中有位妇人一直盯着云哥，她是被之前的心声折磨得久久不能平静。她将身上的金饰全都取了下来，猛地站起身来。夫人，你干嘛？还不给我坐好？你给我老实的待到宴会结束。人家妇人围在一起可以聊聊孩子什么的，你去聊什么？但都不下一个。刘大人说话非常刻薄，自从刘夫人一直没怀上孩子后，他就没对她有过好脸色。刘夫人眸光暗暗，这些年来只因无子嗣，被夫君与婆母刁难，被妾室嘲讽。永安公主她说她给太子妃送。一股窒息感传来，让他猛翻白眼，差一点就见到太奶。刘大人看他一副要死不死的样子，拧紧了眉心。送什么？你又要做什么幺蛾子？刘夫人半天缓过气，看到夫君眼里的嫌弃之意，咽下心中的酸楚。她差点忘记自己夫君好像听不到永安公主的心声，而她也不能对她说这些。听说永安公主会算命，我想请她看一下，我这辈子能有自己的孩子吗？算什么算？有什么好算的？你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，再算也没用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的给我坐下！不，若不算一下，我是不会死心的。撵，随便撵，反正这刘夫人的名头，她也只占着最后1个月时间，要丢脸就丢吧。刘夫人见他不再阻拦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云哥面前。永安公主，你能帮我算一下，我是否能有孩子？
云哥怔了怔，他看着面前的向他挥手的小金子，忍不住的咳嗽一声。那财迷的小样子看得南宫渊心痒痒的，正想挨过去，3道极快的身影直接将他的轮椅推走，同时将一旁坐着的太子给挤了出去。小妹，三姐帮你记账。说罢，云薇手上的动作极快，将小金子揣到云哥的前兜。塞满了，那就先装我兜里。老大，小三子帮你倒茶水，一会算命肯定会说特别多的话，咱们先润润嗓子。老大，小老四给你捏捏肩膀，免得一会累着。众人他们面面相觑，也好想挤过去，结果只能拉长着脖子等着吃瓜看戏。南宫渊与太子同时黑了脸，几乎能听到磨牙的声音。小花花，你等我去查一下。不等云哥开口，生死不由眼力见的自己去翻看命格。哎呀，我的个老天爷哟！小花花，这个刘夫人可真的太惨了，还倒霉啊！这绝对是我磕过最离谱的古代大瓜。夫人多年没娃，狂喝凉茶，结果小云大人当场拍桌，是她老公不行。更绝的是，她小妾生的娃竟然没一个跟她姓。我的个老天爷哟！小花花，这个刘夫人可真的太惨了，还倒霉啊！无惨还倒霉。小叔叔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就是不能生子，还不至于上升到太惨这个地步吧？小花花，我给你说哦，这个刘夫人为了孩子不是烧香就是拜佛，什么凉茶都往肚子里灌，把自己折腾的老惨。刘夫人暗暗伤神，原来惨是这个原因啊，那她倒是没有说错。原先自己的身材非常匀称，就是这些东西吃多了，导致自己现在发福发胖。刘夫人一直以为是自己身体的原因，没想到罪魁祸首是刘大人。他的青蛙不行，不能让女人怀孕。小花花，你说刘夫人是不是惨，把自己折腾得快要精神错乱？怪不得我刚才用阴气探的时候就觉得不对，刘夫人的身体明明没问题，怎么可能会没孩子？众人齐刷刷看向闷头喝酒的刘大人，眼里透露吃瓜的表情，因为他们知道刘大人他有一个庶子，一个庶女。咋了？都咋了？他们为何用一抹同情的目光看向我？可怜的刘夫人，她尽心打理这个家，上对得起公婆，下也没克扣妾室与庶子庶女。等等，她有庶子庶女？哦呦呦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云哥抿着嘴，努力的憋笑，抬头看着有些愣神的刘夫人，立马安慰：刘夫人，你先别急，本公主这算命要算仔细一点，免得算错。小叔叔，继续，这瓜可真是热乎着呢。小花花，刘大人纳了好几房妾室，有一个被家人强行送来，实则暗的与秦哥哥早就勾搭一起，生下孩子；另外一个有点小聪明，发现了端倪，所以你懂的，他跟府中的管家，嗨嗨。众人好刺激，我们就喜欢听这些有颜色的瓜。生死簿瞥了眼惨兮兮的刘夫人，继续道：这个刘夫人还想着如何生子，可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夫君打算1个月后将她休了，要另娶新媳妇呢。刘夫人如遭雷劈，身体止不住的轻颤。搞了半天不是我的问题，反而要我承担这么多年的白眼，遭这么多的罪，我的确是惨还倒霉。小花花上，咱们让刘大人的破事闹得天下皆知，可惜这人在政绩上没犯错，不然咱们又来个手撕官服。众人表示上，他们可以腾空间，让公主大展拳脚。云哥瞥了一眼刘大人，嘴角轻轻上翘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咱们要帮刘夫人逃离苦海后，才能让刘大人知晓真相。到时候媳妇没了，孩子还不是自己的，那才叫惨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咱们要帮刘夫人逃离苦海后，才能让刘大人知晓真相。到时候媳妇没了，孩子还不是自己的，那才叫惨。众人刘夫人啊，先原谅我骗你一下哈。这孩子中是讲究一个缘分，咱们不要强求。其实庶子庶女也挺好的，咱们寄过来，放在名下好好养，将来出息了一样的孝顺。先别急，等1个月后你脱离苦海，本公主从天降来的拯救你，然后打脸你前夫，再给你找个良人，然后生个大胖娃。刘夫人，众人一直侧着身体偷听的刘大人冷哼一声，果然她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，又胖又丑，碍眼。刘大人磨了磨牙，反正这事现在也没啥好隐瞒的，心中加快要休掉他的决心，愤怒地站起身来。刘氏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你我夫妻多年，我对你仁至义尽，我强忍着被母亲责备，被族人嘲笑，都坚持要与你携手一生。你明知道我最在意此事，而你非要让公主替你算命，闹得人尽皆知，你有没有考虑我的脸面？刘氏，我真的撑不住了呀。
我抄，小花花，这玩意居然比你还能演戏。叔叔，你说错了，花花不是演戏，那是忽悠。刘氏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对你仁至义尽，你总不能让我没有嫡子吧？所以我要以7出之条休了你。东林也有律法，7年未有子嗣，可以休妻。刘大人话音一落，在场之人皆惊，云哥也没想到这厮居然这么的不给人面子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小脸鼓鼓的。啊呸！这个王八蛋欺负女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叔叔，比比，咱们今晚上抬他，让他见鬼去吧。赞成，比比也赞成，抓鬼仪式交给比比，我一定找个红衣、长发、吐舌头的。众人浑身一哆嗦。刘夫人虽然已经知晓他的打算，但她真的不顾众人的目光，当众说出此话时，她的心口狠狠被刺了一下。她的冷漠，她的算计，让她多年付出的感情就像是一场笑话。羞什么羞，直接和离吧。抱歉，因为我让你当众被他下了面子。云哥没想过刘大人会做得如此决绝，至少他认为他怎么着也是回家后才会写休书一事，与公主无关，毕竟是陈父先提及这事，更何况我已经知晓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同时也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刘大人看着云哥冒头，那眉心是拧了又拧。我不同意，他犯的是7出之条，只能给他休书。永安公主，这是本官的家事，还请你不要过多的插手，这若是传出去，说不定会坏了你的名声。哼，你怎么说话来着？信不信本皇子揍你？我老大那可是为国为民的女英雄，上打贪官，下抓奸细，你能做到吗？还怪名声？我老大的名声好着呢，顶多就一个开瓢，本皇子的名声还更不好听，叫会是魔王呢。本少爷的名声也响彻京城，俗称恶煞。三皇子猛地看向上官文铎，小声问道：恶煞这个外号不是我那堂弟的？那我外号叫疯狗夺，档次有点低，先借用一下。刘大人看了眼气势汹汹的两人，又看了眼神色清冷的云哥，脑袋一嗡，我不休他，行了吧？不行。男人只是参加个宫宴，没想到不仅老婆没了，头顶还一片绿油油。小花花，他的2个小妾正跟奸夫妖精打架，打得正欢，要不咱们帮他一把？哇哦！众人颇为激动，要不是正在参加宫宴，他们还真想去扒墙头。刘大人，你要不现在回家一趟？那个，我之前说红中带绿，以为是李氏克你，现在面相变了，其实指的是你被2个有娃的妾室戴了绿帽，你的煞气太重，导致你不能生育。说白了就是，再说明白点，就是你家中的娃不是你的。云哥的话如同平地一声惊雷，轰得刘大人脑瓜子嗡嗡的。我才是不能生育的那个，我被绿了，2个娃都不是我的。哎，本公主算命无数，居然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刘大人，不好意思哈，让你没了媳妇。对了，要不本公主替你给皇上告个假，你现在回去还能捉奸。这2对现在打得可激烈，其中一个奸夫还是你府上的管家，好惨。话音一落，刘大人逃似的跑出了大殿。李氏朝着云哥道谢后，转身离开皇宫。他要回去落井下石，还要将自己的嫁妆全部带走。很快宴会恢复正常，众人还在相互寒暄聊天，时不时的朝着某个方向看去。以往这个时候，皇上、太后他们早就来了，不知为何他们都还没来。而另一边的云哥正跟太子斗智斗勇的争夺孩子的取名权利。不行，孤坚决反对，不管什么荷花、梅花、海棠花，只要是跟花沾边的，统统都不行。太子气得咬牙切齿，一双眸子跟喷火似的盯着云哥。南宫凤仙，南宫海棠，你听听，这算什么名字？这2个花名，我打死都不同意。他敢不同意，花话不怕。等俩小崽崽出生后，命格呈现之际，比比我第一时间将他俩的名字给改了，就叫凤仙与海棠。叔叔，我也赞同。小花花，反正你的神通已经昭告天下，你就直接告诉太子，这俩孩子也有你的功劳，咱们拥有取名权利。他若不同意，咱们直接连姓也改，叫云凤仙，云海棠，然后让小悠悠将他传送千里之外，免得看着碍眼。太子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太子妃则是抿着嘴直乐呵。我也觉得好听。媳妇，这可是伴随一生的名字，岂能胡乱起？你也不怕这俩娃长大后对我们怨念无比？怎么会是胡乱起？这2个名字肯定是永安公主仔细斟酌过的。要不你可以去征求父皇与皇祖母他们意见，看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我征求个屁！皇祖母当她是小姐妹，父皇当她是小福星，说不定举着双手赞同。太子妃，还是你懂我。那咱们说好了，一个叫小凤仙，另一个叫小海棠哦。太子，儿子、闺女，爹爹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，奈何势单力薄，反抗不了，顶多给你们取字的时候，爹给你们想好听一点的。南宫渊瞧着蔫哒哒的太子堂兄，嘴角轻勾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凤仙与海棠挺好听的，都带着花，以后有他撑腰，可以横扫整个东陵。哼，等你以后有了小崽子，姑一定奉上100个带花的名字，让吃瓜精慢慢挑选。
小崽子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摸鱼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哼，等你以后有了小崽子，姑一定奉上100个带花的名字，让吃瓜精慢慢挑选。小崽子。南宫渊一时失神，眼前突然浮现出缩小版的小丫头，胖乎乎的小身子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，一摇一摆地朝着他跑来。顿时小脸一红，呦呦呦！我这素来心性清冷且沉默寡言的堂弟，这是想到了什么？你这脸红的有点过分哦。没有，这店里太热了。咦！太子揶揄地看着他，不如让姑猜一猜，该不会你是在想吃瓜精吧？啧，就知道你是装的，还说只当是妹妹，我瞧是情妹妹吧？要不让堂兄我给你传授点经验，早日将吃瓜精拿下。拿下好，拿下妙，拿下之后免得吃瓜精跟我抢媳妇与俩小崽子。南宫渊微微侧头，瞥了一眼笑得正欢的云哥，掩饰着内心的激动，轻咳一声。他还小，要不再等一等。太子当场愣住，看自家堂弟的眼神，简直就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优越之时，不知何时悄咪咪地来到2人之间，也是看得他直着急。他恼怒地在主人头上蹦了几下，气得现在一点都不想搭理他。亏他尽心地替他解毒，就是想着身体好了后将小花花拿下，等以后回到九幽之地，他才不会那么的无聊。这木鱼主子真是气煞我也，我还解个屁的毒，干脆这一世还是当个瘸子吧。优越之时冷哼一声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掉头回到小叔叔的空间之中，独自郁闷去了。等个屁！再等黄花菜都凉了。我不是说过，那吃瓜精不能以现在的年纪算，那可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。懂得兜兜，你就不能先把亲给定下？那要如何做？嘿嘿，首先这称呼上你得变，不能叫什么永安公主或是云四小姐，要叫亲密一点，拉近2人之间的距离。吃瓜精看脸，所以2人秘密传授经验。不过一会，大殿众人便听到曹公公那尖细的嗓音：皇上驾到，太后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几位大佬进来时，众人齐齐跪在地上请安。云雅同时将自己那不省心的小妹从太子的位置上给拽了回来。平身吧，这个是除夕，大家就当是家宴，不必拘束。文宣帝轻轻抬手扫了一圈后，最终将目光落在云哥身上。他为了凑小金子，据说错过了一场大戏。太后与皇后坐上主位后，一脸宠溺地盯着云哥看。小姐妹，快来哀家的身边，哀家这有生日礼物要送你。太后笑眼一凝，拍了拍自己身侧的位置。众人对这一幕见怪不怪，谁让永安公主既受宠又被上天庇佑，他们羡慕不来。云哥听到礼物2字，眸光瞬间一亮，2条腿倒腾得飞快。哎呦喂，我这老姐妹真的是太可爱吧！加小比比加，再给我的老姐妹加个20年的寿命，我要她见到重孙子。一花一树一笔，地府3祸害这下是彻底玩嗨了。哎呦喂，我这老姐妹真的是太可爱吧！加小比比加，再给我的老姐妹加个20年。小丫头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花花喜欢的人，比比也喜欢。说罢，判官笔将叔叔的本体拿了出来，提笔刷刷的添上几笔，然后小尖牙咬着笔头，故作沉思，然后又书写了几行字。生死不堪的双眼瞪得溜圆，差点破声。小花花，这小破笔给你老姐妹的命格上添了几个美男子，要来一场忘年之恋。众人文宣帝吓得差点从位置上栽倒下去，幸亏皇后一把扶住他。小破笔，你给我改回来！要什么男人？独美不好吗？我以后可是要带太后、我娘、皇后、肃王妃、太子妃一众美人闯荡江湖的男人，只会是我的绊脚石。太子脸色一垮，悠悠地转过头：堂弟，你的任务有点任重而道远啊。判官比只能撅着嘴，不情愿地改了回来。另一边的判官崔珏脸色骤然大变，他正试着用阴阳玉调查百姓命格一事，无意间呈现出这方世界几位掌权人的那一页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记录太后那一栏的寿命由100岁变成120岁，命格记载上也徒增几笔，半晌之后又消失不见。呵呵，好啊，老子总算是找到你们几个祸害投胎的位置呢。这就能说得通，本该受雪灾而死去的几万百姓，为何活得好好的？多半就是他们几个祸害搞的鬼。太后，那就是说他们几个一定是靠着皇城不远，说不定还有直接的关系。呵呵，我的慧元撼天砖，我丢失的那些宝贝，终于要物归原主呢。崔珏身形一闪，人便消失在原地。云哥打了一个喷嚏，心里有点毛毛的，他还来不及多想，就被太后、皇后送的小金子亮闪了眼睛。太后，云哥祝你万福金安，身体健康，越来越年轻。皇后娘娘，云哥也祝你越来越漂亮，长得像朵花似的，富贵端庄，岁岁盛放。云哥背着的小手一翻，赫然出现2枚平安扣。太后、皇后，这是平安扣，我亲手做的哦。嘻嘻，上面有我施加的功德之力，保平安，抵邪祟，遇到致命危险还能抵抗3次哦。众人
文宣帝的眼睛瞬间发亮。那个小丫头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生辰礼物，也是小金子哦。文宣帝期待着云哥掏出平安扣，但他等了半天，只等到小丫头敷衍的祝福语。云哥也祝皇上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就这，只是在嘴上说两句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那个小丫头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生辰礼物，也是小金子哦。文宣帝期待着云哥掏出平安扣，但他等了半天，只等到小丫头敷衍的祝福语。云哥也祝皇上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就这，只是在嘴上说两句。臭丫头，你区别对待。云哥有3爱，一是金子，2是美人，3是美食。众人都想吃瓜，可奈何云哥被面前的美食与舞姬吸引，几乎不扒瓜。花火，你瞧她们好美，好漂亮，又是扭腰，又是露大腿的，看得比热血沸腾，快要流鼻血了。云哥生死簿。生死不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要被他丢尽，一把将他揪了回来。你就一只小破笔，还热什么血，沸什么腾？再敢丢我们祸害的名头，小心叔姐我扒光你的毛！花火，叔叔又欺负我，我是笔又咋的？但我本质上还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大男人，就喜欢看，我还要。哈哈，还男人？那行，本叔姐倒要看看你如何的厉害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叔叔你是个流氓，女流氓。众人一通折腾后，生死簿放开判官笔道：就也那样呗。哇，花花呀，你要给我做主！叔叔欺负我，他对我耍流氓，还语言攻击，比比没了清白啊！这叫我咋活下去呀？花花，比比要叔叔对我负责，还要负责一辈子的那种。云哥，放心，你想死也死不了，以咱俩的身份，生生世世都不会分开。叔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负责。最后几个字生死不咬得非常重，语气中带着一点威胁之意。判官笔瞬间支愣，待回过神后，那悲戚的哭叫声响彻整个大殿，众人感觉耳朵都快要被刺穿了。云哥头大，费了老鼻子的气才将判官笔哄好，而他则是以清白被生死不毁掉的理由，屁颠的跟在他身后。没了俩小只的吵闹，云哥将视线看向大殿之中。突的，云哥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，自家大哥的目光含着一丝丝情意，有意无意地朝着某个方向扫去。云哥顺着他大哥的视线看去，下手的位置有一名身穿着淡紫色的少女，微微侧着头，但依稀能看出她肌肤白皙如雪，面容端庄秀丽，眼睛明亮有神。哎呦呦！云哥透着些兴奋的尖叫声，让众人顿时一颤。有瓜了，又可以吃瓜了吗？小花花叫啥呢？小叔叔，快点帮我查一下，那名身穿紫衣的少女是谁？我大哥的一双眼睛都快要粘上去了呢，该不会是我的未来大嫂吧？地府3祸害不仅祸祸朝臣，连自家大哥也不放过。小叔叔，快点帮我查一下，那名身穿紫衣的少女是谁？我大哥的一双眼睛都快要粘上去了呢，该不会是我的未来大嫂吧？小花花，你还记得我曾说过你大哥未来媳妇是谁吧？有点印象，好像是御史大夫姜文昌的孙女，叫神姜四锦，紫衣少女就是她。哇哦！云哥惊呼出声，他终于见到未来的亲大嫂，只是可惜对方微低着脑袋，不能让他看个够。云哥性子大大咧咧，端起面前的吃食，朝着姜四锦所在的位置跑去。看得云清墨再也坐不住了。干嘛呢？给老子我坐好，人家女孩子叙个旧聊个天，你一个大男人插一脚去干嘛？让你跟老子抢砚台，就让小闺女继续八卦。就是，云薇拉住一条胳膊，让小妹看看这个未来的大嫂靠谱不？好相处不？让你刚才抢我的砖头。为什么我会摊上不嫌事大的亲爹与妹妹？小美，江姑娘，我能坐你旁边吗？又是一个漂亮的小美人，是本花花喜欢的类型。这脸蛋，这身材，我这大哥吃的不错嘛，嘻嘻。姜四锦被这话闹得非常羞涩，身子往旁边一挪，公主请坐。哟，这声音也好听，可惜是大哥的，不然还真想策反第二个小美人。姜四锦没有跟云家人有过接触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下意识地朝着云清墨望去。两人之间的对视又被云哥给捕捉到。嘿嘿，喜欢我大哥呀，未来嫂嫂，若他以后欺负你，尽管给我说，我抬他去乱葬岗。云哥干脆利落地问出口，让姜四锦猛地收回视线，小手无处安放，将自己面前的吃食全都推到云哥面前。公主，你多吃点。嘿嘿，我大哥看你的眼神都快拉丝了哦。轰的一下，姜四锦的小脸红的都快要熟透了。
小花花，你别调戏小美人了，没看到你大哥都快要喷火了吗？怕啥？他敢喷火，咱们把小美人勾搭过来，让他哭去。我家花花以后不仅要勾搭小美人，还要勾搭小帅哥。咱们组建一个花花后宫群，比皇帝老儿的后宫还要多。嘿嘿，可以考虑。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上，原来是被美人环抱啊！对了，小叔叔，我哥现在不是天天忙着读书吗？那他是怎么跟江家姑娘牵上线的？云清墨还来不及出声，云啸天直接往他嘴里塞了一块糕点，腰间的软肉被崔婉欣一拧，桌子上赫然出现2块砖头，一块玉的，一块正常的。大哥，三妹头段时间刚跟小妹学了一招开瓢，要不你试一试？放心，三妹之轻重不会让你流血的。大哥，我想先练一下手，可以不？云清墨瞪大眼睛，哆哆嗦嗦地看着他最亲的家人们。果然，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家人才是他最大的危险。小妹啊，全家都被你带歪了。小花花，我给你讲哦，常说英雄救美，结果在你大哥这里变成了美人救英雄。你大哥长得俊俏，不仅吸引众多世家小姐，还吸引了他书院的某个少年哦。哇哦，这么劲爆的吗？那我哥屈服了没有？他是……云清墨头皮发麻，那脸色是黑了又黑，他无力的抚额，就知道会被小妹扒出这一段丢人的事迹。可怜的花花大哥，将他当朋友处，结果人家想将你哥扳弯，扳不过来，就扮成女人，打算来一招勾引，结果被你哥一眼认出他。那个少年破罐子破摔，当场表白，把你大哥吓得撒腿就跑，最后被逼得躲进一条小巷子里，准备来个生米煮成熟饭。众人哇，刺激！那煮熟没有？小妹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有点不对？幸亏你未来大嫂带着下人出来采买东西，认出他是云家大公子的身份，立马赶来营救，要不你会多一个男嫂子的。这不，一来二去的，你大哥与江家姑娘慢慢熟悉起来，心生情愫，你大哥就想着等春闱之后上门提亲哦。对了，那个少年呢？他还继续纠缠着我大哥，要是再纠缠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送他去传说中的南风馆。嗨，没了！你大哥现在都逼着他也识趣，转移目标，又盯上2位。小花花，要不你猜猜，他这次的目标是哪2位呀？生死不打趣的嗓音让在场的众人齐刷刷的一抖，刚才看戏吃瓜的神情立马一收。他们不傻，小叔叔的意思肯定是指在场中大臣家中的某个儿子。云哥慢悠悠的往嘴里塞了一块食物，转头打量着在场的青年才俊们，对比着大哥儒雅气质与容貌，很快锁定2人。陈大人家的。还有江大人家的，就他俩身旁的小年轻还行，哈哈哈。对，就是陈哲瀚的儿子与江文昌的大孙子，你未来大嫂的亲大哥。哇哦，那咱就不管了。陈家人，江家人。小花花，不过他的目光只重放在江家，他虽不打你大哥的主意，但还时常关注着。他发现你大哥喜欢江家姑娘，所以就打上他大哥的主意。他主打一个得不到就当你大哥嫂子的想法。这个人的想法还真是够奇葩。陈哲瀚瞬间松了一口气，江文昌则是气得冒烟。花花，你瞧，咱们跟陈家与江家都有姻亲关系，家中男丁都被人盯上，这算不算是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众人形容的很好，但不是这么乱用的。云哥吃完自己大哥的瓜后，一脸的心满意足。众人继续闲聊。三皇子酒喝的有点多，起身朝着大殿外走去。人群中，某个少女的眼珠子滴溜滴溜的转着圈。他看了一眼云薇，不禁蹙了蹙眉头。他眼中闪过一抹嫉妒，于是心中大胆的冒出一个计划。女儿好像喝的有点多，想出去透透气。他打个招呼，不等他爹有所反应，提起裙摆追了出去。大殿内，生死不兴奋地吼出声来：“小花花，快点！又有一出好戏上演了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”哈，吃瓜界一姐带着神器现场直播吃瓜，没想到瓜吃到自己家。小花花，3坑清白药不保了，叔叔我先行一步去看现场表演。叔叔，咱俩是一伙的，别丢下我！你俩小混蛋给我回来！又想占据第一吃瓜现场！云哥吼了一声，正想出手对付守门的小丫鬟，他三姐云薇直接疾步冲了上去。云哥吓了一大跳，小丫鬟也吓了一跳，刚想出声提醒自家小姐，就被他三姐一板砖给敲晕，连带着踹了几脚，而屋内也似乎发出什么动静声。三皇子，你好像中药了。三皇子，不如让青竹帮你。叔叔，比比来录，比比会找最佳位置来记录，全方面的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画面，然后再制作成画本子，又可以给花花挣小金子喽。哇！
屋外蹲墙角偷听的云哥眼前瞬间一亮，小比比，录仔细一点哦。云哥喊了一声，拉着2姐与3姐直接扒上了房门，通过门缝想要看清楚一些。哦。崔婉欣看着自家那3个还未出阁的闺女，着实头疼，恨不得立马跑上去将她仨给拽回来。完了，本就一个嫁不出去，我还能说服自己，现在估计另2个都有点困难。屋内的三皇子听到这3道声音，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强忍着不适，一把推开许青竹。我老大来了！啊，不对，我老大正在吃我的瓜，据说还要录下来赚大钱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上啊！再晚，你的计谋，你想要的皇子妃身份就要没了。我朝，是这个女人要毁我清白。三皇子，青竹甘愿为你牺牲。你他娘的牺牲个屁！是老子牺牲好不好？本皇子的清白之身，那是要留给未来的媳妇。你再敢贴上来试试看，本皇子直接砸碎你的头盖骨！三皇子，你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青竹已经无法见人，只能委身于你。青竹不想你出事。爸，精彩要上演了，小破笔，赶紧的记录下来。比比正在录，这些素材以后提供给孟婆写小言文，换取宝贝给花花。云哥指尖微微凝聚着阴气，他知道小叔叔一直记恨着三坑坑当初坑他一事，让他受点罪就足够了，毕竟还是自己的小弟，岂能让他人给祸害去？老大，救命啊！你小弟被人设计了，我的清白是留给你三姐的。俩小只瞬间傻眼。云哥手中的动作顿时一僵。云牙猛地转头看向云薇，他一脚踹开房门。你这个坑货，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，我弄死你！有人觊觎我的美色，微微小辣椒，你终于来解救我呢！三皇子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把将云薇揽入怀中，眼睛有意无意地朝着门外瞥了几眼。幸好没有吃瓜大众，不然我要丢脸死了。我朝，小花花，三坑坑刚才的命格突然呈现，他跟你三姐是一对的。我朝，小花花，三坑坑刚才的命格突然呈现，他跟你三姐是一对的。生死簿拍了拍小胸口，差点完脱了。他着实没有想到，小花花弟小弟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三姐夫。判官比立马将水晶球收回空间，仿佛刚才干的坏事不是他。啥？云哥觉得自己幻听了，使劲的在挠耳朵，他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云薇乍一听到这句话，人瞬间懵逼。只有三皇子忍着不适，心里乐得跟一朵花似的。微微小辣椒，我难受。他话都还没说完，云薇黑着一张脸，拿着他送的小玉砖，成功的完成第一杀。王八蛋敢对我耍流氓，咱与你都是算好的，哼！哎，还想给三姐找个抗揍，没想到被三坑坑捞着了。看来我这个老大要教会他如何活得长久一些吧，毕竟三姐有点凶残，比我还凶残。一旁的许青竹看着突然冒出来的人，面上瞬间褪尽血色，惨白如纸，摇摇晃晃的站在那边。你们怎么会闯进来的？哟，挺白的，也挺有料，可惜脸长得不咋的，比三姐差一大截。许青竹面色极为难看，这调侃的语气气得他浑身发抖。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就不都是女的，怕个屁啊！你有的我也有。小花花，你别挺了，你就是一朵花，花干笔直，没料。你再说一句试试，小心我揍你！哼！云哥哼唧一下，又朝着许青竹靠近。嘿嘿，胆子够大，你算计三皇子，倒显得还有理了。你胡说，我也是被人算计的。小花花，上！敢用这种眼神瞪我家的花花，咱们挖他的眼睛，扯他的头发。叔叔说的对，放心，你俩的诉求，花花我一定给你们做到。你别忘记，本公主还有另一个青天剑的身份，能掐指一算，所以老实一点的承认吧。说罢，云哥准备扯他的头花，便听到肃王妃高吼的声音：好啊，是哪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居然敢算计皇家子嗣，是不想活了吗？肃王妃在这边，咱们赶紧的围堵上去，终于可以往前挪一挪，吹了大半天的冷风，快冻死我了。太后，你别急，跑慢点一点，咱们一定会抓到祸乱皇宫之人。古嬷嬷扶着太后，差点都快跟不上脚步。为了吃瓜，她主子也是够拼了。许青竹听着不远处传来的说话声，惊惧的瞪大眼睛，想也不想的要夺门而出，却被一涌而入的吃瓜大队们给挤了回来。许青竹的尖叫声不断拔刀，捡起衣服往屏风后躲去，众人笑声不断。云哥眨了眨眼，看着兴奋的众人，努力的回想着，可能不是我把他们叫来的。当皇帝拼命挤进吃瓜一线，他的臣子们却组成了难得天团。朕还没有挤进去呢。文宣帝踮起脚尖，伸长着脖子被挡在外面，一脸的干着急，他还要主持公道呢。你们咋一点都不急呢？文宣帝诧异的盯向云啸天一行人，据他了解，这群混蛋吃瓜比谁都快。回皇上，他没穿衣服，
臣有难得。臣是妻管严，臣弟不想睡地板。父皇，儿子怕媳妇跑了。合着就是真是个老色批呗。皇上，有太后与皇后在前线，还有永安公主在，咱们就在后方吃瓜。后排能在前排看得爽。屋内众人的评头论足，让人群中的许夫人眼前一黑，几乎咬牙切齿地瞪向许青竹。天杀的小贱人，跟他亲娘一样的不要脸！他一口银牙咬碎，几步上前，抓着他的头发，将他拽了出来。啪啪2巴掌。素王妃非常的有眼力见，从怀中掏出一只血，爽快地递上去。用这个，手不疼。好，多谢。他拿起鞋子，丝毫的不手软。他想教训这对母女很久了，今日总算是逮着机会先收拾小的。许青竹，瞧瞧你干的蠢事！你就那么的缺男人，还敢算计皇子？你是嫌我们命太长，想早点送去的府报到吗？哎，云哥默默地举起小手，接了一句：地府鬼满为患，估计可能暂时不会收。永安公主，我知道你来自地府，但能不能先让我发挥一下？哈哈哈，他确实嫌你的命太长，谁让你是主母，压他亲娘一头。这不，混够皇子妃，以后就可以跟你叫板，顺便弄死你，给他亲娘腾位置。生死不看戏，随意丢了一句。许夫人瞬间瞪大眼睛，手中的力度更狠了。许青竹忍着脸上的痛意，眼底一道阴狠闪过，猛地将许夫人推开。我没有，我也是被人给算计的，我可以发誓，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嘿，这题我熟。云哥欢快的嗓音响起，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全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兴奋劲。许青竹瞬间一僵，快对我发誓，我可是检验说谎的行走天雷。上一个发誓的好像被劈得很惨，不过你是个小趴菜，极有可能会被劈死的哦。云哥阴恻恻的笑着，看得许青竹毛骨悚然。判官比舔了舔嘴巴，他又馋了。油炸，比比立马起锅烧油。信他能活命，不信你有可能会被炸的，还是焦黄的那种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慢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信他能活命，不信你有可能会被炸的，还是焦黄的那种。对，上次是麻辣的，这次比比要换成酸辣口味的，下次就是椒麻的。越说，判官比的哈喇子越发的不受的控制，那吸口水的自流声让在场的众人齐齐打了个哆嗦。活着怕被判官比划寿命，死了还要被他当食物吃。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是被人算计的。太后，是三皇子中了药，他突然闯进来，臣女才是最无辜的那位。太后，请你明察。嘿，我们就不查，只谢永安公主。咋的？你咬我啊？素王妃嫌事不够热闹，突地冒出一句。太后脸色极其难看，找证据浪费时间，她才没那么的无聊。哀家的小姐妹，那可是神人庇佑，信他比信皇上还管用。兰然，将这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女子拖下去，杖30。既然清不了心，那就送尼姑庵，戒欲望。太后，臣女真的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啊！许青竹哭着想上前抱住太后的腿，却被云哥一脚踹飞。我老姐妹的大腿是你能抱的吗？只能是我抱。对，哀家以后就宠你一人。本妃也只宠一人，等儿媳定下，就可以把那对碍眼的父子撵出去挣钱。我天天抱着软乎乎的小丫头，坐在家里数金子。长城之下，一道身影显现出真身。空间之中的优越之士顿时从休养中惊恐醒来。我朝！好喜欢太后，好爱太后，自己蹭了不后土娘娘，可以蹭翻版的太后。小叔叔咋办？太后、皇后、素王妃、太子妃、小美人、大嫂小美人都好想拐回自己的家中，养着他们啊！还养个屁！判官崔珏找来了，你们仨有麻烦了。什么？小破石头，你确定？杀神来了！3道惊恐无比的声音响起，让在场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判官崔珏，传说中的判官。地府判官跨界执法，本想霸气缉拿在逃小仙女，结果刚进门就吓出表情包。花花，怎么办啊？判官崔珏来了，他一定是抓比比回地府的。比比不要离开花花，不要离开叔叔啊！闭嘴！不只是你，我跟花花都有可能会被抓回地府。毕竟现在的花花在修炼，本体回归，这样的事阎王是不允许的。判官比哭嚎的嗓子一顿，小手抹掉脸上的泪珠。哦，那只要不跟你们分开就没事，抓就抓呗，大不了比比回地府继续薅宝贝。打死你这只小破笔，还没事，会出大事的。咱仨100%都会分开，老娘也会被丢去投胎，你继续在地府卖苦力。
判官比一惊，又凄厉地哭嚎起来。咋办？咋办？咱们都打不过判官啊！云哥一时间也慌了神，撒开太后的手，直接朝桌底下钻去，他要躲起来。众人。崔婉心摇摇欲坠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她上次听小闺女提过，要是让他们知道小闺女所在之地后，会被带走。娘，那云雅与云薇一左一右的扶着崔婉心，肉眼可见的焦急。他们是凡人，帮不上一点的忙，只能留在原地干着急。南宫渊双手死死的捏紧，指甲嵌入掌心，眼中如同狂风暴雨般疯狂。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能将小丫头带走。小破花，你躲个屁！真当崔珏不会发现你？那怎么办啊？云哥嗡声嗡气的声音从桌底下传了出来。本石头还有一丁点力量，只能先带你们仨去乱葬岗，待我吸收一些阴气后，咱们再跑。云哥麻溜的从床底下钻了出来，优越之时也顾不上周边的动静，白光一闪，云哥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不见。众人。小丫头消失后，他们察觉到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，带着一股阴寒之气，让人瑟瑟发抖。他们冷汗淋漓，谁也不敢动，虽看不到，却能感受到。传说中的判官崔珏，他来了，还在他们的身边。南宫渊隐约间看见一道身影，一袭黑衣锦服，长身玉立，棱角分明的脸，冷峻的不食人间烟火。这个发现让他瞬间一惊，怪了，刚才还感受到他们的气息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我居然还能听到崔珏在说话，难不成是因为跟小丫头接触的时间长了，自己也能见到他们？南宫渊目光往云家人身上扫去，见他们没有丝毫异样的神情后，这个念头瞬间打消。判官崔珏在人群中走了一圈后，没有发现三祸害。好啊，真当本判官抓不到你们？崔珏双手掐诀，正要调动体内的力量时，他察觉出一道具有攻击性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他烦躁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下一秒。四目相对间，判官崔珏瞬间瞪大眼睛，南宫渊立马收回视线，暗叹自己的不小心，根本没有发现此时判官崔珏那惊惧的神情。卧槽，卧槽，崔珏咽了咽口水，瞳孔不断的闪烁着，身体下意识的跳离几丈之远，浑身哆嗦的不行。老天爷啊，这位阴冷的煞神怎么会在这个世界？幸好现在风都大帝还在历劫之中，不然我们弄丢他的宝贝石头，一定会被他弄死。不对，那块石头也在这里，难不成是来找他主人？所以将祸害弄过来，是给大帝保驾护航的。崔珏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破石头干的是什么事哦？先不管这些，还是先把他们几个找到再说。只是他那口气还没放下，目光往后一移，使劲的揉了揉眼睛。卧槽，一个已经够吓人，他娘的又来一位顶级大佬。这两声崔珏叫的凄厉又惊恐。南宫渊悠悠的抬头，只见他正惊惧的望向太后。他认识皇祖母。同一个世界，两位大佬，还有几个不嫌事大的祸害。阎王爷，这可真的是要命啊！判官崔珏不敢久留，对准太后方向行了个大礼。后土娘娘在上，恕崔珏失礼，不能现身拜见。后土娘娘。南宫渊猛地看向皇祖母，这震惊的程度不亚于当初知道小丫头的真实身份。判官崔珏行完礼后，目光又瞥向另一位大佬，心中对他仍然心惧不已。后土娘娘面善温柔，他们对她是尊敬，反倒是地府的第二位大佬，他气场强大，执掌整个九幽之地，往往一个眼神扫来，都让他们这些小虾米浑身颤抖，甚至站在他旁边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溜了，这皇宫打死我都不会再来了。身形一闪，崔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两位惹不起，但那几个祸害我还是能抓住的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几个跟着大佬们混，不然以后历劫回到地府，那更是无法无天。判官崔珏的离开，让四周的温度回升回来，众人松了一口气。云家人的脸色十分的煞白，心中对小闺女小妹的是担忧至极。不只是他们，还有崔家以及皇室众人。南宫渊想到之前小丫头他们提到过的乱葬岗，眸光幽暗一片。出来，带本世子去乱葬岗。萧梨花与萧杏花立马现身，两名侍卫驾着轮椅，很快离开皇宫。爹娘，我要去乱葬岗，小妹是我们家的，判官崔珏敢出现，我砸死他！云薇眼里闪烁着泪花，那不省心的小妹，可是她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，要从她手里抢人。问问她手中的小玉砖，我也去。我是大哥，我去吧，看能不能将小妹带回来。实在不行，我拿些东西过去。她要躲崔珏，说不定以后不会回到云家。闻言，崔婉心整个身子瘫软在云啸天的身上，泪水一直没有停过。那我跟他一起浪迹天涯。小姐妹一直说要带哀家闯荡江湖，哀家这就去收拾行李。皇后，这后宫就靠你了。太后转身就跑。本宫也在他的名单之上。皇上，后宫之中你看谁顺眼，先册封个皇贵妃吧。媳妇，你还怀着孕，不能去啊！不过一会，曾被云哥念叨着的人，疯了一般的朝家中跑去。他们要打包行李，跟永安公主闯荡江湖。夫人，冷静。媳妇，你听我说啊！他们的身后全部都是一脸惊慌失措的男人们。
黑白无常只是想抓几个老头老太太冲个业绩，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他们被三祸害开启团建故事的开端。小悠悠，啥情况？你带我到了什么地方？啥情况？不止判官来了，黑白无常也上来收鬼。察觉到你先祖他们泄露在外的鬼修之法后，已经将云家先祖一网打尽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们现在在哪？现在的小花花真的是太恐怖了，就像当年与阎王叫板的样子。就是这里，这里正是刘大人的府邸，他回来抓奸，正好将2对偷吃的妾室抓了个正着，刚刚就地处决。而黑白无常也准备他们的收阴魂。呵呵，是吗？云哥勾唇一笑，笑容不达眼底。即便一会被崔珏抓住，他也要将云家先祖给捞出来。花花不怕，比比立马掏宝贝，我有锁魂链，咱们先把2个坏东西给锁起来，然后使劲的揍，打得他们怀疑人生。不用，云哥小手一翻，手中赫然出现黑色的混元撼天砖。另一边，老白，咱们今日的收获有点大哦。哎，都这样呢，还不老实？黑无常冷哼一声，只见一股阴气打了进去，拘魂带立马安静下来，嘴巴挺硬，怎么都不肯说出鬼修之法从何而来。等到了地府，有你们好受的。云家先祖们团抱在一起，他们之前偷听到过，小丫头怕见到地府之人，生怕将叔叔与比比抓走，所以他们紧闭嘴巴，什么都不说。云震山抹了一把泪，不知我那小孙女发现咱们被一锅端后，会不会杀回地府？哎，都怪我有点小成就后，就在牌位里憋不住，想试一试能不能离开祠堂，没想到刚跨出去不久，就被黑白鬼抓了个正着。走吧，时间紧急，还要赶去下一个地方。白无常瞥了他一眼，淡淡说道：“地府众鬼差为了升职加薪，正经事不干，拼了命的找寻那几个祸害，害得他跟老黑天天加班加点，导致他俩几月都没好好休息过。”黑无常点了点头，2道身影正打算离开，身后便响起一道清冷的嗓音：“好久不见，小黑子、小白子，你俩有没有想我呀？”云哥慢慢的走了出来，黑白无常一怔，这熟悉的叫法，整个地府只有一人。他俩对视一眼，均察觉到对方眼中迸发出的惊喜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居然让他们找到祸害的位置。黑白无常一回头，果然还是那株熟悉的曼珠沙花。而此时的生死簿与判官笔早就缩回到本体之中，没有出现。嚯，小猪猪啊，这么巧，没想到你居然投胎到这方世界，要不咱仨去叙旧？黑无常笑着迎了上去，白无常不动声色地找寻着另外2只祸害。好啊，正想听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地府是热闹还是冷清？好啊，正想听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地府是热闹还是冷清？热闹可热闹，判官笔拿着你的本体出逃，地府的好东西也被他打包带走，阎王为了找他都要快闹翻了天，不知他找到你没有？白无常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是吗？小比比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都没看到他哦。哟，用上了拘魂带，咋的？碰到厉鬼了？黑无常低头看了一眼，没心没肺地说道：“不是，在一家府邸抓的，好好的不享受后辈的供奉，不知从哪找来的鬼修之法，居然在偷偷修炼，看样子不是安分的主，干脆抓回地府，好好收拾他们一顿。”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。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鬼修之法是我给的，你们抓的那些个鬼可是我这世的先祖哦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哈，你家先祖？嘿嘿，啦。老黑小心，祸害要使阴招。他还没有说话，黑无常的脑袋就迎来了撼天砖，砰地一声，又响又重，砸得黑无常眼冒金星。云哥快速夺过他腰间的拘魂带，拿着撼天砖退后几步，一丝丝阴力探了进去。先祖们有些狼狈，修炼出来的阴气全部打散，但见他们没有大问题，不由得松一口气。判官笔抓住机会，从小肚子中掏出锁魂链，将黑无常给捆了起来。生死簿则是拿着狼牙棒对准他的脑袋补刀。我打，让你们抓先祖，抓啊！一群可爱的小老头，小老太都不放过，揍死你丫的！叔叔用力揍，走，往死里揍！判官比凶狠的加油打气，他可没忘记那个时候来找花花，就是他俩围堵着他，要不是自己耍了点小聪明，早就被带回地府干苦力。老黑，白无常大惊，反手掏出哭丧棒。花花还有一个小白子，咱们快砸！哼，还有你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以前光欺负我，现在我有花花撑腰，不怕你。白无常瞳孔猛地骤缩，小破比手中拿着的正是判官崔珏的宝贝，刚好压制着自己手中的哭丧棒。你别过来！10项点就乖乖的束手就擒，不然就别怪本小爷对你用强的。判官笔，你白无常看着一左一右2大祸害的靠近，都想骂娘了。小比比，咱们上！云哥高吼一声，白无常被压制性摁在地上揍，他与黑无常的惨叫声响彻着这方空间。他们仨打累了，黑白无常也变得凄惨无比，鼻青脸肿，头发都薅了几把下来，身上的衣服几乎被撕成一条一条的。
你们太过分了！白无常最注重自己的外表，现在这个狼狈的样子，他是真心的接受不了。小破笔，不准将我录下来，听到没有？不准录我那风流倜傥、英俊的外表，这下彻底没了！呜呜呜！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曾经的同事，你们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呜呜呜！就是，好歹咱们也有个几百年的情谊，你说翻脸就翻脸。只是黑白无常还不知道，最让他们崩溃的还在后面。云哥瞥了他们一眼，小手不断的掐着诀。小猪猪，你别乱来哈！咱俩是先真不知道他们是你这一世的先祖，问他们话也死活都不肯说。当代人薅羊毛有多狠，连地府官差的修为都不放过，还说就一点点。你们职责所在，我能理解你们，但是呢，他们毕竟是花姐我这一世的亲人，于情于理要讨回公道。先祖们老实本分的在牌位中修炼，亦未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若你们只是抓住我反手揍你们，那就当扯平。可是，嘿嘿，你们回地府后，修炼的资源多的是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。但我先祖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一点一点靠自己的努力才修炼出这点成就，而你俩说打散就打散，这点我无法忍下去，懂吗？小猪猪，叫天王老子都没用，放心，我就拿你们一点点的修为补偿给他们哦，嘿嘿。云哥比了个小拇指，笑得特别的真诚。下一秒，够了，小破花，这是你说的一点点吗？你给老子停手啊！花花，再薅点，使劲的薅，将他们薅成无毛的鸡。秃毛鸡。判官比眼前一亮，他承认自己是个小心眼的，记他俩的仇，记得老鼻子厚了，不仅坑他，还派老多的活。如今总算是逮着机会了，他默默掏出地狱剪刀，唰的飞到他俩的头上，一通咔嚓咔嚓。白无常彻底崩溃了。小破笔，住手！你给老子住手啊！他喊得撕心裂肺。判官比充耳不闻，几下就剪完了，然后浇了点水上去，拿出一把刀，剃得可干净，锃亮的，像颗发光的卤蛋。完事后，判官比还掏出一面镜子，对在白无常的面前，瞬间他的天塌了。你这个死破笔！你给老子等着，总有一天你会落在老子的手中，将你扒干净，丢油锅。好，等着就等着，先报了仇再说。判官比表示他不带怕的。黑无常也哭得悲戚，他不在意头发，但在意修为。我的修为啊，小破花，这是你说的一点点吗？是老子我一半的修为啊！你也给我等着，你迟早也会落在我手上。我的修为啊，为什么让我俩遇到这几个祸害啊？云哥怯怯地将薅来的修为收起来，小脸有点尴尬，掏出帕子给黑无常擦拭着眼泪。那个，别哭呀，小黑子，你懂的。这头一开就停不下手，薅着就好多了。没事的，你回去后再努点力，修为很快就回来了。毕竟是我的先祖们，我这不是打算将他们培养成你们的同事，替你们减轻工作量吗？就当提前给新同事的见面礼了哈。这逼班我是一天也不想上了。闭嘴，再薅一句试试，小心我将你们余下的修为都薅干净。闭嘴，再薅一句试试，小心我将你们余下的修为都薅干净。黑白无常顿时不吱声，瘪着嘴巴，可委屈了。别耽误时间，咱们还要去乱葬岗干正事呢。天啊，大地的小宝贝真的跟三祸害在一起了。云哥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们，现在也只能将他俩捆着带上，朝着乱葬岗奔去。云哥前脚刚走，判官崔珏立马现身，空气中残留着自己宝贝的气息，以及黑白无常的。他目光一凝，很快锁定住地上破碎的衣服条，还有头发。这居然是黑白无常那俩家伙的。这熟悉的手法，这残忍的手段，他不用猜都知道是那朵破花的杰作。他咬了咬牙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这边南宫渊看着除了坟堆还是坟堆的乱葬岗，心不由得一紧，清冷的俊脸上头一次出现慌乱的神情。小丫头这是又跑了，还是已经被判官崔珏给抓住带回了地府？萧杏花立即返回玄甲营，出动所有人手找寻永安公主的下落。是主子。萧杏花正要施展轻功离去，三人便听到一长串的脚步声。众人，儿子，这么巧。肃王妃肩上背着大包，手中抓着一个小包，不只是她亲娘，她的皇祖母、太子妃、云家、崔家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跑来，身后跟着一群焦急的大老爷们。母妃，你们这事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我们要跟小哥儿闯荡江湖去。对了，你先过来，小哥儿人呢？世子，我小妹呢？她不会是被判官崔珏抓走了吧？南宫渊抿着唇不说话，他的沉默让云薇以为自己猜对，整个人直接就炸了。亏你还喜欢我家的小妹，怎么能让她被崔珏抓走了啊？你应该学我的样子，拿起砖头跟她拼了，实在不行拿一把刀捅死自己，然后追到地府去，把媳妇给抢回来呀！众人，南宫渊，
啥？小丫头，你说啥？我儿子他不是喜欢自己的侍卫萧杏花吗？萧杏花，场面一度的寂静。云雅哆嗦着手捂住云薇的嘴巴，将其拖了下去。这个三妹居然什么话都敢说，要不是有小妹在后顶着，她这条命都不够砍。萧梨花缩了缩脖子，慢慢的往后挪动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我让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眼瞎啊？哪只眼睛看到儿子喜欢萧杏花的？他明明对小丫头动了心，我好不容易跟崔夫人达成统一意见，就他那张破嘴乱造谣，要是到手的儿媳妇飞走了，我一定要废了他。肃亲王不敢还手，抱着脑袋躲在太后的身后，不服气回嘴道：小丫头的心声是她说儿子与杏花有一腿，还将梨花赶了出去，这点云老头跟陈老头可以证明，他俩当时也在现场，毕竟连小丫头都这么说，肯定不会有假啊。南宫渊再一次的想刀死萧梨花。众人云啸天、陈哲瀚他们迎接着众人的目光，嘴角狠狠一抽。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但我觉得，看吧，我没说错。这个肃王妃气得不想跟他掰扯，转过头将目光对上南宫渊。儿子，你自己说，你到底是喜欢杏花还是小哥？为什么要让我来面对这一切？我是回答还是不回答？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干嘛？就一句话，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？这是亲爹，我的亲爹。我说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？小妹被抓走，世子再喜欢也没用啊！难不成真让她先死去？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肃王妃揪着自家儿子的耳朵训斥道：你说说你有啥用？连媳妇都保护不了，依我看，你干脆直接去地府捞人，捞不到你也就留在那里算了。说罢，他非常贴心的递了一把刀过去。南宫渊，这是亲娘，我的亲娘。乱葬岗开演唱会，地府三祸害又开始整活了。小黑子、小白子，虽然你俩保证不透露我的消息，但我不信，毕竟你们的信誉在我这里为零。没错，小花花，黑白无常不能放，咱们将他俩收拾的这么惨，等他们找个帮手后，惨的是我们。花花，实在不行，比比用妄想抽取他们的记忆，反正我抽过一次，也不怕再来一次。他俩又不是凡人，风险指数为0，随便抽。众人咽了咽口水，来了一个判官催决不够，现在又来了一对黑白无常。他们虽然看不见黑白无常，但能看到链条捆着的地方，还有他手中拖拽的一个人。他们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南宫渊被2颗油光瓦亮的卤蛋头，还有那凄惨的样子给震惊住了。这就是传说中黑白无常。看来被小丫头收拾的有点惨，就不知道他能不能解决掉判官。南宫渊指尖轻抚着剑柄，思考着从判官手中抢回丫头的几率有多大。乱葬岗经几个月时间，上方又汇聚着大量的阴气，优越之时，乐得跟个小孩子似的，找了个地专心的吸收起来。云哥则是从空间中掏出一个铁锹，正吭哧的挖着坑。判官比看小花花的动作就知道他要干嘛，小脸兴奋地从肚子里拿出工具，跟着云哥一起开火。花花，比比也帮你，咱们终于抬人到乱葬岗睡觉啦！判官比高兴的头上那一撮小呆毛随风摇曳，嘴里哼着调：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地府的小祸害，正在挖。下一个会是谁？比比掰手指数一数，皇帝老儿，他要打头阵。被点名的众人齐齐抖了一下，这魔性的歌词配上这阴森之地就很恐怖。生死簿没有参与挖坑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黑白无常，生怕一不留神被他俩给跑了。云哥又不是真的要火，所以坑挖的比较浅，也会将刘大人扔了下去，非常贴心的将土盖在肚子那处，他怕往高了盖会把他憋死。花花，小悠悠在吸阴煞之气，要不咱们折返回去一趟，将你爹、你舅、皇帝老儿、太子、三皇子他们统统搬过来，一起躺坑睡大觉，等我们出逃后，以后就没机会将他们搬到乱葬岗了。众人震退3丈之远，都到这个时候，判官比都还不忘将他们抬去乱葬岗。南宫渊默默扫了萧梨花一眼，正好一会先将他拿去埋了。说啥呢？虽觉多半满京城的找我们，你是想让咱们羊入虎口吗？乱葬岗开演唱会，地府三祸害又开始整活了。小黑子、小白子，虽然你俩保证不透露我的消息，但我不信，毕竟你们的信誉在我这里为零。没错，小花花，黑白无常不能放，咱们将他俩收拾的这么惨，等他们找个帮手后，惨的是我们。花花，实在不行，比比用妄想抽取他们的记忆，反正我抽过一次，也不怕再来一次。他俩又不是凡人，风险指数为0，随便抽。众人咽了咽口水，来了一个判官催决不够，现在又来了一对黑白无常。他们虽然看不见黑白无常，但能看到链条捆着的地方，还有他手中拖拽的一个人。他们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
南宫渊被2颗油光瓦亮的卤蛋头，还有那凄惨的样子给震惊住了。这就是传说中黑白无常，看来被小丫头收拾的有点惨，就不知道她能不能解决掉判官。南宫渊指尖轻抚着剑柄，思考着从判官手中抢回丫头的几率有多大。乱葬岗经几个月时间，上方又汇聚着大量的阴气。幽月之时，乐得跟个小孩子似的，找了个地专心的吸收起来。云哥则是从空间中掏出一个铁锹，正吭哧地挖着坑。判官比看小花花的动作就知道他要干嘛，小脸兴奋地从肚子里拿出工具，跟着云哥一起开火。花花，比比也帮你，咱们终于抬人到乱葬岗睡觉啦！判官比高兴的头上那一撮小呆毛随风摇曳，嘴里哼着调：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地府的小祸害，正在挖。下一个会是谁？比比掰手指数一数，皇帝老儿，他要打头阵。被点名的众人齐齐抖了一下，这魔性的歌词配上这阴森之地就很恐怖。生死簿没有参与挖坑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黑白无常，生怕一不留神被他俩给跑了。云哥又不是真的要所以坑挖的比较浅，然后将刘大人扔了下去，非常贴心的将土盖在肚子那处，他怕往高了盖会把他憋死。花花，小悠悠在吸阴煞之气，要不咱们折返回去一趟，将你爹、你舅、皇帝老儿、太子、三皇子他们统统搬过来，一起躺坑睡大觉，等我们出逃后，以后就没机会将他们搬到乱葬岗了。众人震退3丈之远，都到这个时候，判官比都还不忘将他们抬去乱葬岗。南宫渊默默扫了萧梨花一眼，正好一会先将他拿去埋了。说啥呢？虽觉多半满京城的找我们，你是想让咱们羊入虎口吗？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说啥呢？虽觉多半满京城的找我们，你是想让咱们羊入虎口吗？判官比撅着嘴，顿时蔫了下去，从地上翻坐起来，刚好看到黑白无常正盯着他看。判官比呲着牙对着他俩笑了一下，俩人心跳如雷。提起判官崔珏，判官比的怨气是越来越大。明明自己在他手中讨活，结果他一点都不优待自己，他瞳孔的底色骤然加深。他想起花花与叔叔教他的一些招式，坐在地上，他将自己的薅来的宝贝一件一件的从肚子里掏出来，喃喃自语：好，敢来抓花花，比爷用这些宝贝砸死你，这个扒你的皮，这个抽你的筋，最后剥离你的魂魄，炸成麻花。一口滋滋冒烟的油锅赫然出现在黑白无常面前，顿时一股凉意直冲他们的天灵盖，他俩觉得刚才对他们真的是手下留情了，不由得替崔大人默哀1秒。崔珏在皇城里逛了一圈，始终没有发现几个祸害的身影，眸底浓黑闪着一丝阴鸷，他双眼紧闭，手中快速掐诀，将自己的意识不断的扩散出去。人间住宅居然有人供奉阎王，也不怕惨得慌。他停留了一下，意识慢慢朝着城外查去，忽的眼睛猛地睁开，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终于找到了。说罢，身形一闪，朝着乱葬岗的方向奔去。与此同时，幽月之时唰的停下吸收，身上的光芒微微颤抖，快速朝着他撒飞去。他才吸了一点，力量还没完全恢复过来，他不能带小破花瞬移。快点！崔珏已经发现我们的踪迹，快点逃！云哥疼得站起身，生死不揪着判官笔往回拽。众人，云威将手中的小玉砖攥得紧紧的，恨不得一会冲上去给崔珏一砖头。素王妃为了儿媳妇，将手中的鞋子一扔，环顾四周后，从一堆土中抽出一根趁手的棍子。肃亲王一看，好家伙，居然是崔婉欣，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学着三闺女，找了一块石头拿在手中。云啸天猛地捂住胸口，我的个乖乖，我媳妇抓的是。目光再往其他人手中一瞧，吓得他魂都要飞走了，个个手中拿着。也对，这里是乱葬岗，什么都不多，木头是最多。云啸天感叹一句，自己面前也出现一根木头，他咽了咽口水，有点下不去手。爹，拿着，一会时机不对，咱们一起冲上去保护小妹。云清墨眼中闪烁着金光，邹判官啊，想想都有点激动，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你拿啥？云啸天瞥了一眼自家儿子手中空空如也，云清墨从怀中一掏，铁砖头在手中掂量了一下，邪笑道：上次吃了个大亏，儿子就找人打了一个，没想到还真派上令场。云啸天。云雅看着自己手中普通的砖头，下定决心也要打一个。小妹是金的，三妹是玉的，大哥是铁的，那我就打个铜的吧。众人蓄势待发，云哥正准备要逃跑时，一股结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及小之大惊，幽月之时立马找了个地方躲闪起来，拼了命的开始吸收阴气，只希望小破花他们能撑一会。好呀，怎么不跑了？
地府判官追捕在逃3祸害。跑呀，怎么不跑了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空中响起，让3小只小短腿不停地抖动。判官比就是一个嘴硬的，说是要收拾崔珏，但一见到他，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不敢动，除非崔珏被花花给打趴下。生死簿也吓得浑身一哆嗦。小花花现在的修为不是全盛时期，根本打不过崔珏。判官崔珏自现身那一刻，周身的幽光散发着冷冽的气息，骇人的气场给人带来一种强有力的冲击。躲起来的众人打了个寒战。妈呀，我们居然真的见到判官崔珏！紧接着，众人眼睛瞪得老大，只因看到黑白无常也现出了真身，那惨不忍睹的样子，让他们嘴角狠狠一抽。崔大人啊，你终于来了，快点解救一下我们！这几个祸害把我折磨得好惨啊！白无常见到救星，情绪瞬间崩溃瓦解，哭的那才叫一个惨字。崔大人，你再瞧瞧我，全身上下就没一块好的地方，连修为都被大祸害给抽去大半，送给小鬼修炼呢。崔大人，你要替我俩报仇啊！判官崔珏吓了一跳，他知道黑白无常讨不了好，没想到会变成这副惨样。报个屁的仇！明明是小花花给你们培养新同事，你们倒好，抓了花花的先祖不说，还倒打一耙。就是，反正就是你们的错。崔珏眯了眯眼睛，他大手一挥，束缚在他俩身上的锁魂链立马回到自己的手中。黑白无常恢复自由后，连滚带爬的朝着崔珏身后跑去。小决，好巧，要不咱俩叙叙旧，聊聊天？崔大人，别被他骗了，我就是要跟他叙旧聊天，没有防备就被他手中的混元撼天砖偷袭，结果砸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混元撼天砖。闻言，崔珏的目光瞬间锁定在云哥的身上。我的撼天砖在你手中，怪不得当初阎王支支吾吾半天，让我重新挑选宝贝，合着那个时候混元撼天砖就已经被偷走了啊！哼，什么你的？那是我的小金砖，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？说罢，他将混元撼天砖拿了出来，金光闪闪的外表让崔珏的额角狠狠跳动。你刷了一层金，撼天砖那高贵清冷的黑，怎么会变成如此的俗气？我才不会那么无聊。小金砖，变一个给他瞧瞧。撼天砖得了指令后，慢悠悠地飞到崔珏面前，在他眼前来了一个歌力变身，一下金，一下黑，看着崔珏快要吐血了。不可一世的撼天砖，曾经阎王都想契约他，他愣是不让，没想到却被祸害捡了个大便宜。撼天砖变够了，他趁着崔珏失神没有防备之际，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2下，飞速地跑了回来，落在云哥的手中。小金砖干得漂亮！崔大人，你瞧，我就说让你小心一点，稍不注意就要吃个大亏。这几个祸害的新言子可多了。崔大人的头上也挂着2个大包了。他是地府的黄泉花，他是掌管凡人命运的生死簿，而他则是一笔定生死的判官笔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崔大人，你瞧，我就说让你小心一点，稍不注意就要吃个大亏。这几个祸害的新言子可多了。崔大人的头上也挂着2个大包了。崔珏瞪了他一眼，闭嘴，有大人在，用得着你说话？崔珏没有搭理这2个家伙，将视线放在云哥身上。你是自己跟我回地府，还是让我动手亲自来抓你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云哥全身心都在戒备，2小只立马掏出宝贝绑在云哥前面。判官比害怕的哆嗦，但依旧坚定的要保护花花。崔珏看着他俩手中的东西，好家伙，全都是他的宝贝。优越之石在哪？什么优越之石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帮你破空间，抢了这么多宝贝，你会不知道？对了，他俩手中拿着的正是我前段时间空间里丢失的宝贝哦。生死簿与判官笔，2小只立马塞回肚子里，又换了一件出来。又巧了，还是我的。生死簿与判官笔气得跳脚。没错，小悠悠的确在我这里，但他是自愿跟着我，换句话说，那就是我东西。你的？你可知那是谁的东西？哼，不想知道。小悠悠已经跟我们是一伙的，你若是本事，尽快叫他自己回去呗，我是不会阻拦的。你崔珏快要被他这副态度给气死。大帝在这里，优越之时怎么可能跟他走？算了，现下还是将他仨带回地府才是最重要的事。乖乖的跟我走，你还能少受点罪。判官比与生死簿见状，赶紧将手中的东西丢过去。很好，物归原主，你们可以继续丢。你说的哈。他倒腾着小手，在肚子里掏啊掏，地府出产的滚烫热油他忍了忍，毕竟会对阴神造成致命伤害，于是他贴心的换成人间食用油。嘿嘿。崔大人，抢！他话还没说完，面前的大人瞬间消失不见，而他自己当头迎来一锅热油。崔，卧槽，老子要被炸熟了！别跳了，小破笔吓你的。爸，花花救命！比比被抓了，比比被抓了！放开他，放开他！2道急切声音响起，让崔珏忍不住的挑了挑眉。现在跟我回地府，我就放了他。你做梦！我再说一次，放了小比比，欺负小破笔，我砸死你！云哥大惊，想拦着小叔叔，却被判官抢先一步抓到手中，将2个祸害封住力量，随即丢给了黑白无常。看好他俩。
黑白无常面上一喜，阴恻恻地盯着这俩祸害，尤其是白无常，看着判官比，笑得更加的不怀好意。小破笔，我说过别落在我的手中。小白子，你敢动我一根毛试试，我定会叫花花替我报仇，刮花你的脸，让你没脸见鬼啊！小破叔，你之前不是砸我砸得挺爽的，现在你也来尝试一下吧。嗨嗨，小黑子，好歹咱俩是同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咱不计较行不？嘿嘿嘿，我俺了。地府判官奉命捉拿逃犯，结果他的靠山一个比一个硬，动他俩一下试试。你的实力太弱，强行催动汉天砖的力量，你会受伤的。而且你我实力相差太大，你发挥不出他真正的力量，所以不一定能伤到我。你确定还要这么做？是吗？可我就想鸡蛋碰一碰石头。随着云哥的话音落下，天砖泛起幽深的光芒，如同万箭齐发，朝着崔珏攻击而去。众人呼吸停滞，这恐怖的力量让他们浑身发软，丝毫不能动弹半分。崔珏气息一裂，周身阴气急速运转，双手结印，瞬间在身前铺下一个结界，抵挡住了万千小陨石。云哥趁此机会身形一闪，朝着黑白无常走去，抬脚将两人踹翻，抢下生死簿与判官笔。哇，花花，你瞧瞧我的脑袋，比比被小白子欺负的好惨。呜呜呜，小花花，叔叔我也惨啊！从来不哭的生死簿也被小黑子欺负的嚎啕大哭。云哥一双眸子黑沉如水，他一边催动着力量让汉天砖绊住崔珏，另一边掏出狼牙棒朝着黑白无常狠狠砸去。花花，砸，使劲的砸！小花花，这次不要手软。俩小只目露凶光，被封了力量，打不开空间，捡起地上的骨头，跟着小花花一起动手。崔大人，快点救命啊！疼死老子了！大人快把大祸害给抓了！黑无常吼了一声，再被这死丫头打下去，他剩下的半条命估计今天也会交代在这里了。云哥顿了顿，嘴角溢出一丝丝血迹，他体内的阴力已经支撑不住混元汉天砖，立马将打急眼的两小只薅了回来，转头就跑。崔珏大喝一声，猛地发力，爆发出来的力量将混元汉天砖全部打了回去。还想跑？崔珏脚尖轻点，朝着云哥追去。生死簿与判官比对视一眼，回过头直面对上崔珏，企图给云哥争取逃跑的时间。小花花，快跑！别管我跟小破比了。花花，比比是爱你的，你放心，比比就算被抓回去，也会搅得他们头疼，再找机会逃出来的。崔珏目光一寒，他反手就将他俩捆得结结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将其扔到地上。随后大手一翻，锁魂链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。云哥实力本就比不过崔珏，锁魂链如游蛇般快速将自己牢牢捆住。这下你是跑步了吧？呵呵，老实一点不好吗？非要折腾一下。小决绝，你别忘记，我现在还是凡人，你敢抓我回地府，有违天道规则。小猪猪，你难道忘记自己与本体融合了呢？崔珏笑着回答，顺便将地上的俩小只捡了起来，厉声道：言外有力，捉拿曼珠沙华，生死簿与判官比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回地府吧。地府有两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言外有力，捉拿曼珠沙华，生死簿与判官比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回地府吧。小决绝，我尿急还拉肚子，你等我一会呗。云哥急忙喊出声，心中不停地祈祷着小悠悠吸收阴煞之气快点。拉裤子呗，反正我不嫌弃的。这一幕看得众人心急如焚，同时树洞里的优越之时急得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主人要没媳妇了。南宫渊目光紧盯着云哥嘴处的那抹血红，看向崔珏的目光幽深至极，杀气随呼吸破体而出，心中只剩下一个字：杀。他抬起右手，暗器对准着崔珏。崔珏忽感受一道死亡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他眉心轻皱，正要探查之际，一个暗器正面朝他袭来。谁在那里？崔珏话音刚落，南宫渊正要继续发射暗器，一旁的云微强撑着发软的身体，拼着那口气，举起手中的小玉砖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，高声大喊：死判官，让你绑我家的小妹，我砸死你！三姐。区一个凡人，真的是大言不惭。他手一抬，一股威压直逼云微，扑通一声，直接跪趴在地上。云微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保护小妹，她娘曾说过，你本是庶女，却能享受到嫡女的待遇，切记一定要感恩，对长兄长姐要怀有敬意，对弟弟妹妹要拼死保护。咱们一是家人，力气要往一处的使，麻绳要拧一起。云微双手撑地，额间冷汗淋漓，咬着牙也要站起来。崔珏，你敢伤我三姐，拼了这条命我都要弄死你！云哥被这一幕刺激到浑身颤抖，红光乍现，他准备燃烧本体的力量。生死簿与判官比大惊，可他俩现在被捂住嘴巴，不能说话，急得小金豆子狂掉。三妹、三闺女、云微丫头，
云哥听着这一声声熟悉的声音，体内气息一顿，猛地抬头望去，众人全都忍着发软的双腿跑了出来，个个手中拿着武器。老子不怕你，想带我小闺女走，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哥儿不怕，有囊在，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。还有我，本妃杀敌无数，今儿个也想试试杀鬼差是什么感觉。朕乃是一国天子，我看他敢不敢动朕。崔珏，本世子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带走小哥。南宫渊清冷的嗓音响起，他可没忘记崔珏曾对着皇祖母恭敬地叫了一声后土娘娘。没错，哀家也要看看谁敢将我的小姐妹带走。我操，咋又碰上了？黑白无常俩鬼也跳了起来，一脸的惊恐。判官崔珏怎么也想不到，明明是奉阎王的命前来抓捕三祸害，怎么就惹上了2位顶级大佬？我操，咋又碰上了？崔珏咽了咽口水，他怂了。爹娘、老姐妹、小渊渊，你们怎么全都来了？您说他是什么人来着？这是幻听，一定是幻听。哀家的小姐妹，你若执意带她走，哀家会将整个东林的判官神像全都拆了。太后眼神非常坚定，实则2条腿打着颤，内心慌得不行，自己居然敢跟阴间判官叫板，也不他娘的有出息了。哐当一声，崔珏脸都白了，手中拿着的锁魂链立马掉在地上。云哥怔了怔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小跑的朝着太后奔去。花花的老姐妹，花花永远爱你，爱你。哀家也爱你，小姐妹。老姐妹，小姐妹，她声音不由得拔高了几分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后土娘娘居然跟大祸害称姐妹，她觉得自己要疯掉。歌儿就是哀家的小姐妹，哀家就差焚香祭祖，禀明皇天与后土呢。太后仰起头，气势大开，这架势让崔珏仿佛看到曾经的后土娘娘。倒也不必禀明皇天与后土，你自己就是后土娘娘的一缕神识，高兴就好，高兴就好。吓不死你。崔大人，小的眼睛应该没花吧？好像看到两位不该惹的顶级大佬。闭嘴！崔珏低吼一声，他想冷静一下，但当他再次抬起头时，又跟见了鬼似的，身体猛地往后趔趄了几步。崔珏揉了揉眼睛，那清冷无比，犹如煞神般的丰都大帝，此时正用温柔且带着宠溺的神色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曼珠沙华。他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大帝那快要溢出来的情意，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大祸！小猪猪啊，我问你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云哥正要开口时，南宫渊率先牵起云哥的小手，笑道：“她是我喜欢的人，也是我的未婚妻。”众人猛地看向南宫渊，眼里多了一份揶揄的神情。优越之时，高兴得快要疯掉了。他终于将小破花拐到9幽之地了，生死不与判官比，瞬间张大嘴巴。云哥，啥？你说啥？崔珏尖着嗓子，这下整个人都要破防了。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大帝来人间历劫是长疾苦来着，并没说要来一段情缘啊！要疯了，真的是要疯了！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大帝来人间历劫是长疾苦来着，并没说要来一段情缘啊！要疯了，真的是要疯了！崔珏整张脸都皱在一起，呆愣在原地。黑白无常也不好，俩鬼瘫坐在地上，卤蛋头子都摩擦得快冒烟了。我未婚妻。南宫渊再次强调他与云哥的关系，冰冷的眸光暗了暗。难不成地府的神司即便投胎也不能跟凡人相恋吗？他握着云哥的小手，不由得攥得更紧了。云哥的小脸红了又红，幸亏天色已黑，没人注意到他的表情。谁想问你这个傻神啊？嘿嘿，小猪猪，你过来一下。崔珏表示他不敢直接上去薅人，没看到左右两边内护犊子的2位大佬正凶狠地瞪着他。哼！云哥小脑袋一扭，根本不搭理崔珏。太后赶紧握着小姐妹的另一只手，坚决不让云哥离开。崔珏异议：“大佬，没必要这么的防着我吧？小猪猪，就聊一点私事，放心，绝对不会抓你哦，真的，我敢对天发誓。再说，你不想解开身上的锁魂链吗？”崔珏笑得一脸的谄媚，他自己还从未如此低声下气过。云哥扭了扭身子，对于小决绝的信誉，那可比2颗卤蛋强得多。老姐妹，小渊渊，你俩先松开一下，我去就回。小渊渊，放心，他还是值得信任的。南宫渊抿着唇，看向云哥，他的眼神如墨，终究还是点头，不舍得松开云哥的小手。云哥朝着崔珏走去，众人的心都提到嗓子口。崔珏拉着云哥远离了他们几步，大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恨不得要撕碎他。他抖了抖身子，这是遭的什么孽？阎王的混蛋，真是害死我呢！崔珏打了个响指，束缚在云哥身上的锁魂链瞬间解开，俩人背对众人，席地而坐。黑白无常也爬了过来，4人围成一团。小猪猪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跟刚才那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云哥眉毛一挑，他可没有错过小决绝脸上一闪而逝的紧张。这时才恍然想起，小叔叔曾说过，小渊渊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，天上下来的历劫小神官。难不成小决绝知道他的身份，还是个大有来头？嘿嘿，没错，小渊渊从我的小弟升级成现在的未婚夫，未来的夫君，以后玩他爹。崔珏闻言，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死了。让我先缓一下，缓一下。崔珏捂着胸口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怪不得幽月之时会跟着小破花，后土娘娘是他的好姐妹，风都大帝更是他的夫君。关键是等大佬们回归后，曾在人间的记忆是不会被抹去的。地府真的要变天了，还是这只破花独大？黑白无常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他们这下算是踢到了铁板，哪一方都是不能招惹的存在。崔大人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大人，咱们现在还能抓吗？有本事你上，反正我是不敢的。我也不敢啊。云哥能听到他们小声的蛐蛐，猜想着肯定是小渊渊的身份镇住了他们。他用胳膊捅了捅崔珏，笑道：小决绝，我家小渊渊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能让你们这么害怕？你不知道？你还问我们？小破叔没有告诉你。咋了？不知道很正常的吧？后土娘娘是他的姐妹，丰都大帝是他的未婚夫，阎王见了都得喊他一声老大。你不知道？你还问我们？小破叔没有告诉你。咋了？不知道很正常的吧？小渊渊是天上的小神官，叔叔根本查不到，所以小决绝你告诉我呗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本叔叔是生死簿，又不是天上的司命，怎么可能知道给他安排什么剧本？好不？就是，比也只是一支普通的笔，干不了大事。不是，好歹你们也在混了地府几百年，连咱们的白无常是个缺心眼的，想要说出两位的身份，结果被崔珏给捂住了嘴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小猪猪，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反正我能说的是，他有点来头哦。崔珏意味深长地看着云哥，小破花在地府不是祸害他们，就是吃瓜不干活，哪里见到过那几位大佬？他想看看，等小破花知道自己夫君真实身份那刻，会不会惊掉下巴？神君、神帝、神尊到底是什么来着啊？别晃了，还是那句天机不可泄露。你再问，我也不说。哼，不说拉倒，那我记你们的仇，等以后我让小渊渊给我撑腰，找你们报仇去。此话一出，三人如临大敌，齐刷刷的打了个寒战。崔珏赶紧将之前拿回的宝贝全掏了出来，顺带又送上几件。给你，全都给你。我还告诉你阎王原先空间宝贝所藏位置，有空的时间可以让幽月之时去逛几圈。让他坑我，害得自己被两个大佬吓得半死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不是打算将你先祖培养成鬼差吗？那不这就赶巧了吗？小猪猪，本判官直接让他们成为鬼差，如何？先将小丫头哄好，拉近关系，以后我岂不是也能在地府横着走，还可以给阎王甩脸子？嘿嘿嘿。哎，这可以吗？鬼差不是要考核之后才赋予职位，而且我家先祖现在的修为还不达标啊。反正地府缺人手，这点小事本判官还是能做到的，修为什么的也不用担心。我这里还有些阴魂珠，一颗顶100年修为，到时候每个鬼3颗。反正小破花的先祖能有多少，也消耗不了我多少的阴魂珠。小猪猪，趁天还没亮，赶紧的将你家先祖们换出来。我好像记得小破花的先祖们有上百人吧？云哥的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麻溜的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只见他将腰间的小袋子一挥，下一秒，崔珏看着上百人的阴魂石，一个趔趄，死死掐住自己的人中。若时间倒退，他坚决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。我的阴魂珠啊！小猪猪，你给你家先祖续就先。小混蛋，你他娘的刚才怎么都不拦着老子，我就300来颗的阴魂珠，这下糟糕，全没了。大人，这可不能赖到我们头上，是你自己答应的太快，我俩都没反应过来。就是。崔珏手中的动作一顿，老子让你们俩没事招祸害的先祖，人家在牌位里好好修炼，又没干坏事，招惹到你俩了吗？非要去抓人家？我操，这天下还有没有道理可讲？众人，他们仨内讧了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我操，这天下还有没有道理可讲？众人，他们仨内讧了。云哥瞥了一眼，笑靥如花，他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小哥儿，之前有没有被吓到？没，我可是阴。突的云哥身体猛地僵住，脸上神情略微惊恐。小叔叔，小比比，完犊子呢！我爹娘、太后他们跑到乱葬岗，看到这一切，岂不是我阴间身份已经暴露？那我之前的忽悠不就白费了？对哦，小花花，别慌，依叔叔看，他们估计只知道你被崔珏抓，关于你的身份还有点摸不透，咱们可以继续大忽悠。
要不咱们用妄想吧，就只抽今晚在乱葬岗的发生的事，小美人全部安全送回家，男的埋了。我好不容易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，这记忆一抽，那岂不是白忙活一场？小哥儿，其实我们……皇上呀！云哥高喊一声，盖过了南宫渊的声音，跑到文宣帝的面前，笑得不怀好意。文宣帝快速退开半步，恐惧地看着到小丫头，这副表情准没有啥好事。皇上，你要好好的补偿我哦。皇上，你知道不？因雪灾，我挽救了东邻数万百姓，阻止两国开战，我更是解救几十万的性命于水火之中。地府本就要大干一场，哪知因我算命，破坏了他们秩序，这才派判官他们上来抓我回地府的。你就说我是不是因为东邻而遭的罪嘛？文宣帝嘴角狠狠一抽，老子信你个鬼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忽悠我们？云哥假装的抹了一把，拼了命才挤出来的一滴泪水。幸亏大家一力的保我，判官觉得地府鬼满为患，我也算做了件好事，不再追究我的过错。所以你是不是该赏我小金子，安抚一下我这颗受惊的小心脏？不气不气，千万不能气，气大伤身，朕还要长命百岁。黄伯伯，小哥儿说的对，一国之君可不能这么的小气哦。我家小哥儿怎么也算帮我们大开眼界了一回，对吗？哎呀呀，不愧是本花花的男人，能说就多说点。咱们薅光他的小金库房，带着一众美人们闯荡江湖去。媳妇承认我的身份了，我过了明路。黄伯伯，我听我爹提过，除了国库外，你一共有4个私人库房哦。4个，不是3个吗？皇后瞪大眼睛，惊呼地喊出声来。父亲王立马缩了缩脖子。朕打死你这个小王八蛋，老子让你嘴巴没个把门的！文宣帝气急，那是他在自己寝殿里打造的小暗房，除了曹公公，没人知道。几年前，他跟肃亲王喝酒，一时喝醉，才告诉了他。生死簿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，立马翻出本体，小嘴张得老大。小花花，皇帝老儿的小私藏里，好多的小金子呢！哇！真的，花花，咱们今晚撬了他的库房，比比这里有万能的开锁钥匙。众人努力地憋着笑。另一边的判官与黑白无常也打完了架，崔珏脸上挂着彩，有点不忍直视。惹谁都不要惹这个小女孩，因为判官在她面前都只能被认作小弟。猪猪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祖父，花花舍不得你啊。以后没有鬼帮我写功课了。嗨，臭丫头，害我白煽情一场。小决绝，你也知道他们是我先祖，到了地府后，记得也要开后门哈。太危险的任务不准派，除了哭丧棒，你得给他们多准备些厉害的法宝，还有防身的宝贝。对了，前期让魏征、钟馗带着他们出任务，不能让先祖们受伤，不然等我俩回归后，叫我小夫君收拾你们。小决绝，我家小渊渊跟十殿阎王相比，谁的职位要大点？换阎王他们来带着我家先祖，有大靠山不靠，那岂不是白瞎了小渊渊牛逼哄哄的身份？你老高兴就好，何止可以使唤阎王他们，连五方鬼帝、罗峰、6天都可以使唤着。崔珏从最开始的惊吓，到后面的破防，到现在的摆烂，以及想抱大腿的心思，直接挂在脸上。小猪猪，你放心，老崔我定会将此话传回去。你瞧，咱俩也算是相逢一场，我还帮你先祖拿上地府编制，要不咱们以后称兄道弟，你是我花姐，我是你小弟，地府以后有啥情况，我给你通风报个信，如何？哇，行，花姐就认你这个小弟，崔小弟。花大姐。崔珏开了鬼门，一脸兴奋地带着新上任的鬼差们回到了地府。崔大人，那花老大说的话，你真的要做，不怕被五方鬼帝掀飞？怪不得你俩只能在最底层混日子，这眼界还是不够。说完，他衣袖一甩，加快了步伐，他要向五方鬼帝摊牌，同时坑阎王一把，让他也来尝了尝被吓得魂飞魄散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崔珏的离去，让众人狠狠地松了一口气。小妹，小丫头。南宫渊想跟未来媳妇亲近，他的轮椅不知被谁推了一把，朝着相反的方向滑去，离他越来越远，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沉。我的，他是我的，我才拉了一次小手啊！南宫渊就算是喊破喉咙，云哥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奈何他此时被众人嘘寒问暖的围着，拉着他的小手朝着城里走去。堂弟，你连自己的女人都抢不到，有点不中用哦。你连媳妇与两小家伙都看不住，也不咋地。对了，明天本世子就让人在王府还有云府修缮一座小院子，以后让堂嫂带着侄子与侄女过来常住，反正小花儿喜欢他们。你敢？你吼我，你居然敢吼我！小哥，太子他欺负我，你要替小夫君我讨回公道啊！要不咱们先把他埋了吧。混蛋，你给姑闭嘴，闭嘴！云哥这下终于是听到自家小渊渊的声音，当即从人群中挤了出去。
小渊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欺负你啊？云哥看着小渊渊那受伤的小表情，还有后面追赶的太子，心中的小火苗蹭的冒了出来。本花花的小夫君也敢欺负，小心给你穿小鞋子，让你以后没媳妇。本花花的小夫君也敢欺负，小心给你穿小鞋子，让你以后没媳妇。小夫君，小媳妇叫我小夫君哦。南宫渊一脸的傻笑，众人着实没有眼看，纷纷扭过头去。这个憨货，他们表示不认识。不发誓，绝对没有欺负他。哼，小渊渊，本花花告诉你哦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谁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揍的他都认不出来。你还要遵守3从4德，外加一个难得，不该看的人不准看，不准学你爹藏私房钱，每月我会给你发零花钱。好，小渊渊都听小话的，你杀人，我放火，你说撵鸡，我绝不会追狗。哎，上当，这脸蛋不错，我喜欢，嘿嘿嘿，吸溜。小花花，你是女的，能不能别这么的猥琐，像个女流氓似的？那可不一样，小渊渊可是我的小夫君，开点小荤也不行吗？媳妇，你别拉我，再晚一点，咱家的这个白菜连盆都没有了。你给老娘闭嘴！你敢将这个女婿吓跑，老娘就把你撵出家门。小闺女有点凶残，除了肃王世子，无人敢要。肃亲王能让你家的儿子上我们云家的门不？或者是我当小闺女的陪嫁，上到你们王府也行。还有我当小妹的陪嫁丫头也行。我想要小丫头当儿媳，可没想过还附带赠2啊。走，小渊渊，给你解毒去。今日过后，你就不会被毒素折磨，还能正常的走路了。想到这里，云哥脚下的速度越发的快，众人只能看着越来越远的2道身影。萧梨花默默地掏出小册子，前面的内容已经被他恢复回来。他舔了舔笔尖，提笔写道：主子抱的美人归，乐得像个大傻子，没眼看，没眼看啊！小花花，我记得你本体力量还差1节，你咋替他解毒？嘿嘿。云哥神秘兮兮一笑，小手翻转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充斥着整个房间。小花花，这不是黑白无常的修为吗？之前拿走黑白无常1半的修为，本来是要赔偿给先祖们的，没想到崔小弟大方，直接送先祖们300年的修为。云哥指尖发出一丝白光，分裂出很小的一团修为，余下的那些他又装回了空间。花花，你干嘛不全拿给自己用？这样你的实力肯定会直接跨过几个等级的。不可，修炼本不易，当时我是被他俩给气狠了，为了补偿先祖们，才会去薅他们的修为，替小渊渊解，我还要差点火候。如今先祖们用不上，而我只需要借用那极少部分即可，余下的修为，等下次看到黑白无常时，还是给他们吧。有啥好失望的？我们家小花花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修炼，一击打结实，以后的实力才会更强，懂不？知道了，但叔叔你能不能别总打我的头？比比现在就只有一根小呆毛，维持着最后的脸面了。这里是地府，住手！南宫渊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下好了，我家小渊渊的毒解了，以后可以跟正常人一般，可以走路了。哎呀呀，真好看呀！小花花，金晨，你一定要矜持，不能为了一个男人而昏头。别忘了，咱们还有宏图大计，要称霸天下。就是，花花，你不能为了一个美男而放弃整片后宫。想想你的太子妃小美人，还有大嫂这个美人，不会放弃的，不会放弃的。小渊渊是我的正宫，他们却是我的心头肉。云哥喃喃几句后，头一歪，靠着南宫渊的身边熟睡过去。你能不能回屋去？瞧把那些孩子吓成什么样呢？不行，我得把小闺女带回来。这算时间，她在肃王府待的时间有点久了。云啸天说干就干，撒丫子的朝着肃王府跑去。老云头，本王不是派人说过，一会亲自将小丫头送回云府？咋的？你还不放心我啊？搞得好像还能将你闺女弄丢似的。哼，你没有软软糯糯的小闺女，不懂一颗白菜要跟猪跑的那个心情。我是没女儿，但我家的这头猪给我拐了一颗白菜回来哦，今儿个真高兴呀！媳妇，赶明起将府邸重新修缮一下，未来好迎接白菜的到来，哈哈哈。你做梦！哼！老云头，你慢点！我记得你家小云薇好像也被3皇子给盯上，你是不是还要再心酸一次？对了，你家云雅有没有定下什么人？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如何？哎呀呀，没女儿就是好啊，至少出嫁的时候，老子我不会哭，但老云头你就惨喽，要哭3次，哈哈哈。云啸天气得牙痒痒，你给老娘收敛一点！媳妇，松手，疼啊！你再给我跑到亲家公面前嘚瑟一下，当心他不肯点头，你儿子说不定会大义灭亲，到时候老娘我也……老云头，本王刚才是开玩笑，你莫要当真啊！
老云头，你干嘛呢？肃亲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也将耳朵贴在门口。他有内力。屋内传来2道均匀的呼吸声，让他满脸诧异。在睡觉。怪了，解个毒而已，怎么会没声音呢？云啸天恨不得将门推开，但他明白解毒期间那是需要安静的环境。肃亲王偷瞄一眼云啸天，他也不知道里面现在是个什么状况。万一是我想象中的画面，那老云头岂不是要炸了？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万一是我想象中的画面，那老云头岂不是要炸了？或许小丫头在发神通，不似普通大夫那般治病。老云头，要不去前厅坐喝口热茶，本王叫下人盯着，等丫头出来再通知我们，如何？哼，走吧。叔叔，要不要把花花叫醒？他俩都还没成亲，咋就能躺一起了？不行，小花花累坏了，不准叫醒他。完了！混账东西！砰的一声，将几小只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过头，看着双眼冒火的苏王妃。3人进到屋内，云啸天气得直拍大腿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紧接着的叫出声来：“云大人，本妃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母妃，你的手还想要不？南宫渊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还搂着小丫头，他的脸当即一红。云啸天顾不上什么男女大防，将流着口水的小闺女抢了过来，然后跟防狼似的瞪着南宫渊。云哥微微睁开半个眸子：“爹，你又来扛我上朝了吗？”说完又睡了过去。云大人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。云啸天冷着嗓音哼哼，正要开口说话，他小闺女也不知道梦到了什么，伸出一只手朝着他的脸上摸来摸去，嘟嚷道：“咦，小娇夫，你的脸咋变得像个老头子似的，又硬又割手？记住要保养好点哦，不然花姐我不要你了，来让花姐亲一个。”众人仨小只实在没眼看，嗖的一下钻了回去。这小丫头不愧是混地府的，这调戏人的模样还真是可爱。反正不是小丫头的错，要怪就怪自家儿子长了一张人神共愤的脸，将丫头迷住了。老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瞧你都干了些啥事，平日里读的书都跑哪去呢？云大人，小根是替我解毒，可能累坏了才倒在床上睡着。晚辈在没成亲之前，绝对会恪守礼制，不会伤害到他一丝一毫，我发誓。3人怔怔地看着他的腿，肃王妃捂着嘴，喜极而泣：“渊儿，你能走路？我的腿真的好了。”老云头，谢了，你放心，等小丫头进了我家的门，她的地位无人敢撼，本王一定将她宠上天，哪怕跟皇兄抢皇位，我连夜带兵给她堵了。我闺女抢不抢皇位我不知道，但她想要黄金打造的金龙椅，这个心愿倒是强烈的很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翌日一早，皇上，曹公公，什么时辰？回皇上言迟。曹公公，朕也是有休息的权利。朕当我是一头老黄牛，不上朝时还要早起处理公务，朕才不干。回皇上，你的龙椅被肃亲王给偷走了。王八犊子！皇上，鞋，你的鞋。大殿之上，文宣帝看着自己的那把龙椅还在时，松了一口气。下一秒，帝王的威严陡然升起。查，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胡说八道，敢害我这么早的从被窝里爬出来。回皇上，现在这把是假的，真的已经被肃亲王给换走了。什么？文宣帝声音猛地拔高，他疾步上前，上手一摸，有点湿沾手的感觉。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还给涂了一层金色的漆。回皇上，不是属下不拦着肃亲王，是肃亲王拿永安公主的名头来威胁属下们。南宫临着，朕要废了你！该死的王八蛋，拿朕最后的小黄金来讨好自家未来的儿媳妇！你给朕等着，这赐婚圣旨，朕定要给你卡得死死的！还愣着干嘛？给朕将龙椅抢回来！文宣帝大吼一声，带着侍卫朝着云府追去。云家，老云头，你快来看看，本王给你小闺女带啥好东西呢？肃亲王笑得龇牙咧嘴，为表自己以后对儿媳妇的无限宠爱。嘿，他还真的将自己皇兄的龙椅给偷换了。给小丫头的，皇兄不会跟我生气，反正大臣们也看不出来真假。云家众人，云啸天看着那把金灿灿的龙椅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，云啸天被他的骚操作震惊的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如何？本王的诚意够不？我未来的儿媳妇去哪儿呢？老云头，赶紧的让她出来收礼物。云清墨，
不愧是皇上的亲弟弟，胆子够大，也不怕皇上灭了他。肃亲王，你想害我就明说，你送的是礼物吗？你是送我老子一家的项上人头。肃亲王不赞同的看他一眼，大大咧咧的坐下。说啥胡话？有你小闺女在，你的人头焊得可牢固了。她天天喊着要夺皇位、霸后宫，你瞧我皇兄生气过吗？淡定，放宽心，我皇兄不会杀你们的。朕不杀云家，但朕现在要杀了你。我朝，皇兄咋就这么快的发现呢？我朝，皇兄咋就这么快的发现呢？南宫临阵，胆肥了，朕的龙椅都敢换，换啥材质不好？你给老子整了个木头的！文宣帝手拿棍子，怒气冲冲地盯着肃亲王，那眼神仿佛就要撕碎他。肃亲王立马跳到云啸天的身后躲了起来，伸出个脑袋应了一句：“臣弟倒是想换个银的，一是时间来不及，二是囊中羞涩，三是换铁做的有点重嘛。”那你偷朕的龙椅时，你咋不嫌重呢？文宣帝表示自己的手很痒，非常的痒。嘿嘿，那啥，未来儿媳妇喜欢小金子嘛，就当是皇兄提前给的贺礼也行，对吧？云啸天默默地往旁边挪了挪脚步，免得一会伤及无辜。呵呵，贺礼对吧？朕今日不揍死你，就不是你的皇兄。皇兄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俩要给皇室留个面子。面子？呵呵，真遇到你，那面子早就没了。自从小丫头上朝后，她丢人已经丢习惯了。哦，皇兄，轻点，你轻点，好歹咱俩还是亲兄弟啊！你还知道我们是兄弟？朕还以为你有了儿媳，啥都忘了。肃亲王挨了好几棍子，痛得他直接施展轻功跳到房梁上。他皇兄下手可真狠，还专挑一个地方打。文宣帝打够了，将手中的棍子一扔：“来人，把龙椅给朕抬回去。”可惜了。这判官笔是什么时候跑来的？要不是小花花已经从北疆那里薅了一把龙椅，本比比想尽办法也要给花花强留下。这丫头可真是闷声干大事，居然抢了一把龙椅。肃亲王上道，哪像皇帝老儿那般抠抠搜搜的。小花花未来的老丈人，比比决定给你赏，一会就给你舔寿命去。哟呵！肃亲王眼中的笑意挡也挡不住，文宣帝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，到头来又被这个混蛋皇帝捡了个漏。戏看完了，回去陪叔叔睡觉。判官笔扑腾着小翅膀飞了回去。众人等了半天没有声响后，堪堪松了一口气。肃亲王从房梁上跳了下来，贱兮兮地凑到文宣帝面前。皇兄，所以说嘛，咱们都不能小气巴拉的，运气这不就来了吗？文宣帝，他看着肃亲王那小人得志的表情，幽深的目光中带着一抹狡黠。爱卿，听说你舍不得自家的小闺女，对吧？肃亲王脸上的笑意一僵，朕也舍不得。按理说，等她15、7就可以嫁人，但朕决定等她18岁时才赐婚。你们还可以多留几年。云啸天笑得老脸一皱，臣多谢皇上。曹公公回宫，哼，让你偷龙椅，让你嘚瑟个不停，等回府后有你哭的。皇兄，臣弟错了。皇兄，臣弟给你赔礼道歉，请收回刚才的旨意吧。呜。肃亲王偷龙椅一事没有什么隐瞒，肃王妃气得真将他给撵出了王府。听着，谁敢放王爷进大门，那就给本妃滚出王府！这个老混蛋真是气煞我也。哼，南宫渊一口银牙差点咬碎，还真是他的亲爹，回回都给他拖后腿。当戏京外祖父遇上告状京外孙女，崔家祠堂秒变修罗场。崔家老祖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崔家列祖列宗啊，这不听话的子孙又该如何叫？老夫感觉自己的寿命都快折腾一半了。祖孙俩一人抱着一个牌位，老泪纵横，一个哭得比一个惨。老夫这辈子没做过啥坏事，儿女孝顺，孙子懂事，就这个小外孙女，我真的是没辙。她咋就不能体会一下外祖父的用心良苦？她天天跟我唱反调，练个字也还能走神。老夫要求真不高，至少写出来的像个字，而不是一坨扭曲的小便便。这是老夫此生唯一的愿望，不然等我死的时候，拿最后一口气堵在喉咙上，说不定会变厉鬼或是僵尸，死不瞑目啊！不是，明明是我在告状啊！小花花，这小老头居然在走你的那条道，不怕，跟他硬刚起来，咱们不能认输！生死不弃的捏紧拳头，这外祖父确实有点不好对付。为什么就不能画外祖父的命格也不能改？好气，真的好气哦！云哥呕的小脸都皱在一起，随即又拿起一个牌位抱着怀中，哭喊道：“崔家先祖啊，我跟地府的判官认识，他让我当花大姐，我可以给你们开后门的。”闻言，供桌上的烛火不停地摇曳。诱惑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危险。崔家先祖们，你们吃我的，住我的，还给你们烧钱，怎么能天天的跑到我梦里教训我呀？老夫已大把年纪，若是急火攻心，气出个失心疯，说不准哪一天砍了你们的牌位，烧了崔家祠堂，你们可别怪我。云哥猛地看向外祖父，哭声戛然而止。
小花花，你这个祖父够狠！生死不瞪大眼睛，怪不得云祖父每次提到这个小老头都怂。判官比眼睛冒着小星星，好狠的人啊，比我们混地府的都狠。花花，比比想跟你的外祖父混，敢烧自家祠堂，牛逼到天了！以后我也去烧阎王爷的庙。云哥默默地看了眼兴奋至极的判官比，道：“云家就有一个阎王庙，你去吧，我不拦着。”判官比瞬间不出声。崔宏远嘴角轻勾，看着小外孙女那吃惊样子，别提多高兴。小英还收拾不了你，就你会告状，老头子我还会威胁呢。崔家先祖们叫苦不迭，为什么让他们遇到这两个不孝子孙？啪的一声，供桌上的烛火全都灭了下来，众牌位齐齐地靠在一起。下一秒，祠堂大门被关上，牌位也升在半空之中。云哥，他习惯了云家先祖的骚操作，倒是这场景将崔宏远吓了一跳。小花花，你好像是要倒霉了！小花花，你好像是要倒霉了！云哥瞳孔闪烁着，吞了吞口水，玩大发了！哎呦喂，疼死老夫了！崔宏远捂住脑袋在祠堂里蹦跳着，云哥也一样，祖孙俩被牌位追得窜来窜去。不公平，又不是我威胁你们的！云哥脑门挨了一下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嗷嗷大叫。我下面有人的，可以给你们混编制。崔家牌位就像是没听到一般，砸得哐哐响。哼，什么编制？那是给无良老板当牛马。我们经闲日不过，学对面的老云家死了都还要干苦活，我们才不傻。别打了，老夫错了还不行吗？崔宏远脸上青一坨紫一坨，以前他跟闺女常来告状加威胁，屁事都没有，现在倒好，实实在在的给他上了一课。我也不告状了。云哥吼了一声，他身上是真的疼，都是仙祖，一点都没有云家仙祖可爱。更可气的是，他还不能揍回去，憋屈死他了。崔家先祖打擂，在半空中歇息了一下，然后云哥与崔宏远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推力，瞬间将他俩给掀飞出崔家祠堂。砰！祠堂大门又紧紧关上了。屋内的生死簿与判官比看着围住他俩的先祖们，瞬间缩了缩脖子。我自己滚，现在就滚！比比也滚，也滚！你们打了花花，不能再打我哈！我以后再也不来崔家祠堂啦，好凶残！崔家众人听到祠堂里传来的鬼哭狼嚎声，吓得赶紧跑过来。崔家老夫人江灵书刚到院门口，就看到小外孙女与自家老头子从屋里飞出来，落在地上滚了几圈。你俩到底怎么回事？祖孙俩那惨兮兮的样子，着实将他吓得了一跳。云哥看着大靠山来了，猛地扑进江灵书怀里。外祖母、外祖父不讲武德，他威胁崔家先祖要劈了牌位，火烧他们。我受外祖父连累，也被先祖们揍了一顿，我好惨啊！众人。走，舅母带你去擦点药仙，再亲自下厨给你准备江南的吃食。景木兰不动声色地从婆母怀中将云哥拉出来，额头上的那一团青，可真是心疼死了。舅母，我超喜欢你的。这个儿媳妇又抢我的小外孙女。西湖，你就不关心一下夫君我？娘，不公平，为什么小表妹一来你就亲自下厨？崔景行追了上去，原地无人搭理的崔宏远。饭桌上，云哥吃得一脸的满足，抱着景木兰的手臂不撒走。舅母，哥儿还想吃江南的糕点。行，给你做。崔景行愤恨地咬着筷子。哼，重女轻男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他的亲儿子？大公子回来了，大公子回来了。哼，小花花，咱不怕，以前我们没战斗力，现在可不怕他呢。见过倒霉的，但是你一定没见过像大表哥这般倒霉的。景初，这到底是遇到什么事呢？娘，你先别靠近我。崔景还来不及说话，一坨鸟屎就落在他的头上。众人，崔景初心态崩溃，这一路的倒霉事全都让他给遇到了。娘，这位是我游学时遇到的朋友，叫周明熙，你先让人安排一下。他话音一落，疾步朝着院子走去。他身上臭得要死，现在顾不得太多，只想好好洗漱一次。砰！一盆污水直接泼到他身上。大公子，对不起，小的不是故意的，小的知错。起来，跟你没关系。他已经麻木了，不知为何近半月倒霉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云哥端着红烧肉与他大表哥打了个照面。崔景初先是一愣，然后咧着嘴笑道：哟，原来是小表妹啊，2年不见，原来的小胖墩变成大姑娘了。不过一会再跟你叙旧。崔景初打完招呼就先离去，却没看到云哥一脸惊悚地盯着他头顶。卧槽，小花花，你看到了没？你这大表哥气运黑的跟团墨似的。比比觉得他像知人形小乌鸦，黢黑一坨。云哥眼皮子狂跳，他的实力提升了一个阶段，已经能看到所谓的气运。走，跟上去瞧一瞧。小表妹，我正在宽衣服呢。宽呗，顺便让我要数一数，你有没有8块腹肌？你是女的，懂不懂什么叫男女有别？那你把我当成男的就行了呗。崔景初他黑着脸，溜着云哥的衣领给拽了出去。
云哥不敢使蛮力，身体不断的扭动着，连手中的碗都摔在地上。大表哥，要不我帮你搓背如何？我手劲可好，我娘都夸我搓得很舒服了。云哥看似在挣扎，实则在薅崔景初头上的黑气，可刚拿到手，那黑气就跟有意识般的又跑了回去。生死不语判官比也在薅了半天，跟云哥的情况一模一样。那团黑色根本不能分离开，云哥又试着用阴气去打散，果然一点效果都没有。表哥，你就让我留下来如……云哥话都还没说完，就被丢了出去。哼，活该你倒霉！刚说完，房间内传来砰的一声，紧接着又是一道惨叫声响彻整个院子。云哥一脚踹开房门，2道尖叫声同时响起，云哥惊得猛地转过身，完了，我的眼睛脏了，还挺翘的。小花花，你刚才还想看8块腹肌呢？那可不一样，腹肌让人养眼，墩墩就不忍直视，好吗？花花，比比刚才可全看完了，确实挺翘的。我的清白啊！还有比比又是个什么鬼东西？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沐浴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完了，我的眼睛脏了，还挺翘的。小花花，你刚才还想看8块腹肌呢？那可不一样，腹肌让人养眼，墩墩就不忍直视，好吗？花花，比比刚才可全看完了，确实挺翘的。我的清白啊！还有比比又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云哥被景木兰拉下去洗眼睛，溥仪憋着笑给崔景初检查伤口。回侯爷，崔大人，大公子大。那个位置上伤口不是很深，这几日注意一下即可，不要沐浴，不要吃辛辣食。溥仪下去后，崔景初生无可恋地问起小表妹身边的比比是怎么一回事。大哥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你。崔景行跳了出来，将小表妹身上的事全抖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小表妹她是地府阴司东陵公主太后小姐妹苏王府认定的儿媳妇。对的，大哥。你们还见到过地府判官黑白无常，云家先祖当了鬼差。是的，大哥。崔景初趴在床上，暗恨自己为什么要跑去游学，他错过了好多的戏啊。大哥，我继续跟你说，小表妹她还干过。另一边，云哥跟纪晓之围坐在一起，面前浮现着小叔叔的本体。他看着大表哥的命格，眉头就没有舒展过。花花，你大表哥近半个来月不是倒霉就是险象环生了。判官比感叹了一句：马车受惊，差点滚悬崖，还有差点被石头砸到，再不济就是被认错贼人，差点被村民追着打死。花花，一比比看，干脆将你大表哥打晕，然后我们仔细研究他头顶上的黑气。小花花，我也赞同小破比的话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去砸。云薇盯了他半天，听小妹面色漆黑的跟纪晓之说什么黑气、倒霉啥的，他就知道又有活可以干了。小妹要干坏事了吗？三姐陪你去。三姐，幸亏三坑坑他喜欢你，不然爹娘又要说你砸在手中。没办法，谁叫我的人格魅力吸引住了他。小妹，你快说砸谁？三姐给你打头阵去。嘿嘿，崔景初。好嘞，那就砸崔。你说砸？大表哥给我10个胆子都不敢啊。3姑娘、4姑娘，大公子带朋友回府，侯爷请你们过去。朋友？对哦，大哥命格上确实有个朋友一直跟他在游学。云哥踏入正厅大门，他身上有功德，那金光闪闪的样子，引得一道疯狂尖叫的声音。宿主，宿主，走在前面这个小丫头的气运，我要了！机械般的声音响起，将云哥吓了一跳，猛地扭头看去，只见周明熙也在打量着他。小花花，我耳朵是不是出问题啦？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比比也听到，吓死个比啦！什么声音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？别人穿越配系统走上人生巅峰，眼前这男人穿越配系统，天天逼他当反派。小花花，我耳朵是不是出问题啦？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比比也听到，吓死个比啦！闭嘴，闭嘴！你再吵的话，小爷我就罢工。周明熙蹙了蹙眉，系统的声音吵得他烦死了。宿主，请注意你的用词，对系统大神不敬，小心受到惩罚。花花，那个他脑子有什么东西在说话？崔家众人满脸震惊，崔宏远稳了稳心神，随便找个话题跟周明熙闲聊起来。周公子是哪里人？与景初又是如何认识的？韦侯爷，我来自成巴蜀之地，好险！小爷，我差点把成都2字吐露出来。云哥已经麻了，他瞥了下屋内的众人，好像大家都没听到他与那个所谓系统的声音。周明熙还在跟众人寒暄，他脑子里的系统馋云哥身上的气运馋得流口水。宿主，一会你想办法与崔景初接触，我要吸光他气运后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小丫头。
云哥眸光一沉，周身的戾气瞬间翻涌着。就在此时，生死不惊恐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。卧槽，小花花，这个钟明熙是异世界之魂。1年前，真正的钟明熙在温书时被他占了躯体，灵魂被那个所谓的系统给封印起来。我已经看到他的灵魂在变淡，过不了多久就要消散了。众人保持着面上的冷静，他们已经见过判官啥的，内心早已变得强大。除了崔景初，要不是他此时坐在椅子上，就凭他现在双腿发软的状态，早就瘫软在地上。怪不得自己这么倒霉，原来是身边有个什么系统在吸我的气运。云哥沉默，判官比暗搓搓的准备起锅烧油。小叔叔，那个系统是不是咱们跑轮回井吃瓜时有个叫21世纪画本子里的那个系统？怪不得大表哥头上的黑气看着有点奇怪，现在一切都想通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系统，本叔叔了解过。有什么生子系统、末世系统，我看钟明熙脑子的就是吸运系统。哼，很好，跑到咱们的地盘，一会连人带桶的全灭了。众人傻眼，系统是个什么鬼？云薇听到小妹的狠话，恨不得现在拿着小玉砖冲上去。优越之时，偷偷的溜回了空间。好像如果要是他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他当初耗尽能量将小花花他们带去投胎，自己沉睡后忘记关闭结界，后面让某些东西找到缝隙闯了进来吧。优越之时又感受了一下，还好，现在已经关闭了。这边系统还在周明熙耳边吵闹，让他瞬间火冒三丈。闭嘴！信不信小爷我跟你鱼死网破？他大吼一声，要是自己有本事，早就想把这个该死的鬼东西干掉了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再出言不逊就要受到惩罚，难不成你不想回到属于你的世界吗？奉劝宿主不准再拖延吸取崔景初身上最后的气运，真当本系统不知道你打的小算盘。这1年，你找各种理由只与他接触一下，让我只能吸少量气运，让他多活1年。临死前见到家人，已经是本系统最大的宽限。要不是最初我的能量不足，怎么会绑定这个混蛋玩意？宿主，本系统命令你立即执行，不然将会受电击惩罚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摸鱼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宿主，本系统命令你立即执行，不然将会受电击惩罚。小爷我一个21世纪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，连小动物都不会伤害的人，怎么可能害一条人命？不干，有本事电死我算了，或是你自己想办法换一个人，我可以给你厚一点点。小花花，没想到啊，这个假周明熙还算有点良心，暗搓搓的帮你表哥，不然1年前就会被系统干嗝屁。爸，那比比岂不是不能油炸他的？判官比不情不愿的将油锅撤了回去，他的油炸小点心没了。云哥心中的怒火消下去一半，他在想怎么抓住那个所谓的系统。再次警告，宿主若不按系统要求做，即将受到惩罚。警告！爷爷，周明熙话还没说完，就翻着白眼，口吐白沫的在椅子上疯狂抽搐起来。众人吓了一跳。哇哦，小花花，这个周明熙宁愿被电击惩罚，都不肯帮鬼系统吸取表哥最后的运气啊，有点担当哦。景木兰闻言招呼着下人，快去请府一览。不要，老爸毛病了。宿主，你现在改口答应，惩罚结束。大，小爷骂死你！中！系统见他还在骂骂咧咧，加大了电流。下一秒，周明熙感觉灵魂都快要撕裂，抽搐几下后彻底晕厥过去。周明熙被下人抬了下去。云哥抵了抵后槽牙，没有摸清系统的底细，现在他还不敢轻举妄动。抬头看向脸色有点不好的崔景初，咧着嘴直笑。大表哥，我会算命哦，嘿嘿。众人。崔景初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以往小丫头露出这个表情，就代表着有人要倒霉。不用劳烦小表妹。崔景初要离开这里，云哥一把将他给拽了回来，疼得他直接弹跳起来。小表妹，你哥我现在是个伤患。表哥，你可爱的小表妹算出你乌云压顶，要倒大霉的，我可以帮你抵挡一下霉运，你要不？云哥天真无邪的看着他，那小表情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。生死不疑惑的看向云哥，小花花，咱们不是都试过，你的阴力抓不住黑气，也打不散黑气，它是被系统标注了的。我有功德之力，可以让表哥不倒霉。叔叔不同意，比比也不同意。乖，他们是我家人，你俩知道的。花花非常的看重哦。崔景初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他的小表妹啊，真的是太贴心了。小表妹，兄长有你，真是我的。表哥，那你可要给我端茶送水，捏肩捶背，顺带跳个舞呗。云哥露着8颗牙齿，期待着看着他。福气。大表哥，一句话，你干不？崔景初深吸一口气，掉头就走。倒霉就倒霉，这半月来我倒霉的次数还少吗？哪知他左脚刚跨出门槛，右脚就绊住，整个人砰的扑在地上，鼻血瞬间流出来。众人，哎，大表哥又倒霉了。哎，谁叫他不听我的话呢？
狗都不干，大表哥干，不就是端茶送水，顺带跳个舞吗？大表哥可喜欢照顾我家的小表妹了。地府三祸害狠起来，连自己都不放过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大锤加2个小锤，一共多少钱？160。嘿嘿，还好之前在熬孟婆汤时听到有鬼在聊这个话题，没想到还真让我对上了。老乡啊，老乡，你啥时候来的？身穿还是魂穿？还有你是咋死的？魂穿，13年前来的，吃瓜吃的太嗨，被无良老板踹死的。我靠，你老板这么的缺德！别说我呢，那你又是咋死的？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半年没找到工作，兜里最后的100元买了彩票，还真让小爷中了头奖。老乡，3000万啊！你可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？钱一到手，正要去旅游，哪知被什么鬼戏？周明熙的话顿在喉咙处，瞪大眼睛，身体不由得抖动起来。警告！警告！不准向外人透露本系统的存在。你，他是小爷的老乡，老子不信他没看过小说，会不知道金手指系统这玩意。系统冷着脸看着他，不准说。小叔叔，金手指是啥东西？我知道，孟婆话本子里写过，穿越者的必备外挂，比如滴血认主空间、交易商城之类的。判官比小嘴巴巴的讲解一通，林哥小眼珠闪了闪。老乡，我穿越时遇到阎王，他送了我一块小石头，居然是个无限大的空间，还附带着许多宝贝。什么？你的金手指是空间？周明熙瞬间破防，忍着体内的麻痹感，也不顾系统疯狂警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人比人，气死人！小爷我的金手指是个废物系统，我在现代还没死，是他强行将我绑定，把我灵魂拖拽到这方世界。云哥眼睛眯了眯，露出惊恐的表情。啊，那你还能回去吗？能，我现在的身体只是昏迷，系统要我帮他完成任务后才能送我回去。什么任务？再次警告！警告！你大爷的！你懂不懂什么叫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意思？小爷我告诉老乡，说不准他会帮我想办法让你吸运气。系统好像有点道理，再拿捏住他，顺便嘿嘿同意。周明熙见系统同意，松了口气，帮他吸收运气。吸运气？那这个系统看起来不是什么好货，他会给你奖励吗？啥都没有，除了电击，就是拿回现代一事威胁我。周明熙一想到这就气得吐血，小说害人啊！小花花，这周明熙也挺倒霉的，啥好处都没落下，估计这是世上最惨穿越者吧。嘻，那比比给他点根蜡烛吧。小花花，这周明熙也挺倒霉的，啥好处都没落下，估计这是世上最惨穿越者吧。嘻，那比比给他点根蜡烛吧。我大表哥倒霉一事，该不会是这系统干的吧？云哥脸上笑容未变，眼中的光却幽暗至极。对，就是他干的。我被拖到这具身体里时，原神就被他给封印到某个角落里。我被他威胁去找有气运之人，不巧就遇到你表哥，他一眼就盯上，给你表哥留下标记，然后非要我去接近，我就每月薅指甲盖点，大的给他，把他气得天天电我一下。老乡，他现在盯上你了，一直闹着让我帮他将你表哥吸完，这样就可以吸你的呢。他说你身上有功德气运，我就不能占主导权利？不能，他跟我的灵魂绑定，我抓不到他，也反抗不了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。真没用，就是孟婆的话本子里那些穿越者都把系统拿捏稳稳的，一个屁都不敢放。灵魂绑定，老乡，你问问系统能不能跟我绑定？我在这方世界的仇人挺多的，正巧可以帮我报仇呢。小花花，你疯了！比比不同意，那可是个坏东西。傻傻，他一跑到我体内，咱仨不就能抓住他，然后压榨他最后的价值？至于电击，我们被雷劈的还少吗？他那点程度还不够我挠痒痒的。俩小只的眸光瞬间一亮，异口同声的喊道：小花花的。老乡，我简直是看错你了，亏你还是现代人，一点原则都没有，这可是害人的东西，你居然想拿它帮你报仇。哟，本花姐还以为他会高高兴兴的同意，还算他有点良心。叔叔也高看他一眼，现在看来更加的不能油炸他呢。老乡，你别想了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。系统贪婪地盯着云哥，换个宿主好啊，还会主动帮我窃取气运，还有他身上功德，我也不会放过。你同意个屁！小爷我不同意。周明熙又被电击了，歪着脑袋口吐白沫，系统恨不得将他弄死。他的程序设定必须2人一致同意解绑，他才能换新的宿主。之前他想解绑，自己不同意，现在他同意，他又不干了。那本系统就电到你同意为止。云哥无力扶额。这个憨憨老乡，你听我说，我家的仇人那可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他可是当今圣上，残暴不仁，杀人如麻。他听信奸佞之臣，还非常信任神棍钦天剑副监正。我听我
爹说，整个朝堂由这个神棍做主。他说谁是贪官，皇帝老儿立马一刀抹脖子，整个朝堂都杀了一半的官员。我操，这不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暴君吗？这算什么？还有那个太子也不是个好东西，结党营私，私下干着见不得光的事，整个东林腐败的不行。还有当今的丞相，坏的流脓，与神棍一起把持着整个朝廷，据说要造反，连龙椅都准备好了。我的个老天爷，暴君奸臣，我到底穿越到什么鬼时空？可不就是嘛！我这13年过得小心又小心，之前气不过在街上骂过这个神棍，被他的爪牙听到，已经在朝堂上弹劾我爹呢。哎，说完，云哥揪了自己一把，眼泪是刷刷的往下流。屋外的众人，小花花，你可真的是太逗了！幸好皇帝老儿他们不知道，要不然你肯定逃不掉一顿的。哈哈哈！花花，你是要笑死比比，好继承我的遗产吗？当系统遇上地府3祸害，你猜谁更胜一筹？别哭啊！我同意让系统跟你，以后我也跟你混。咱们将暴君还有那个神棍的气运全吸光，然后弄死。系统一听他同意，立马解绑，一条乌黑的光束瞬间跑到云哥的体内，他脸上的笑容还没落下，下一秒，迎接他的便是2个浑身散发着寒气的小肥仔，外加1颗石头。胆子挺大，我家小花花表哥的气也敢吸，胆肥了。花花的功德之力你也敢惦记？比比打不死你，臭东西，敢钻本师爷的空子！系统，他浑身一抖，下意识的想钻出云哥的体内，砰的一下，系统被云哥设下的结界给反弹回来。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就不告诉你，叔叔，小石头，咱们上，薅死他！不要过来，我会发电，不怕死的你们就过来。哼，电流怕个屁，咱仨谁没被雷劈过似的？优越之时冷笑一声，当初他被劈的本体消散，都没哼过一声，生死不高吼一声，与小猪一起冲了上去。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啊！云哥看着3小只玩的愉快，笑道：将他的底细弄明白，有什么好宝贝全抢了。云哥可不傻，系统没好东西才怪。周明熙试着呼唤几声，系统没回应后，他将目光落在云哥身上，跑到你那边去呢。呢，现在玩的可高兴，可兴奋，还说我这里挺好，嘿嘿，凄厉的惨叫声，认错的求饶声，别提有多好听呢。那就恭喜你了，希望他能控制得住这个系统吧。只是他刚说完这句话，脑中一道灵光闪过，我好像记得崔兄说过，我的姑姑嫁的好像就是丞相，而老乡叫崔明熙表哥。老乡，你爹官拜几品？1品，当今丞相云啸天。那你爹不就是要造反的？错了。云哥伸出一根手指摆了摆，随即小腿翻转，一把金灿灿的龙椅就出现在周明熙的眼前。在他的震惊下，云哥直接坐了上去。我爹不造反，造反的是我。对了，那个所谓的神棍也是我，惊喜不？意外不？你不会是要效仿咱们历史书中的那位自己登基成女帝？我的个乖乖，我的这位老乡志向远大。女帝不干，我要统一天下，称霸这个世界！我要统一天下，称霸这个世界！云哥激动的高吼一声，生死不打的正嗨。听到这句话后，赶紧的附和一声：对，我家花花要称霸世界！外面的崔家众人，崔宏远与崔时彦父子俩看着那金闪闪的龙椅，还有小外孙女外甥女的激昂发言，同时抹了一把额头上渗出来的冷汗。爹，我记得龙椅不是被皇上搬回去吗？难不成肃亲王又给偷出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外祖父、老舅，你们别担心，这把龙椅是小妹从北疆偷来的，这是皇上也知道的。众人不可置信地看向云威，你说真的？云威点了点头，众人瞬间松了一口气。祖父，你们上朝的时候，我们老崔家人的命是不是反复在生死边缘上横跳？崔宏远与崔时彦含泪点头。屋内，周明熙被云哥的大胆发言踢得一愣一愣的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完整。你别你了，嘿嘿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。周明熙心尖尖又一颤，本大人可不是你口中的老乡哦，我乃阴间神司云哥。说罢，云哥周身气息翻涌，额间花纹浮现，五指成爪，朝着他的脑袋袭去。周明熙瞬间吓破了胆，他尖锐的嘶吼一声，瞳孔无限放大，来自灵魂的撕扯感让他双手不自觉地揪着衣领。云哥眸光凛然，另一只手中动作持续掐诀转换。周明熙，不要再睡了，快点醒过来！假周明熙看着自己的灵魂从身体内剥离出来，脸色痛苦到扭曲，凄厉的惨叫声让崔家众人咽了咽口水，崔景初心都快要跳了出来。这个小表妹，她以后绝对不会像小时候那般招惹她了，毕竟小命要紧。假周明熙被云哥给抓了出来，他眼神呆滞地看着那具身体。云哥暂时没管他，给地上的昏迷的周明熙探了下脉搏，所幸没有什么大碍。你傻你！本阴司大人又不会吃了你。
贾周明熙张了张嘴，瞪着一双受惊的眸子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此时，生死簿与判官比将系统打得半死，将他体内的东西都耗光后，揪着半死不活的他给拖了出来。小花花，这个系统被我们收拾得快要死机，接下来如何弄它？我想炸它。判官比举着小手，将油锅拿了出来。不知道这玩意好吃不？贾周明熙，他此时可以说是一具灵魂，自然看到凭空冒出来的生死簿与判官笔。我操，他俩是什么东西？你才是东西！本大爷可是一笔定生死的判官笔，我书姐掌管命运轮回的生死簿，警告你哦，再敢说错一个字，弟爷我一会先油炸你当点心吃。生死簿、判官笔。云哥看着他那个表情，嘴角不由得抽搐。行了，别一副蠢样，本大人一会送你回去，如何？哦，银子大人，你说真的？回去好啊，我还有3000万的存款没有享受呢。云哥点了点头，掏出一块黑色的令牌，将刚收的小弟崔珏给换了过来。房间内浓雾渐起，霎时，浑身带着阴寒之气的判官崔珏便出现在众人面前。那强大的压迫感，让身为灵魂状态的贾周明熙恐惧的不行，身子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崔珏四处打量了一下，没有那位杀神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华大姐，不是，判官对他都毕恭毕敬的，那他的真实身份岂不是牛掰的很？判官崔珏满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坑阎王。华大姐，不是，也没啥大事，就是送一个人还阳而已。这还叫不是什么大事？崔珏都想劈头盖脸的将他臭骂一顿。别急，别急，另有隐情的。云哥赶紧的安抚着崔小弟，将小叔叔的本体翻了出来。你瞧，他原先是21世纪的人，被系统拖拽过来，命格上还显示活着。你再仔细感受一下，他是灵魂离体，不是真正的阴魂。确实是灵魂离体，好办。崔珏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把阴魂还阳，那还是好说。他又瞥了一眼生死簿手中盘完的那团冒着电流的系统，以及正在哼哧烧油锅的判官笔，那抽搐的嘴角就没有停过。他已经想象到以后的地府会有多么热闹，估计阎王爷的头发会被他揪秃吧。行了，我先把他带下去吧。崔珏似一只脚刚跨入鬼门，就神秘兮兮转过头。花太姐，给你透个消息，阎王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找到你喽，切记一定要把你的小渊渊带在身边哦。嘿嘿嘿 ，OK， 我家的小渊渊简直太厉害了，我好喜欢呀！解决完贾周明熙后，云哥将目光锁定在系统身上。放过我吧，求你们了！晚了，判官笔的活已经齐全了，从生死簿手中将系统拿了过来。花花，他已经没用了，东西都被我跟叔叔分割完，现在直接油炸他，如何？判官笔阴恻恻的一句话，吓得系统不停的挣扎。油炸，他会真的死机？不要，我还有用的，我不止自己吸收运气，还可以将运气全都反馈到宿主身上。云哥眸底幽暗一片，炸他什么玩意？我还需要运气那东西？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强气运。判官笔得令，将手中的系统摁进了油锅里。声嘶力竭的惨叫声伴随着噼里啪啦油炸声响彻整个房间。很快，一股烧焦的糊味传入众人的鼻腔里。判官笔准备撒调料的小手一顿，气得原地蹦跶起来。可恶，果然坏的彻底，连油炸都变了味，浪费比我的一锅好油。屋外的众人，爹，祖父，瓜吃完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撤了？崔景初收回目光，小声的提醒一句，不然等会就要被小表妹抓包。老夫腿麻了。崔宏远刚想站起来，那酸麻感让他一下子就软回去，慌乱间直接抓住崔时彦的肩膀，往后一扯，崔时彦紧接着抓住大儿子，一个拉一个，所有人全都摔坐在地上。屋外的动静引起云哥的注意。大门一开，今晚的月色不错哦，不如咱们去小酌一杯。儿媳呀，娘想绣一条手帕，这眼睛有点不好使，你去帮我看看。小弟，你不是说有功课需要问大哥吗？走，我现在给你讲解。嘿嘿，小妹，我说我想砸大表哥，然后迷路了，你信不？二姐，你们有事在瞒我哦。有吗？小妹，天色不早，我要回去继续睡觉。说罢，他落荒而逃。小花花，你有没有觉得不止你的家人、皇家人，还有一些官员时不时的不对劲？小花花，你有没有觉得不止你的家人、皇家人，还有一些官员时不时的不对劲？这种感觉他很早之前就有了，但命格上他们都很正常，所以他没有在意。云哥点了点头，他也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是家人、朋友，他很信任他们。这有啥不对劲的？花花暴露神通后，他们肯定非常好奇，时常关注花花的动态。就比如之前乱葬岗一事，让他们的眼界更加宽广。毕竟咱们来自阴间，一听就是索命的。他们早点接受花花的不同，等那天知晓花花真实身份，也不会怕他。花花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对你个大头鬼，怪不得是一支笔，整个身子从头直到尾，蠢。这边幽月之时若有所思的沉默不语，从他苏醒之后，也发现众人的不对劲。幽月之时想到自己原本的能力，塑魂魄，
转阴阳、掌空间，还有倾听之力。但我不是被天劫劈的，只剩下一缕神魂，一定是我多想了，一定是自己现在就是个残废，除了偷地府东西就是牵红线，再不济就是帮着小破花干架加骂人。优越之时，自我安慰一顿后，就抛之脑后。云哥在崔家又待了几日，搅得崔宏远着实心烦，揪着云哥的衣领将他丢回了云家。离开之前还放话道：1年之内不准他上崔家。先祖已经将他与死丫头拉入黑名单，那丫头只要一靠近祠堂，大门就会立刻关上。而他晚上也被先祖一顿胖，还警告他，这丫头再待着崔家，就别怪他们也不客气了。娘，外祖父一点都不可爱。崔婉欣嘴角抽抽，她可没有错过他爹那满身的幽怨。这丫头看来将崔家闹得有点凶哦，回来也好，明天是元宵灯会，到时候你可以尽情的玩。真的？云哥欢呼一声，蹦跳的朝着房间跑去。在路过阴司堂时，他脚步一顿，拐着弯的走进去。坏了，这阴司堂不是我娘费心费力要供奉的，上次来看还有香火，现在这供桌上都积了一层的灰。嘿嘿，瞧吧，你混的也不怎么样，这才多久时间，我娘就将你忘记，果然还得是财神菩萨长久呢。罢了，看你这么可怜，花姐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上一炷香吧。嘿嘿，小花花，你是想让阎王早点找到咱们，然后借着小渊渊的身份，咱们群殴他？生死不激动啊！打过判官后，终于可以干阎王。花花，比比这里有一把刚从系统那里得来的电锯，滋啦一声，咱们拿它对付阎王，哈哈哈！判官比笑得一脸猥琐，从肚子里掏出好多热武器。花花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。那个坏系统说这是什么狙枪，一枪爆头，还有这个什么弹，一拉这里尸骨无存，还什么炮的，太大了，这里装不下。他们仨围坐成一团，研究着新型宝贝。而另一边的阎王刚收到崔珏传来的消息，后背不由得阵阵发凉。元宵灯会，太子大战俩奶娃。我说你能不能争点气，把媳妇抢过来啊？来，你把这2个娃搞定，我就去捞我家的小丫头。堂弟，不是我说，2个奶娃都搞不定，要你有何用？我聪明，眼看情况不对，立马丢弃手中的小玩具，反手就搂着南宫渊的脖子，呲着牙，凶狠地瞪着太子。你走开！嘿，你这个小屁孩，人不大，还挺凶的。太子看着与吃瓜精相似的容貌，从胆边生，伸出手想揪一把他的小脸蛋。小家伙袖毛一蹙，在太子马上要靠近他时，小手从怀里一掏，我打死你！太子的手结结实实挨了一砖头，小家伙凶神恶煞的高举起手中的小木砖，目光盯着太子的脑袋，那想开瓢的气势，简直就是翻版的吃瓜精。不是，你们云家是生产出砖头的，怎么人手一块？太子给逗乐了，想继续逗弄这个小家伙，没想到旁边的小女娃看准机时，顶着几颗小米牙朝他手背咬去。果然是一对，这小丫片子还知道护短。现在知道这俩小家伙有点难搞了。微微小辣椒，你未来的夫君来了。众人努力的憋着笑，目光在2人身上打着转。这个二货。你瞧瞧老三，再看看你能不能学着点。说罢，他一摆一撩，起身揪着老三的衣领给拽到他们这里来。他俩都没碍着媳妇，老三这个坑货也别想。还来干嘛？我要找小辣椒，小辣椒不带这么拆散鸳鸯的。3人同款怨气，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自家媳妇。云哥感觉落在身上那炙热的目光，就看到他家的小渊渊正幽怨的盯着他。糟糕，我居然把正事给忘记了。哎，果然妾室太勾人，让我招架不住怎么办？小渊渊，你坐过来。云哥将3姐挤走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。呜，小妹居然不要我了。南宫渊嘴角都要裂到耳根后，抱着2娃，得意一笑。瞧，还是我的小媳妇好，第一个把我想起来了。哼，太子抵了抵后槽牙。三坑坑，你也过来！哼，见色忘义的小妹，亏我还想着以后当陪嫁呢。来了，皇兄，就你最惨，嫂子完全将你忘记了。太子嫉妒的脸都要变形了。忽的，外面传来一阵阵喧闹声，还夹带着惊慌失措的呼喊：“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来人啊！我家小姐还在船上，快救我家小姐！”公子，你在哪啊？众人一惊，太子赶紧起身，眉心不由得一蹙：“怎么回事？哪里走水了呢？”回殿下，不是我们的船，是旁边的一艘游船，火势有点大。吩咐下去，安排人首先救人。太子一声令下，侍卫们蜂拥而动。云哥袖中的小手弹出一道阴气，火势逐渐缩小，船上人员均未受伤，顶多就是受到惊吓。南宫渊眸光暗了暗，他没有错过小媳妇指尖上的异样，以及自己腿好之后，他居然看见了生死不与判官比的存在，还有一颗会说话的石头。只是为什么我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看到这些东西？还有上次的诡异梦境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多谢殿下出手帮忙。众人捡回一条命后，齐齐朝着太子道谢。
哼，什么太子帮忙？那是我家小花花出手好不然那火怎么会变小？还没烧到你们。就是，真等太子的人手去救，你们不是跳船就是烧成了炭。判官比翻着小叔叔的本体，嘀咕着：果然，原来的记载是2人烧死，1人淹死，还有众多下人也遭了大罪。哼，一会比比给你们添几笔，让你们谢错人，今晚通通做噩梦，被鬼吓吧！嘿嘿嘿。获救的众人，某个少年浑身一抖，快的上前。永安公主也在啊，怪不得咱们能获救，原来是公主的福运庇佑了我们啊！那就多谢公主的救命之恩。我也听说公主是东邻的福星，曾经挽救数万人性命，在此谢过公主的庇佑。多谢公主。太子殿下，咋地？难道我就没有出手帮忙过？云哥，好说，嘿嘿嘿，被当作是福星啊。可我更喜欢祸害或是恶霸，这样才更显得我更加霸气。生死簿，哎呦喂，认知挺清楚的，那就勉为其难的放过你们吧。众人悄咪咪的松了口气。优越之时一直关注着众人的神色，不由咯噔一下。让我重新再捋一捋。小破比说要让他们做噩梦，那些人立马就给小破花道歉。小破比说放过他们，他们神色马上放松。优越之时捂着小心脏，飞到窃窃私语的2个小丫头面前。简念之，你别露出那副不甘的神情，整个京城都知道永安公主是不能惹的，你别头脑发热，上去挨揍。粉衣少女好心的提醒她一句，以前与她是好友，自打知道简念之不能听到公主的心声后，她已经渐渐的跟她保持着距离。我知道。简念之敷衍的回了一句，随后目光害羞的落在世子南宫渊身上。粉衣少女大惊，别管他，他听不到公主的心声，跟我们不是一伙的。等惹到判官比，有他好受的。优越之时，一道惊雷炸得他眼前阵阵发黑，他仿佛已经看到小破花他们举着混元撼天砖，拿着狼牙棒，凶神恶煞的要砸碎他。这下我是真的要完蛋呢。所以说自己跟小破花他们仨绑定一起，因我的倾听之力，让一部人都能听到他们3个的心声，说不定还有我自己的。不对，这特么的不对啊！倾听之力明明是听外界之声，怎么在小破花这里完全是相反过来？难不成是我本体没恢复，这能力少了1根筋，倒反天罡了？天啊，来个谁救救我吧！小破石，你干啥呢？在那转个不停。地府4大祸害开心吃瓜，殊不知他们的心声全被泄露了出去。叔叔，花花，大新闻，石头居然会掉眼泪。嘿，我是被吓出来的冷汗。悠悠，你咋了？谁欺负你呢？告诉花姐，我给你找场子。舒锦也给你找场子。优越之时，嘴巴张了又张，眼瞧着他们关心自己，心中的负罪感更深，但他又怕说出真相，怕被打死。那个花花叔叔，小比比，咱们以后那啥，就是咱们以后内心少一点惊天发言，如何？云哥他们仨诧异的看着优越之时，不是小悠悠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咱们可是新出炉的4大祸害，要的就是口无遮拦，叫嚣天地之间，怕个屁！生死不相识，看叛徒般的盯着小破石。以后跟我们混，这种想法不准再有。小花花历劫之后，咱们还要继续闹地府，懂不？绝不能怂。对，花花打头阵，悠悠抢宝贝，叔叔当指挥，比比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，打倒阎王，干翻5方鬼帝，抢了丰都大帝的位置。判官比激昂发言，吓得一花一树一旦差着跳起来。大可不必，花姐我只想揍阎王。丰都大帝啊！云哥表示，那不是他敢肖想的。花花怕啥？咱们不是有小。判官比的后半段话被优越之时用身体堵住他的嘴，小声的警告道：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他们4个现在就是一个大漏勺，还是漏得彻彻底底，不能再爆猛料出去。判官比气得瞪大眼睛，优越之时打量着众人的神情，那种表面淡定，实则微侧着身子，竖起耳朵偷听的小模样。为什么小破花他们一个都没注意到？心累啊！要不我摆烂算了，反正自己真实身份他们不知道，有什么能力也不清楚，更不会想到是我造成的。大不了我以后装傻充愣。此时简念之稍稍整理了下有些凌乱的衣服。肃王府内定的公主又咋样？虽然我的身份与地位斗不过她，但我温柔又善解人意。比起永安公主的凶狠，男人最喜欢吃我这一套的。哼，永安公主，这杯酒念之敬你，多谢公主的救命之恩。哼，鬼的救命之恩，明明是太子殿下帮忙，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咋想的，偏偏要往他的身上安符印2个字。云哥看着酒，那眸光顿时亮起。酒。太子警铃大作，青楼那刺激的画面瞬间浮现眼前，让他浑身一颤。花花，你不准碰！敢给小花花喝酒，舒姐我骂死！可云哥压根不理，在他伸手要接过时，太子直接抢下，转头就对进南宫渊的嘴里。我的酒啊，我的酒啊！
太子这个王八蛋，今晚我就要拐了小美人，抬你去乱葬岗。太子欲哭无泪，南宫渊危险地盯着他。还不下去？这女人还真是会找麻烦。等一下，你把你手中的那杯给我呗。太子神色一凛，简念之小手抖动，酒杯直接掉在了地上。云哥气得猛看向太子。小哥儿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晚上小渊渊，我陪你溜进东宫，撬开库房，打晕太子，绑了他媳妇。南宫渊可没忘记刚才对他的酒，差点呛死他。太子面无表情，心头骂死这个王八犊子。来，吃点心，消消气。小渊渊，还是你最好，我最喜欢你啦。南宫渊闻言，笑得一脸褶子。我也是。太子一热，这个堂弟不开窍之前清冷的吓死人，开窍后腻的吓死人。而这边躲在暗处的萧梨花，熟练地掏出小册子。未来世子妃随口哄一句，世子笑得不值钱，狗尾巴翘得老高。你又闲，你当真不怕主子又收拾你？你懂什么？等主子大婚那天，这是我给世子妃的礼物，让她知道咱们世子是从什么时候沦陷的，又干了些什么蠢事。微微小辣椒，我也最喜欢你。三皇子学着自家堂弟，也给云薇投喂一块点心，结果反手遭到一通小玉砖伺候。为什么我家这位的反应跟自家老大不一样呢？简念之呆呆地愣在原地，他看着原本该高高在上的世子，甘愿为恶霸跌落尘埃，那颗嫉妒的心隐隐在作祟。白衣少女赶紧将他拉了下去。简念之，想安稳的京城待下去，奉劝你别去找永安公主的麻烦。简念之的目光暗了暗，袖中的手指捏得泛白，生死不察觉到他的怨气，小脸陡然一垮，快速地翻着本体，所有对小花花不怀好意之人，他要通通给碾压死。简念之眸中的嫉妒一点点被压了下去，他看见世子一直在吃桂花糕，瞥了眼自己面前的那盘，唇角勾起，突然换上另一副面孔。世子，原来你也喜欢吃桂花糕，念之这里还有一盘。放肆！你居然敢毒害本世子！世子，我没有要害你，念之只是想送一盘点心给你。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，本世子不喜甜食，对桂花过敏。本世子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倒好，还上赶着送上来，怎么是想送我去见阎王爷吗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云哥盯着手中被他吃掉一半的桂花糕，沉默了。对哦，我想起苏王妃曾说过，小渊渊好像不喜甜食。南宫渊没再搭理简念之，握住小媳妇的手腕，将刚才没吃完的桂花糕给喂到自己嘴里。小哥儿，桂花糕好吃，甜而不腻，你再喂我一块呗。放心，我不过敏的，是其他人的我才会过敏。众人。当绿茶丰都大帝遇上顶级白莲花，谁的演技更胜一筹？糟糕，他这样实在太令人心动了。等花花快要招架不住了，小花花淡定，不能被小渊渊牵着鼻子走。想想你的后宫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判官比巴拉着花花的头发，想让他清醒一点。小哥儿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他想要勾引我，你可得把我看牢了哦。众人。世子，我只是想能站在你的身边，不会破坏你跟公主之间的关系。你为什么就不待见我呢？刁民，你不仅想毒杀我，还想我被开瓢，你到底有何居心？我没有，为什么世子一定要误解我呢？永安公主，你善良又大度，平时里还要上朝处理公务，陪伴世子的机会应该会很少。念之恳求公主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公主，你应该不会擅妒的吧？世子身份尊贵，难免会有妾室的。哼，你眼瞎呀？什么本世子身份尊贵？明明小哥的公主身份比我高出几个档次，好不？还纳妾，本世子还担心我这个正室之位能不能长青不倒。小哥儿他还敢道德绑架你，砸他，开他的瓢。哼，觊觎本世子的美色，也不看看我身后站着的女人是谁。小哥儿放心，小渊渊我自始至终只取一瓢。嘿嘿嘿。简念之闻言，晃动着身体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南宫渊压根不看他，继续凑到小媳妇的耳边说道：“小哥儿，咱们杀鸡儆猴，而他就是那只。”南宫渊眼神狠厉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简念之不敢置信地盯着南宫渊。世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喂，小花花，咱们听小渊渊的，杀鸡儆猴，拿他开刀。小渊渊可筋大腿，可得看好，等阎王找来，还要借他的事。云哥眸光闪动，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个女的来者不善，抢他的男人，活腻歪了。他小手一翻，控制着力道，砰的一声，混元撼天砖直接砸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裂开一道缝隙。众人头皮瞬间发麻。小渊渊是我的。云哥警告地盯着简念之，他看上的男人谁敢抢，直接开瓢。简念之满脸的不甘，还想继续说些什么，人群中的简念书不得不站出来捂住他的嘴。闭嘴，跟踪回去好，爹都不会去招惹公主。你是真的想脑袋被砸碎吗？简念书他是真的很厌烦这个妹妹，两面三刀，在爹娘面前他嘴甜会讨好人，惹得家人都喜欢他。简念之愤怒地盯着简念书，一把将他的手打掉。
我不信他真的会砸。你别不信，我家小妹那是真的会砸哦，不只是她，我也喜欢砸人的。云薇适当的插了一句嘴，将小玉砖摆在了桌上。砸，我也帮姐姐砸。地府有2大活宝，一个是天天摸鱼吃瓜的生死簿，一个是不安分的曼珠沙华。这俩货凑一块，地府的八卦被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小狗路过都得被盘问祖宗18代。阎王实在忍不了，直接把他俩扔到人间回炉重造。砸，我也帮姐姐砸。小家伙手中拿着小木砖，表示要给自己的姐姐撑腰。简念之猩红着眼，死死咬着下唇。公主，你不能这么的自私，世子他又不是你一人的。云哥狠狠亲了一口小家伙的脸蛋，将他搂到自己的怀中。你是真的想找死？云哥在抬头眸时，一股强大的杀气直面朝着简念之袭去。霎时，简念之双腿发软，被一股阴冷气息锁定，让他心底发寒冷。对上云哥瞳孔的那一瞬间，他身体止不住的发抖，仿佛再多说一句话，等待他的便是死亡。在场的众人均不说话，都被云哥身上的戾气给震慑住。不如本公主帮你算上一卦吧。云哥嘴角轻扬，把挣扎着的小女娃给抱了过来。俩小只安安静静的坐在云哥怀里。南宫渊专心致志的给3人投喂小零嘴。小叔叔，给我盘他。要不是有2个小娃娃，怕会吓到他俩。云哥早就一砖头给他开瓢，扔回水里。不劳烦公主殿下。姐，我出去透透气，去外面。我要上岸，快送我回到岸边。哼！南宫渊眼睛一挑，随手拈起一颗花生米，点了他的穴道。永安公主替你算命，怎么能走掉呢？南宫渊冷冷地说道，他可没有错过他眼底的惊慌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。小花花，他爹是通政司简明章，是个好官，但他的跟随了他亲娘，是个黑心的，陷害嫡姐，打杀下人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变脸戏码可谓是登峰之极。简念书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不可能，我娘很温柔，很善良，不可能是生死不说的那般。哎，这届大臣不仅身体不行，那眼光也不咋的，娶这样的媳妇回来，也不怕他把这个家搅天翻地覆。小花花，错了，简夫人是个好的哟。哇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朝中没有黑心污吏可抓，没想到这些大臣们的后宅狗血戏码参差不断啊，不是戴绿帽就是换孩子吧。对，小花花，你答对了一半，这个简念之其实是小妾秦姨娘的女儿。简念书浑身一怔，猛地看向这个妹妹。小花花，当年简夫人与秦姨娘同时怀孕，简夫人难产，生的是个儿子，这也导致她后来不能生育。秦姨娘先生下的是女儿，但她心思坏，早就收买稳婆那边，不管简夫人生的是男是女，她都要把自己的孩子换过去，谋一个嫡出身份。那简夫人的亲生儿子呢？不会变成她的，当庶子吧？没有，秦姨娘不会给自己留下隐患，她谎称自己孩子早夭，实则让稳婆。众人。好恶毒，真的是太恶毒了！云哥听到生死不讲的这些，气得一掌拍下面前的桌子，咔嚓一声，应声而碎。云哥，南宫渊立马用内力将碎渣扫开，将太子面前的桌子给拎了过来。小哥儿，手疼不疼？下次要拍桌子，你给我说，小渊渊替你拍。太子，咦，幽月之时，这是我主人，脑袋是被门夹了吧？小渊渊，你怎么呢？小花花，你还要吃瓜吗？不吃我就不说了。哼，果然，男人就是影响女人拔刀的速度。吃！云哥立马转头，气得南宫渊朝着生死簿瞪了好几眼。幽月之时，不是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刚才主人那个家伙是不是在幽怨的瞪着小破叔？地府3祸害暴打绿茶白莲花，毒害丈室，残害嫡子，够的。花花，其实简念之早就知道自己的亲娘是谁，简夫人一直未朝中毒方向想，其中就有她的遮掩。毕竟谁家的亲生女儿会毒害母亲呢？众人。对了，简夫人的儿子没死，当初那个稳婆不忍，就放在盆里，随河漂流，被一对农家收养，被教养得很好，全家供他读书，已经在赶考的路上。简念书上一秒恨不得要杀了简念之，下一秒喜极而泣。他之前真的担心他娘如果知道弟弟早死，会不会承受不住？这下可好，他没有死，还马上要到京城，总算是听到一个好消息。可惜那对母女遇到本公主，咱们今晚就将他俩的美梦搅得粉碎。小花花，再给你一个劲爆消息，之前他们乘坐的船会起火，就是简念之母女干的。他们想弄死简夫人唯一的女儿，之前说2人烧死，1人淹死，淹死的就是简念书。水里早就埋伏2个水性极好的人，趁着大火，简念之拉简念书跳船逃生，一个救人，一个害人。事后也只会探简家大小姐命不好。小渊渊，一会记得给他俩捂住眼睛。小哥放心，你尽管打头阵，小渊渊替你镇守后方。南宫渊笑着应道，随即将2朵花招来，去把那2人找到，还有通知简大人过来。是，主子。萧杏花先离开，南宫渊盯了一眼萧梨花怀中鼓起的部分，是交出来，还是回玄甲里？
主子，这是永安公主要看的，属下已经改版，记录的都是你们甜甜蜜蜜的画面，主子真的要毁掉。南宫渊一怔，轻咳一声。既然是小哥要看，那行吧，你就继续写，不准损坏我形象，多记录我与他之间的小甜蜜。嘿嘿，放心，主子，梨花还是非常靠谱的。简念之，做好准备哦，本公主要先揍你一顿再说。云哥朝着自己的拳头哈了一口气，一拳砸了下去。惨叫声惊破整个夜空，紧接着云哥的拳头又落在他的身上。让你抢我的男人，小渊渊是我的，敢打他的主意，先收拾你这只。我倒要看看以后还有没有猴子再跑来抢小渊渊。小哥儿，使劲的揍，咱们就要杀鸡儆猴。我跟你说哦，那些贵女们见我不残废，一个个的都盯上了我。小渊渊我一出门，不是朝我丢帕子，就是抛眉眼，还有假装跌倒，想赖上我的。幸亏我闪得快，不然清白就不保了。闻言，云哥手中的力度又加了几分。以前不见得有人抢小渊渊，现在一个两个的全都冒了出来。小花花狠狠的砸，他手中好几条人命，更不用说这次，要不是你出手，还要死几个人呢？花花他能死不？我是先画，还是先点油锅呢？花花他能死不？我是先画，还是先点油锅呢？人群中曾经假装偶遇的一些贵女们，浑身颤抖的不行，一张小脸苍白的没有血色，素王世子，他们不敢再打他主意了。永安公主，你仗着身份殴打关园之女，我要到刑部大理寺告发你。呵，还有力气说话，看来打的还不够，还敢动我家小花花，舒姐我扎死你！生死不从小圆肚里掏出2根极小的绣花针，分给小破比1根，这还是他之前偷拿花花3姐的，小巧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关比想掏狼牙棒的手一顿，叔叔还是你聪明。俩小只阴恻恻的笑着，针尖在烛火的照映下散发着寒光。我扎死你！抢花花男人，比比也扎死你！救我！太子殿下，世子，快救救我！众人齐齐咽了咽口水，不愧是开瓢公主加恶霸名号，丧尽天良。南宫渊捂住2小家伙的眼睛，痴迷地盯着小媳妇。太子，你瞧，我家小哥为了我冲锋陷阵，消灭敌军，这英姿多飒爽！看来以后我就靠媳妇撑腰了。软饭男，我吃软饭，我乐意。不像你，连个媳妇都看不住。小哥要见后宫群，我这个正事就大度一点，明天就把堂嫂给接过来。那感情好，今晚回去我就打包。媳妇，你若真去，我就也打包陪你去，干不过就加入，不要天天给这个堂弟添堵。我让姑好过，那他也休想跟吃瓜金粘在一起。三皇子眼珠子一转，将头也靠在云薇肩上，道：微微小辣椒，我也想吃软饭，你以后可要多多保护我。云薇深吸一口气，手中的小玉砖亮了亮。三皇子立马端坐起来，堂弟这个软饭男，哪有女人保护男人的？微微小辣椒，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学他。南宫渊一记眼光看向三皇子，好了，抢我小渊渊的仇已报，咱们现在说说算命一事吧。简念之面色大变，但是全身痛得发出不声来。放火烧船，淹死嫡姐，伙同妾室亲娘，毒害正室夫人。简念之，本公主说的对吗？简念之惊惧的瞪大眼睛，你胡说！他用力的挤出几个字，眸色如死灰一般的盯着云哥。他后悔了，为什么当时不听朋友的劝阻，偏要去招惹这个恶霸？白眼狼，母亲对你不够好吗？你居然敢下毒，怪不得我对你一直不喜，感情你是妾室之女。简念书眼神赤红，对准他的脸狠狠扇了几个巴掌，像是在发泄心中的怒火。那个，别打了，再打他就要死了。云哥往后退了一步，我的个乖乖，他一出手，整口的牙齿全都扇没了。幽月之时叹了口气，人家早就从你心手里知道真相，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就等这一刻呢。不行，我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吧，等恢复一些实力后，再尝试着把这倾听之力给封印住，不然等到真相那天，我怕是真的要碎成渣。幽月之时立马回生死簿的空间之中，开始打坐起来。生死簿有点诧异，但并没有多想。游船靠岸，陈哲翰带着官兵，简明章押着秦姨娘，还有当初的稳婆以及曾被收买的嬷嬷，全都守候在岸边。爹，快救救我啊！谢公主出手相助。好说好说，小事，简大人不必多礼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，嘿嘿。简明章，怪了，小叔叔，咱们刚扒完简家人的瓜，他动作那么快的就将人给一网打尽呢。众人表情瞬间一僵。那小花花，你等下，我去翻一翻。南宫渊立马站了出来。小哥儿，那船起火的太突然，太子觉得蹊跷，派人去探查一番，没想到从水里抓到2个黑衣人，顺藤摸瓜，居然是简家妾室在搞鬼。生死不招本体的手一顿，与云哥齐齐的看向太子殿下。太子嘴角一抽，心中想骂娘。对，没想到简大人如此聪明，姑的手下提点了一下，他居然还能发现当年的真相。
多亏殿下提醒及时，下官赶回家正要跟秦氏对峙，没想到看到他对夫人下毒手，立马审问，这不什么都审问出来。捂着嘴的秦氏。不过还是要多谢永安公主，是你的福气让火势变小，太子这才抓到可疑之人。原来是这个原因，还真的是太巧了吧！小花花，你不觉得这巧的也过于顺利？哎呀，花花身上有功德，妥妥的小福星嘛！判官比回了一句：“有小花花在，一切不合理都会变得合理。”众人松了口气。空间中的优越之时，默默地留下2行清泪。对了，简大人，你亲儿子叫郑秉直，赶考的学子，养家不仅救下他，待他如亲生子，希望你能好生对待这家人。公主放心，我知道该如何做。他会默默观察，等春闱结束后才去找这个丢失10几年的儿子，以及报答郑家人。云哥点了点头，他要继续逛灯会。那不是我家的小老四吗？云哥指着某个熟悉的背影，疑惑出声。见他鬼鬼祟祟的，提着裙摆跟了上去，奈何街道人挤人，云哥都快跟不上。小花花，没事，叔叔我先行一步。有瓜吃，有戏看，生死不跑得比谁都快。毕竟自己可是地府吃瓜小能手，要掌握第一手情报。花花，比比要去看住叔叔，免得他一会跑丢呢。真是操碎了我的心。判官比一本正经的丢下这话，那对小翅膀都快扇出残影。你们俩小混蛋，又将我给抛弃！云哥气得怒吼一声，直接猛扎进人群中。小哥，云薇与江思锦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紧跟其后。哎，微微小辣椒，阿姐。小花花，快点跟上！你家的小老四跟踪的是你二姐，你二姐要被人骗了。什么？好你一个小老四，敢骗我二姐！砸不死你！家人是他的逆鳞，哪怕是小弟都要靠边站。说罢，小金砖赫然出现在手中。不是，你家的小老四是要保护你二姐的。元宵灯会，人山人海，那些拐孩子的、拐少女的全都冒了出来。你二姐心善，遇到小孩子迷路，哭求着想你二姐帮他找父母，或是送回家，实则几个大汉就在巷子里等着。什么？小花花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看过你二姐命格，她生死不要说出口的话，瞬间顿在喉咙处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。只因花花二姐的命格正在疯狂更正。小叔叔，你咋不说呢？小花花，你还记得我曾随口说了一句，你二姐的姻缘是被人英勇救美，一见钟情。云哥脚步顿住，小表情霎时裂开，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南宫渊与三皇子猛地对视一眼，不会那么的凑巧吧？小叔叔，小老四该不会就是我未来的二姐夫吧？天啊，我总共收了3个小弟，一个变成自己的小娇夫，其余的2个全都变成完成的姐夫。答对了，小花花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呵呵，小叔叔，我感觉不是在收小弟，像是在给云老爹找女婿的。花花，那咱们要不要急着去救你二姐？不救，去看戏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英雄救美。嗨，小花花，英雄救不了美，你二姐命格更正，她没被骗，早就看出不对劲，已经让丫鬟去报官，再加上身上有你给的平安扣，这才让她壮着胆子一探究竟。哎，不愧是我二姐，像我但救不了美，那所谓的一见钟情还能续不？命格更正，姻缘不断，你家的小老四注定是你的二姐夫。嘿嘿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的跟上去吃大瓜！云哥一行人踮着脚尖跟在小老四的身后，反观上官文铎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云雅身上，从而忽略了身后的几只小尾巴。这王八蛋明明排行小老四，这下可好，居然窜到前面当姐夫呢！微微小辣椒，你当初怎么就不跑快一点呢？哈，当初德妃娘娘生你的时候，怎么不把你的脑子一起带上？活该！南宫渊冷哼一声，他才憋屈，自己排第2，结果全都变成他的姐夫。小哥儿，你等等我，吃瓜要配小零食。小渊渊这里有好吃的鸡腿、牛肉饼。没眼看这个堂弟，下一秒，微微小辣椒，小坑坑这里也有瓜子哦。噗呲，江思锦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他向来循规蹈矩，这还是第一次笑得这般肆意。云清墨环顾1周后，大着胆子牵起江思锦的小手。云家氛围很好，以后不必隐藏着自己的性子，做自己即可。你先松开，被人看到会不好的。怕啥？你瞧小妹对待世子的态度，从不掩饰她的喜欢与占有欲。三妹也是大大方方的接受三皇子，我是他们的大哥，岂能拖他们的后腿？江思锦愣愣地看着他，心如肋骨，不再害羞地抽回手，两人携手而行。后边又冒出无数个人头出来，若是仔细一瞧，全都是跟云家有姻亲的关系，陈家、江家、肃王府以及新上任的上官家。
京城最大瓜田今日大丰收，陈江肃上官4家集体联姻，现场竟秒变相亲拍卖会。亲家，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！亲家的亲家，咱们以后也是一家人呢。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，顺便聊聊孩子们的亲事，看看几家谁先定下如何？好主意，那走。几家人不吃瓜了。陈哲瀚与上官燕两人在猜拳，谁输谁留下主持大局。一会带兵将人贩子一网打尽。肃亲王今天心情好，洗了10来天的裤衩子，皇兄终于将他放回来，媳妇也暂且的原谅了他。他大手一挥，从怀中拿出令牌，不用担心，有小丫头在，还怕他们跑了不成？本王来安排人手，保管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肃亲王手握兵权，调的是他手下的将军与将士，他的这一骚操作，吓得文宣帝差点摔倒。他娘的南宫临正在皇城给老子调兵抓拐子，朕还以为他是要给小丫头造反夺皇位呢。文宣帝气得翻白眼，在书房破口大骂：去将宫里所有太监与侍卫的裤衩子全都收集起来，老子要让他洗上大半年。反正北疆送来了合约，现在也用不上他去打仗。哎呦喂，皇上不气不气，气坏龙体以后如何吃瓜？肃亲王就是个混的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肃亲王哟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飘了。走，出宫，朕倒要看看这几家人在搞什么鬼。文宣帝袖袍一甩，气呼呼地朝着宫外走去。崇华宫，什么？皇上那个不孝子居然跑出宫吃大瓜？太后声音不由得拔高几分，随即高兴地收拾着行李，准备出宫投奔小姐妹去。太后，你信不信你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皇上的暗妹就会把你给嫁回来？谁说我要去投奔小姐妹？哀家这是要去肃王府，让肃亲王给我养老送终。哼！另一边，上官文铎小心翼翼地跟在云雅身后，急得不行。小狗蛋干得不错，这次居然管了一个大美人来，回去之后大赏。嘿嘿，疼，你瞧好了，我再去哄骗一些人过来，他们可真傻。小爷我装可怜，就引得他们同情心泛滥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跑，只是他没有想到，刚拐个弯，被上官文铎直接一记手刀将其打晕。哎，漂亮！老大，别被他的假象给骗了，他的武功跟我一样，半斤8两。别搭理他，两人虽说都是3脚猫功夫，好歹上官文铎要比他强上一点。三皇子满脸的不服气，却被云威的小玉砖给震慑住。大美人，不如先让大爷我摸一把呗。摸你！云雅看着伸向自己面前的猪手，眼神狠厉，从怀里掏出小铜砖，二话不说的砸了下去。上有小妹给的平安扣，他跟爹他们私下实验过，有点像小妹身上的护身神器，不然他才不敢独闯进来。而另一边，上官文铎眼瞧着云雅要吃亏，直接跳了出来。云儿小姐别怕，我来保护。上官文铎惊恐地瞪大眼睛，脚下一个趔趄，最后那个你字被他生生地咽了回去。不愧是老大的姐姐，每人身上都带着独门杀气。哟，哪里来的小白脸？怎么这是想来一出英雄救美？小弱鸡，你可知她是谁？有没有听过京城开瓢公主的名号？那可是令人闻风丧胆、心狠手辣，一块金砖砸遍京城的恶霸。哼，她就是开瓢公主的妹妹。若是想活着离开京城，那就放了她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就等着我老。哼，她就是开瓢公主的妹妹。若是想活着离开京城，那就放了她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就等着我老。上官文铎狠话没放完，脸上就挨了一拳。动手之前能先打个招呼吗？云哥，小叔叔，你确定这个货之前的命格真的是英雄就没我二姐？是的，小花花，但原本记载他是拼了命的护着你二姐，让她先跑，自己留下来被他们打的只剩最后一口气。上官文铎足足在床上躺了3月之久，也是那拼死一护，让这两人看对眼，最后走到一起。哇哦，那更改后的命格呢？小花花，你自己看，小花花给云家人送平安扣，这不胆子大了，有底气，都敢硬刚了呗？那送你下地府之前，是不是要提前给你祖宗打个招呼，让他来接你？哈哈哈哈，那感情好啊！上官文铎忍着脸上传来的痛意，挺直腰杆子，他可是地下有人。不过还是你们先下去给我先祖打个招呼，不然他们找不到路来接我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别跟他废话，我先解决掉他。云儿小姐，我拦着他们，你先跑去找我老大。云雅眨了眨眼，低着头看向小妹送的平安扣。上官公子，你不必担心我，要不照顾好你自。他还没说完，只见上官文铎朝着他们冲了出来。云儿小姐，快跑！紧接着，上官文铎惨叫声便传入云哥他们的耳里。疼死小爷了！打人不打脸，你们懂江湖规矩吗？上官公子，云雅惊呼出声，想要跑过去，却被另一个壮汉拦住了去路。简直没眼看，一招就被壮汉给打8下。嘿嘿，老大，你瞧我没说错吧？他还真干不过人家，他都这么惨，若是你会更惨。不嘻嘻，云哥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正要出手帮一把，生死不急吼吼的站出来。小花花，别出手，我怕一会命格又更正呢。云哥小手顿住，只能同情的看向上官文铎。云儿小姐，有我在，你别害怕。云儿小姐，我会拖着他们，这次你一定要找准时机冲出去，知道吗？懂，哈哈哈！可惜了，你们谁都跑不掉，给老子去死吧！
云儿小姐小心！上官文铎怕伤到云雅，转过身将她抱在怀里。云雅则是快速的与上官文铎互换位置。砰的一声，平安扣闪烁光芒，木片断成2截。你是什么怪物？上官文铎很快想明其中的缘由，肯定是老大给云儿小姐的宝贝。小花花，你快看小老四的眼神，他被你二姐的英勇与气场给吸引了。这下好了，花花娘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几个儿女全都配上对。哼，便宜他呢。全京城贵妇都在偷偷练板砖，你敢信？这都得从云家二小姐人设崩塌那天说起。二姐，小妹给你注入些力量，砸！拿出我们云家人气势，砸个痛快！我要让二姐强悍起来，免得以后被人欺负。哼，刚才你们把她揍得挺爽的。你别过来！为什么他瞬间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完了！该死的人贩子，通通去死吧！本姑娘都敢诱骗，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的姐姐。赶过来的云清墨看着这一幕，眼前阵阵发黑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二妹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嘿嘿，小哥儿不理他，咱们继续看戏，吃东西。二姐，你以后千万不能学小妹哦，爹娘估计心都要碎开。3个女儿，2个搬不回来，唯一让他们宽慰的二妹，这下也变了，这砸起人来一点都不输给3妹与小妹。江四锦眨了眨眼睛，可我看云雅砸人，有种又莫名的激动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上官文铎则一脸的痴迷，他目光紧紧贴在云雅的身上，看着她那倔强的小表情，他沦陷了。姨惹，小花花，怎么你们3姐妹收下的小夫君都是一个调调？那没办法，谁叫我们是一家人？挑小娇夫眼光一样，砸人气势一样，我们可是开瓢3姐妹。对了，等回去之后，我要多打点砖头给我的老姐妹皇后、太子妃、肃王妃、大嫂她们人手配一块，我们就叫板砖霸王花，以后横扫江湖。嘿嘿。众人，云雅没有将他们打死，而赶来的官兵将其全部捉拿。人贩子怎么也没想到，打算干最后一票的他们全都落网。肃亲王，你现在急没用，世子的婚事可是要当今圣上指婚才行，还不如先定下我闺女四锦与清墨那孩子的事。不是，江大人，全京城都知道，等春闱一过，老云头他们会将此事落实。你急个屁！依我看，还不如将我家小闺女的娃娃亲定下。你可没瞧见2个小屁孩的感情可好呢，抱着都不撒手。我小闺女就是虎，早早把小夫君找到，省得以后我媳妇为挑女婿而头疼。哎呀，你们2家都不用急，我家文铎才刚上位，不如先定他的。我可听说云雅这孩子温柔贤淑有魄力，肯定能把那混子管得服服帖帖的。呸！本王是王爷，权力比你们都大，这是我说了算。先定下我家的那位。肃亲王话音刚落，文宣帝一脚踹开房门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定个屁！老子还是当今皇上都没给老三那个蠢货定下，你是想屁吃？南宫临这胆子越来越大，在皇城里调军队，你就不怕把百姓给吓着吗？文宣帝越说越来气，抽出随手携带的棍子，朝着他的屁股揍去。众人吓了一跳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肃亲王居然是调军。皇兄，你先冷静点。臣弟这么做是想快速抓捕拐子。刚才手下来报，半个时辰不到，全部落网。若是让刑部与大理寺等人去办，还不知道要磨叽多久呢。陈哲翰与上官燕。怎么还觉得自己有理呢？那是不是朕干脆将他俩罢官算了，全都让你一个人干？那倒不必。肃亲王瞬间认怂，他就是个粗人，除了领兵打仗，啥都干不了。文宣帝收拾完肃亲王，将视线对准另外2人。肃亲王是个不靠谱的混蛋，你俩脑子是白长的吗？就不能拦着？要不是朕是明君，早就将你俩拖下去砍头。臣知罪。哼，还有你，文官之首，居然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。有小闺女很得意是吧？她还是朕的小公主，相当于干女儿，朕都没飘，你还翘上天了，还搞什么亲家大会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要密谋反了朕。朕告诉你们，他们几个的亲事没朕下旨，谁都别想把亲事定下。哼，好歹朕也是亲家中的一员，居然不带朕。肃亲王擅自调兵，大逆不道！你俩一个刑部，一个大理寺，玩忽职守，放任肃亲王胡闹。云啸天抿着嘴，努力地憋着笑。文宣帝眯着眼扫向他，还有你云啸天没有做到监督一责，要你有何用？我看小丫头说的对，把你拉下位，让他来做丞相都比你靠谱。明日起罚你们半年俸禄。臣遵旨。对了，今日你们搞这一出事来，朕被你们吓得提心吊胆，还差点摔倒，龙体受损，所以文宣帝朝他们诡异地笑了笑。4人顿感脊背一阵阵发凉。朕需要小金子来休养龙体，因为朕心毕竟是你们造成，不多，1人3000两。
啥？肃亲王第一个跳了出来，那声音尖锐的活像是挖了他的心。皇兄，你干脆把我卖掉算了。臣弟兜里就那么点的3瓜2枣的2个字，没钱。皇上，臣家中有小闺女这个漏风棉袄，私房钱也保不住啊。臣囊中羞愧啊。亮哥，皇上呀，臣的媳妇是你妹妹，她管得有点严，不如你找陈大人，他媳妇大方。据说陈大人自己有个库房。嘿嘿，陈大人，反正大家都是亲家，要不你帮我们3个一起出了呗。其余3人齐刷刷地看向他。不是，怎么全都逮着我一人薅？回皇上，臣以前是有钱，后来媳妇为给小女儿多存嫁妆，全都收回去了。文宣帝才不管他们的借口，他库房没有小金子，总要从其他地方找损失，这可是他在来的路上计划好的。哎，小哥儿那孩子真确实舍不得，朕想过干脆留他到20岁吧。清末那孩子学问不错，听说云家老祖给他开过小灶，想来这次的考试必在榜单之中。云爱卿，朕给他外派2年吧，等做出点功绩后，朕给他封大官。对了，江大人，只好委屈你家闺女多等2年哦。虽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你们俩家的小娃实在太小，万一长大后各自遇到喜欢之人，这不是在害他们吗？4人齐齐在磨牙。狗，你才是最狗的那个。另一边听到动静的几家夫人们猛地闯了进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我们得！皇兄，皇妹再给你多添点，凑够5000两如何？让雅儿与文铎的亲事早日定下。”皇上，臣妇也给5000两。崔婉欣怕再耽误下去，万一几个闺女又砸在手上怎么办？陈夫人二话不说把身边的嬷嬷招呼过来，去，现在回去立马从我库房拿出1万两。她家是首富，这点钱对她来说就是洒水。我也出1万两，我的钱都是给小个儿，这钱就从他们父子俩手里扣吧。那朕就不客气的收下哥。文宣帝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到皇宫。见过叛逆的小孩，但你肯定没见过叛逆的太后。主打一个儿子不孝，我就投奔闺蜜。母后，你怎么能擅自离宫？母后，儿子现在送你回宫。不要，养儿防老，民间百姓几兄弟分家，老人想住哪家就住哪家，凭什么挨家不行？那是能比的吗？你好歹是一国的太后，不是百姓。母后，咱们不闹如何？你信不信一会皇兄就要来我这里抓你回去？挨家不管，你跟他打一架，势必保下你的母后，不然你就是不孝。母后，你还是我的母后吗？我敢跟皇兄打架，你是不是嫌我命太长呢？留哀家在王府养老，哀家就是你母后；不留，不认你这个儿子也行，反正哀家有的是孙子。哼！母后，你不能。听着，你要实在不同意，别怪哀家现在就去投奔小姐妹，让她马上扛你去乱葬岗。哀家与她情同姐妹，你说小哥儿会替谁撑腰？好了，你也别丧着一张脸，母后想住就住。母后，走，儿媳给你安排房间去。好，果然儿子都是白养的。哼！肃亲王一颗心碎的不能再碎。幽深的巷子里，一道黑影慢慢浮现出来。哼，油炸阴魂，这几个祸害也太肆无忌惮了吧！居然不送回地府先审判就直接动刑，这性子是真的一点没变。本王倒要看看你这朵花现在修炼到什么阶段，能把崔珏与黑白无常打得这么惨，灰溜溜的逃回了地府。话音落下，人便消失在原地。云哥此时正做着跟小渊渊有关的美梦，却不知阴司堂迎来了他的正主。幽月之时，第一时间察觉到阎王的气息，当即从生死簿的空间中飞了出去。小花花，快醒醒！阎王他来了！疼！小破事，你若不给个完美的解释，我就要3打1。对，小花花只能是舒姐我才能欺负的。小石头，你飘了！就是，欺负小花花的，比比绝对不会放过。幽月之时看着同仇敌忾的3人，气得跳脚。不识好人心，阎王来了，正在你娘修建的阴司堂里。3人眸光瞬间一亮，花货准备掏热武器。判官比扛着个小型大炮，飞得比谁都快，却被生死簿揪住了翅膀。蠢货，你这是要把云符给后没事部，从系统那里得来的东西，个个威力巨大，不适合在这个地方拿出来。判官比一脸的失望，默默地将他给收回空间，然后立马换成一把电锯出来。小花花，你家小渊渊不在这里，咱们等会如何震慑他呀？万一阎王不讲武德，直接将他们几个捆住，那我主人不得伤心死？不怕，大不了连哄带骗的去肃王府。云哥有信心，他的忽悠技能已经练得炉火纯青。阴司堂，阎王看着自己的神像，先是一怔，然后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烛火未熄，香火也不断，就只是差了点贡品。啧，这货可还算小丫头有点良心，知道在人间供奉本王。阎王心里那才叫一个美，阴沉的神色急速转变。云哥风火地闯了进来，原来以为会被阎王劈头大骂，没想到却是笑脸迎接。云哥被他的转变猛地打个哆嗦。阎王大人，莫不是他要耍阴招吧？小猪猪，好久不见哦，有没有想本王呀？云哥浑身恶寒，
准欺负我家的花花，不然将你……阎王看到判官笔，那眼神一凛，哐当一声，判官笔手中的电锯落地。他瞬间变得十分老实，抱着花花的脸蛋，把她的头发卷在自己身上。幽月之时暂且躲了起来，他怕阎王会暴露他的身份，生死不缩着脖子。阎王身上自带的威压，让以往嚣张的他立马装起鹌鹑。阎王大人，好久不见！呜呜呜，小圆圆这个大佬不在，我没有底气。阎王懒得搭理这两货，将目光放在云哥的身上。好浓郁的功德之力，这丫头在人间干了什么大事？小猪猪本想将你带回地府，如今你又走上修炼一途，那就作罢。看在供奉我的份上，就放他一马吧。云哥与纪晓之面上狂喜，可笑意还未达眼底，阎王的一句话瞬间让他们破防。你可以继续再带人间，但他们两个还有那块幽月之石，他们仨必须跟我回地府。不要，我才不要离开花花。幽月之石不再躲藏，气鼓鼓的飞了出来。你休想带我回去！阎王挑了挑眉，他可不会惯着他们，实力为尊，他还不信他们能翻得出他的掌心，尤其是幽月之石，必须带回去。丰都大帝即将回归，阎王大手一挥，幽月之石便落入他的手中，急得他破口大骂：混蛋，放开我，不然一会有你好看的！云哥大惊，他正要动手，身体就被阎王给定住，连带着生死簿与判官笔都无法动弹。阎王，你放开小悠悠，她是我的。你的死丫头，你是想找死吗？你不知道她是有主的。这是我怎么没听小悠悠说过啊？本师爷背主了，我现在的新主人是小花花，我要站对立场，表忠心，说不准以后主人都要听小花花的话。胡闹！这死丫头给他灌输了什么言论，居然让他堂而皇之的说出背主两字。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我新带出来的小弟。对，跟了小花花，咱们不亏。阎王大人，你听到没？小悠悠她被主了，快把她还给我，不然一会有你受的。阎王气笑了，死丫头，你知不知道她真正的主人是谁？跟大地抢石头，对方一个眼神都能让这朵花翻不了身，说不准直接给灭掉。管他是谁，你可知我的背后站的是谁？不就是比关系户吗？小渊渊身份才是最牛逼的。大言不惭，呵，他的主人是丰都大帝。什么？云哥与生死簿，判官笔顿时惊掉下巴。呸！丰都大帝算个屁，他肯定没花花背后的靠山的。该死的老头戏，一会先将他弄去主人那里，再哄去皇宫太后那里。这次又换阎王震惊不已。当阎王祭出终极大佬丰都大帝的名号时，女主的队友直接开麦：大帝，呵，我新主人背后那位才是真大佬甲方。阎王大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在人间有个小娇夫，他可是天上下来历劫的神帝。你若是强行要他仨带走，等我回去后，定会将地府搅得天翻地覆。历劫神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若真是天上的神帝，他会看上你这朵花？嘿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哼，有本事现在就跟我走一遭。你若见到他有丝毫害怕，那就乖乖让我打一顿，然后独自回地府，如何？哟呵，行啊，我可是知道神界并没有哪位神帝正在历劫，这丫头输定了。小悠悠还我！云哥伸出手要自己的小伙伴，阎王倒是没犹豫的还给他，反正等会还是会回到他的手中。于是四大祸害带着阎王雄赳赳的来到肃王府门口。小花花，要不一会给你的小娇夫撒点，我家主人可是能听到看到的存在啊！呵，本王设一道结界即可。他话音落下，一团浅浅的光芒将他们几个笼罩在内。我还是摆烂吧。哼，你等着，一会定会吓死你。生死簿已经将狼牙棒掏出来，呲着牙，可神气。判官笔也拿出剪刀，眼神阴恻恻的盯着他的脑袋看。比比等会也要给你剃头，小妍妍，你一会可别哭鼻子哦。哟，胆子越发大了。阎王眯着眼，冷飕飕的看着两个想倒反天罡的小混蛋。南宫渊并没有睡着，听到门外熟悉的声音，以为是小媳妇偷溜过来，正要翻身下床来迎接。紧接着，一道低沉男声响起，他立马开始装睡。有阎王帮忙，他们闪身进到南宫渊的房间。只是下一秒，阎王猛地睁大眼睛，脸上的笑容缓缓一滞。他就是你口中的小娇夫，神界的神帝。阎王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声音尖锐的让南宫渊轻皱了下眉。他娘的，这哪是什么神帝，明明就是丰都大帝本尊，我被骗了，怪不得崔珏与黑白无常当初看我的眼神透着一些古怪。好家伙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。阎王气得咬牙切齿。哦，嘿嘿，小妍妍如何？是不是我家小渊渊神帝的身份比你口中丰都大帝还要牛掰？小妍妍，莫不是地府的阎王？还有我的身份，好像历来不凡。幽月之时没有错过自家主人那轻颤的睫毛。这下完了。鬼的神帝，他就是丰都大帝九幽之主，咱们地府的老大。幽月之时就没告诉过你真相。鬼的神帝，他就是丰都大帝九幽之主，咱们地府的老大。幽月之时就没告诉过你真相。死吧，死吧，全都死吧！
云哥猛地镇住，生死不语。判官比惊恐地看着床上睡着的小渊渊，小心脏狂跳。你说啥？小渊他……云哥结结巴巴，一句都说不完整，神情从未有过的刺激加惊恐。他也是出息了，居然把丰都大帝给勾到手。天啊，这下我是要彻底飘起来了吗？小花花，咱们这次腰板直了，以后可以横着走。撒花！判官比不知从哪掏出来的花瓣，撒满整个屋子，抱着呆滞的优越之时狂亲。小悠悠，你太不够意思！你主人是大帝的身份，居然瞒我们这么久。判官比有点气，但惊喜大于生气，他暂时不跟他计较。优越之时，他已经不想再说话。阎王看着还有点呆滞的云哥，深吸一口气，想揪他衣领的手也停在半空。你就真的一点没发现他的真实身份？真不知崔小弟只说小娇夫身份厉害，我就当他是天上的，没想到跟我都来自地下的，真不愧是我未来的夫君哦。你跟他真是一对。当然，小娇夫可是当着所有人面前说的，我是他喜欢之人，未来的妻子。对，这么说来，小花花以后还是九幽之地的女主人。小妍妍，听着，以后必须对比爷我恭敬点，不然叫小渊渊揍你。判官比把仗势欺人这套拿捏得稳稳的，把阎王气得一口老血堵在喉咙处，可偏偏他还真的拿他们几个没有办法。小猪猪，你告诉我，崔珏他什么都知道对吧？云哥点了点头，傲娇的不行，顺便把崔珏给卖了个干净。他认我当老大，给我开绿道，他还告诉我你宝贝所藏的位置，还让我以后罩着他。对了，你要来人间抓我，还是他给我报的信。小妍妍，要不你也认我当老大，我可以罩着你哦。很好，崔珏你死定了。小妍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妍，丰都大帝可怕吗？我看你头上都在冒冷汗。阎王白了云哥一眼，崩溃的根本不想跟他说，那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畏惧。可是我觉得小渊渊一点都不可怕，他对我超级好，既温柔又细心。我在前面闯祸，他在后面给我扫尾，还以我的名义建立一个慈善堂，给我积了好多功德。小妍妍，我给你说，小渊渊经常我包瓜子，还砸核桃给我吃，以后还要陪我闯荡江湖。不是，你确定你说的是丰都大帝本人？小妍妍，你不是真的吓哭了吧？小渊渊不凶，他真的不凶，可温柔好说话呢。本王以后都不想见到你了，哼！阎王早已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，袖子一甩，心酸的朝着屋外走。小妍妍别啊，咱们都是老熟人，以后多来人间做客的，我还是挺欢迎你的。你要回地府了吗？那你还抓小悠悠与小叔叔比他们吗？阎王抹了把辛酸泪，他现在一点都不想搭理这朵小破花。混蛋，一群的混蛋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东西。阎王心里一直咒骂着云哥，还有在地府崔珏。霎时，阎王猛地顿住脚步，他如同见鬼般的哆嗦着身子，紧随而来的云哥撞在他背后。小妍妍，你又怎么了？小妍妍居然在发抖。他才是地府的大佬，不仅拥有生死不语判官笔，就连阎王在他面前都只能算小弟。素王爷背我老姐妹是怎么一回事？小花花，你老姐妹想在素王府养老，素亲王这是悄悄给太后放了点助眠的熏香，然后将太后送回皇宫呢。那她明天要惨。小花花，你猜的没错，命格显示肃亲王明天要挨板子，连续半个月，太后每天派人在他耳边念5遍孝经或是论语，把他折磨得挺惨。哼，欺负我老姐妹，明晚抬他。阎王听完他们的谈话后，将着身子转过来，那神情冷静的有点恐怖。小猪猪，刚才背上的那名老妇人，你叫她什么？我老姐妹啊，也是当今的太后。云哥没有发现阎王的异样，继续道：小妍妍，我给你说，当初要不是皇上拦了一脚，差点我就要跟太后焚香起誓，结拜成亲姐妹。阎王他脚下一个趔趄，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。姐妹，呵呵。小妍妍，你还好吧？阎王深深吸了口气，嘴角勉强的扯出一抹笑容。小猪猪，你之前说收我当小弟那句话还算数吗？算。片刻钟后，云哥挥舞着手中的帕子，欢欢喜喜地将阎王送回了地府，然后脸上的表情立马暗沉，一把薅住优越之时，闪身来到乱葬岗。阎王回到地府的第一件事，便从空间中翻出合适的武器后，喜笑艳艳地找到判官崔珏。小绝在忙呀。一道拖着长长的尾音响起，崔珏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真巧，本王刚跟小猪猪在人间分开，我们相谈甚欢，已经达成共识，本王是首席小弟。是吗？那恭喜小绝啊！某人好像早就知道2位大佬与小猪猪的关系，本王还听说某人将我卖得挺干净的。小绝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难道是太激动了？阎王掂量着手中的武器，一步一步朝着崔珏靠近，
黑白无常顶着个光头，正要向崔大人汇报情况，便听到殿中传来崔珏惊天动地的惨叫声。大人，小的知错了。黑白无常对视一眼，刚想往后退，霎时两人凌空而起，嗖的一下被卷进殿中。紧接着3道凄厉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地府。乱葬岗，幽月之时抖着本体，被云哥他们团团围住。小破石葬得挺深的嘛，谁说不是呢？看我们几个被他们吓着，是不是挺好玩的？叔叔，你说这石头炸一炸，好吃不？不好吃，会蹦牙的。嘿嘿，不怕，蹦了坏了，让花花给我镶大金牙。哇，我还被煮了！你们不能欺负我呀！呜，小花花，小悠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叔叔，你说这石头炸一炸，好吃不？不好吃，会蹦牙的。嘿嘿，不怕，蹦了坏了，让花花给我镶大金牙。哇，我还被煮了！你们不能欺负我呀！呜，小花花，小悠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幽月之时飞到云哥的身边，哭哭啼啼的求原谅。云哥嘴角上扬，手中的小金砖已经变成黑色的混元撼天砖，散发着悠悠寒光，把幽月之时吓破了胆。小花花，你别露出这副表情，小悠悠怕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吗？哈，小破石，明明有好多次机会告诉我们实情，你偏偏就是不说。要不是这次阎王说漏了嘴，你是打算要瞒我们多久的？我已经在想如何告诉你们真相，只是我怕你们会生气嘛。云哥抿唇，一直盯着幽月之时，他们之间有绑定契约，他感受到他的心虚与躲闪，似乎这块小破石头还有秘密在瞒着他。小花花，能原谅我吗？小悠悠，你是不是还有事瞒我？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呢。啥？还不老实？生死不惊呼出声，一把抓住他，然后往油锅里咱们都是没秘密的团伙，不合群的东西干脆毁灭吧。叔叔干得漂亮。我全都说。小花花，你不能生气哦。云哥点了点头。那你先调整呼吸，稳定情绪，等会不能过于激动哦。小悠悠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云哥听他这么一说，心尖尖顿时紧张起来。小花花，我自身带着一种能力，倾听之力，本来是听外界的，但我本体未恢复，所以什么？幽月之时干脆闭上了眼睛，大声地吼出最后一句。所以大家都能听到我们几个的心声。轰！一道惊雷把云哥他们劈得外焦里嫩，生死不短暂死寂后，嗷的一声，拿着手中的狼牙棒，不客气地砸着他。你说啥？你有本事再给我说一次！疼，好疼！小叔叔，你住手！幽月之时被生死不与判官比拿着按着使劲地揍，云哥呆愣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回过神。能听到我们的心声，心声。耳边还传来幽月之时鬼哭狼嚎的惨叫声，云哥周身血液凝固，力气压都压不住，他小手一挥，还在逃命的幽月之时立马落在云哥的手中。小花花，你答应过不会生气的，小悠悠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才知道真相不久，我可以发誓。这样的小花花好吓人。说，从头到尾，把你的来历，所有的一切全都说出来，听着，若有一个字的隐瞒，你就烟消云散吧。幽月之时耸着鼻子，结结巴巴的全都倒了出来。我本体是9叶血晶石，被外人传为9叶血晶莲，历劫被批是主人丰都大帝救下我。忘川河畔彼岸本无灵，是我主人从神界回来，将灵水浇灌在你本体之上，也让你成为地府千万年来第一株有灵之花。忘川河畔彼岸本无灵，是我主人从神界回来，将灵水浇灌在你本体之上，也让你成为地府千万年来第一株有灵之花。我很早就注意到你，想把你拐到九幽之地，但主人喜静，我只能偷偷跑到地府那边看你。刚好这时主人历劫，要经凄苦，本想趁这段时间跟你们混熟，哪知阎王要将你们丢去投胎，而你本就与主人有因果，所以我就偷溜进来，让小叔叔。所以是你主动上门，不是本书姐抢的。叔叔，冷静，咱们冷静，等小破石说完，咱们继续揍。小花花，阎王原想将你投到兽界，是我将你们绑一起带到这方世界的，本想撮合你跟主人的，但我能量耗尽，陷入沉睡10来年，也就在你入朝为官前不久，我才醒了过来。小花花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看在我给你送个小夫君的面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真的不知道本体被灭的我，那倾听之力还能用，所以我是在你醒来后，他们能听到心声，还是很早之前就能听到。幽月之时不敢有任何的隐瞒，声音越来越小声。若是猜的不错，从我们绑一起，你们就受我的影响，大概可能你一出生，他们都能听到。云哥，生死簿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小叔叔与小比比的存在也都知道。幽月之时哭唧唧的点着头，他虽不想承认，可这都是事实。揍死他！该死的小破事，这次真的是害死我了。亏我装神棍装的挺得意，天天忽悠着皇帝姥他们，
合着是他们天天在看自己飙戏呢。优越之时成功坦白，也换来了最深刻的一顿毒揍。疼死小悠悠了！呜呜，轻点，你们轻点打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吗？老实交代，如何能让他们听不到我的心声？有点困难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说。呜，小花花，真的有点困难，我本体已灭，现在实力根本达不到，除非我与你们仨解除契约，这样他们就听不到心声了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跟小花花解开呢！比比也不要离开花花。姐，乖，反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存在，阎王也不会来抓你们，你们完全可以暴露出来，以后打人你们就可以随心所欲。云哥这么解释一通，两小只眸光瞬间亮起，两道声音兴奋地喊道：“小破石，赶紧解开！”那个现在还解不了。那个现在还解不了。什么？三双眼睛猛地瞪向他。优越之时浑身瘫软，差点被他们凶狠的目光吓得摔在地下。当初绑定你们后，我都耗费所有的能量，还沉睡好多年，这解除契约也是一样的。小悠悠现在的实力办不到啊！你之前不是抢我那么多的阴气，还有战场上的，怎么还不够你用？空间瞬移花掉少部分，然后给主人治腿用掉大部分，要不然最后那点毒，小花花你根本不能一次解完，还能不留后遗症。云哥，我就说嘛，当初给小渊渊解毒过程竟是如此的顺畅，感情还有他的功劳。你现在就给我把乱葬岗上方的阴气吸干净，敢偷懒一下，混元汉天专伺候。本叔叔以后全天的监督你，就像小花花说的那样，偷懒一下我就砸你一次。叔叔，若他还是不听话，比比油锅等着他。优越之时缩了脖子，烟达达的找个地方认命的吸收阴气，旁边还有两只虎视眈眈的豺狼。翌日年节一过，云啸天又认命的来扛小闺女上朝，只是屋中空无一人。来人，给本相找人。对了，乱葬岗与苏王府也不要错过，糟心的小闺女就没有哪一天能让我清静的上个早朝。老爷，小姐在马车里，已经等你许久了。马车上，云啸天坐立不安，他时不时的瞥向云哥。这小闺女今天安静的有点过分。爹，你有事吗？你都盯着我看了不下10次，是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事。云啸天不由得心惊，尴尬的回应后，见小闺女闭目休养，也只能作罢，但身体慢慢的往他那处挪动，试图想偷听。云哥半眯着眼眸，瞥了眼他爹的小动作，嘴角狠狠一抽，以往所有人的不对劲，全都能说得通了。朝堂之上，早朝时间已过去一大半，文宣帝时不时的偷瞄云哥，文武百官苦熬大半月时间，终于等到开工这天，脖子都快要拉长了，结果没吃成瓜。你闺女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云啸天瞥了眼安安静静的小闺女，也是一头雾水。以前他希望小闺女上朝安分点，可现在真的安分守己，他居然有点不安。众人都在小声议论着，他们没听到永安公主与纪晓之的心声，也是非常的不习惯。南宫渊这时发现，生死簿与判官比都一个坐头上，一个蹲肩膀，神情同样的透着些怒气。云哥规矩的站在队列之中，实则神识早就在大殿里转了一圈，听着百官们的窃窃私语，他愤恨的抵了低后槽牙。好的很，整个朝堂人人都能听到。女孩朝堂上挨个爆挂，大臣们集体破防抱团大哭。三坑昨晚半夜拉肚子，被一只夜猫吓到，又差点掉茅坑。不是，我没得罪老大吧？对了，我记得他小时候在太子册封那天，把尿尿到酒缸里，好像所有人都喝过那坛酒，皇上与太子最惨，他俩是喝的最多。皇帝，一会咱们好好切磋一下。太子他小时候也干过蠢事，见鸟妈妈孵小鸟，偷拿人家的蛋，躲在窝里孵了1天，直到将它们压碎。昨天又被昨晚太子妃赶出房间，这个月过去20天，有16天独守空房。众人努力的憋着笑。咦，二皇子肩膀抖得好厉害，我记得他当初狩猎惹怒了待宰的野猪，被拱到陷阱里去。二皇子不嘻嘻了，皇上动来动去的干嘛？差点忘记，他的痔疮又犯了，这不，龙椅上的垫子都多铺2层。哎呀，我爹扯我袖子干嘛？脸色还有点不好，原来昨晚打呼又被我娘踹到床下，这回他腰肯定疼。哟，孙大人老当益壮啊，一把年纪，昨晚跟陈大人一样。那个谁来着？哎呀，好多瓜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这陈大人、老舅、肃亲王、江大人身上还有隐藏的瓜呀！众人全都崩溃，云哥是逮一个扒一个，彻底把大殿上所有人的裤衩子扒了个底朝天，除了南宫渊的命格是看不到。众人哭了，只觉得今日早朝是他们最黑暗的一天。
永安公主，你说啊，到底是谁招惹了你？我们替你去报仇。许大人抹了一把泪，刷刷写道：公主受委屈，发飙爆大瓜，大臣在发抖，个个哭唧唧，你我扒干净，全都没秘密。文宣帝大手一挥，吓得直喊退朝，退朝，然后夹着屁股跑了。御书房，父皇，儿臣错了，那是小时候不懂事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不，为什么老大要突然翻旧事啊？云啸天，小丫头到底怎么了？今日朝堂无差别的攻击，他的老脸彻底丢没了，连小时候干的蠢事全都翻出来。与云家关系好的几家，通通看向云啸天，他们也一样，秘密全无。臣也不知，不如问问世子吧。他成天黏着我闺女，昨晚一定发生过什么事。南宫渊面露沉重，他回忆10来遍，只能将昨晚阎王来过肃王府的事情说出来。堂弟，阎王长啥样子？为什么只看你，不来看我们？三皇子忍着身上的疼，兴奋地凑过去，却被太子又踹了一脚。还希望阎王来看我们，估计不是看，那是来受命的。对啊，为啥我小闺女要带阎王来看你？云啸天死死盯着他，老父亲的那颗心又碎成一地。南宫渊眸光暗了暗，小媳妇带阎王来，估计是想借着我的身份震慑住阎王。或许小根是想让地府娘家认认我这个未来的女婿。最后大臣们在书房探讨大半天的时间，得出的结论就是阎王他欺负了小丫头，然后个个在心里面骂死了他。云哥离开皇宫，并没有回云府，而是去了乱葬岗。他在乱葬岗上方设了一道结界，然后从空间里掏出铁锹开始挖坑，一共挖了几10个。